性啊无垢，是罪啊可称为乐见也。所以啊，我们呢这个讲这个如来，一方面呢有时候是讲释迦牟尼佛，一方面呢是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利益。假如说完全都把如来看就是释迦牟尼的话，那对我们帮助不大。有时候啊，我们要了解说经典里面啊，佛用那个暗示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如是啊，其性存实。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就本来就是纯善，又清净无垢，是最啊可称，就是啊让我们最高兴啊去见到的所以啊，我们在凡尘的这个生活里面啊，我们都是呢着在现象啊。那现象能够让我们觉得很高兴的大概不多了。都在我们佛性本体中没有现象，那个呢让我们的高兴才能够达到很高的层级。乐法众生视之无厌。我们乐法的众生啊看这个如来就不会有讨厌。那恶心之人啊不喜沾睹，这个恶心的人啊不喜欢看见所以啊我们是了解到这个恶心之人啊心地不好呢，他不喜欢看见自己的佛性因为呢他看见自己的佛性就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全部都违反所以他不喜欢看喜欢他自己眼前那一种恶心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在凡尘的生活一定呢就要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只要认识的，你不会有恶那个恶自然都不见了因为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敢有我敢有不行，这个时候心就会出现了。那你假如说完全都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呢它不会变化，它很笃定所以我们就了解说自古以来一些圣贤为什么把那个信会集中然后统事端就是仁义礼智信集中然后兼万善，统事端兼万善。然后我们就是了解这个信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仁义礼智可以兼万善。可是我们现在用信的时候都是相信外面，相信人讲的话，不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因为不相信有困难来庙来求神。你相信自己的时候有困难求你的佛性求你自己的佛性解决，它就解决了，力道就出来了所以各位先生要求自己的佛性本体。你有困难的时候赶快求你佛性本体你不用用心到外面，一定呢要回整个回光返照回来到你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你问题就解决了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入手，那个才正确。那么以是义故故言如来必如明月就是这种义理。所以说呢那个如来就好像天上的明月很喜欢看，然后又清凉。复次路痴有30义，春夏冬冬则路
东路则短，称路则中，下路极长。那那个夏天的时候啊，白天很长啦，早时啊还未5点就天光啦，暗时啊到7点啊也未暗，对不对？我们都有实际的经验啦。这个夏日啊极长，那晨露呢初中多半一半，暗时啊日时啊一半一半。那冬露呢则短，冬天的这个到7点啊天也未足光诶，然后4、5点啊尔就咧暗，到6、7点啊也无快乐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这个有变化了春夏秋冬那个日长日短都有变化。说当这啊最长的一夜啦，那个夏至那是白天最长的一天，都有一定的。那么如来意耳，于3000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啊，及诸声闻示现短寿。所以底下的3000小千、中千、大千，3000的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啊，就示现短寿，以及那个声闻。斯等见已呀，贤如来寿命短次，亦如东路。这一些短寿的人看到了，都会讲，那个贤呢，就是都全部的意思，都讲如来寿命短次，跟我同款命足短，比喻啊，好像冬天的太阳。那么为之菩萨呢，示现终寿，为所有菩萨呢示现不长不短，终寿。肉之节，肉减一节，以如春露，好像春天的太阳，这个一点，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节的寿命啊是120岁。那个《大藏经》有记载，因为那个本来在80岁啊要那个涅槃进入涅槃之前，他有想说我世界众生啊，很多都还没度，所以想再多活40年，活到那个时期的120岁，他就跟阿难讲，阿难他整个心就被波形盖住了，不会回应啦。他不会回应那个佛就因为佛要随顺凡人，阿难就是代表凡尘啦，代表因为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奉侍释迦牟尼佛，所以都会以阿难为凡尘的代表。既然阿难都没有留他，佛都讲3次了，说我要多活40年，讲3次，阿难都没有留，没有说请佛住世，请佛常住凡尘，没有都没有。然后阿难出去办事了，那个波形就进来，说请佛进入涅槃。那佛他就讲，我来年3月，我大弟子啊，他已经成熟了，可以接续那个道脉，所以那个迦叶就是第1代西方祖师嘛，所以到来年的3月他就成熟可以了，可以了，佛就进入涅槃，就答应说来年3月我就进入涅槃。然后波形得到佛的许诺，他就出去了。然后阿难办事晚了回来，然后佛就跟他讲说，来年3月我就进入涅槃。阿难说，我都还没有学会嘞，你怎么要进入涅槃不行不可以然后
这个佛就跟他讲，你什么时候看我讲话他没有去实行？阿难说没有，你讲的话一定都实行。他说我刚才还问你说我要多活40年啊，你怎么都不留？阿难讲我都唔知，无神经啦，我神经唔知走去倒，无神经。为了这个被迦叶骂死了，骂到头啊！头拢甲骂甲讲，佛要老40年，你哪会无爱老？你是安怎无爱老？一直甲骂，我都唔知啊。所以既成事实啊，就没办法改变了。所以佛就80岁入灭。我们这个是入灭之讲，1天1夜讲的啦。这个1天1夜讲的我们真的要研究多久啊？我们也1天1夜。所以就了解到佛讲的时候就那么的积极努力啦，就认真讲的。但是到最后竟然弟子问说，我们要怎么来处理你这个39年所讲的这个道？佛说我一个字也没说，我一个字也没说呢。所以我们就了解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完全都是当下，都是佛性性分里面出来，很难所以那个等于是他这个场面要讲什么话，讲完抛开了，没有了。遇到另外一个场面，又讲另外那一种话，就这样。像之前或许不是一直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佛学博士对谈嘛，有没有？真的你没有体会就不知道为什么叫做一个字也没说。因为我们那个理论研究得很透彻，所以才博士嘛。理论研究很透彻，然后一直发挥发表。当然要表现就好像那农夫的戏他讲敢问啦，举手去敢问，他讲请你讲，我可以问问题吗？或者博士说，等到我说完了，你再问。有没有听出味道来？等到我说完，有没有我相？我说完有没有法相？你看，我相有，法相有了，生灭法。然后达赖喇嘛又举手，听他讲。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达赖喇嘛记点歹，一时啊都袂记的。你看，真理在里面。所以达赖喇嘛表现没有过去性，要问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过去性。可是我们一听就那一下记比较慢，你看我们就整个拢无同款，所以那个50几个国50几个国家都实况转播了，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戏看无啦，连此时也不知道不知道佛理，伊嘛唔知讲这是咧安那，唔知呀。所以我们一了解到，原来是达赖喇嘛是要人活在当下，当下就是真理嘛。你的理论众生接受的那个程度都不高了，所以你要告诉众生当下。
没有讲理论的啦，动作又很简单。可是啊，你学了以后，你呢满腹经论，拢在里面，结果你看对众生没有帮助。所以我们了解到，菩萨就悟释迦牟尼佛，你凭个什么讲？从成道到入涅，一个字也没说。那佛就说我一记两个，两个真理，一个自助华，自己的本性所住的啦，一个是那一个，第二个是自正华，依据这两个说，我从成道到进入涅槃，一个字也没说，就可以了解呀。佛所依据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他没有能守，没有能收，没有所收，没有能守。然后他修正了以后，修正了无我相、无法相，没有能守，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没有能守，就是已经呢从佛性本体出来。所以我们会时常看到，那个第一义有没有？那个第一义呀，就是佛性本体出来，那个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啦。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凡尘研究到究竟了义不多，没有说研究到那个究竟，那个最终最高的目的没有。我们都在中间中间一个过程，你中间一个过程有修一点点能够成就，你就很自满。所以这样都还没有了，还没有到了，那个都还离一大段距离。所以佛他所讲的，就是要你到达究竟。已经你在努力已经到达顶点了，最高的地方所在。可是我们凡人竟然很少研究，很少研究到这么究竟的。所以那个达摩祖师就带那个楞伽经4本，然后到我们中国来。要传给我们就是楞伽经，结果那个五祖就觉得它太深，我们都不容易听得懂，所以就改成金刚经，所以我们就着重在金刚经。那么为佛睹佛，其寿无量。所以唯有佛来看见，那个睹就是看见唯佛看见佛，其寿无量，他的寿命无量。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有多长的寿命？对啦，我们的佛性也是无量啦，跟佛都一样的啦，无量。我们的佛性本体寿命无量。我们身体很短100岁而已你若吃咧100外岁就安尼大家学了长寿长寿。不过你去看那个形象，那个你喜欢吗？你会喜欢你是那个样子吗？买咧，拢袂，已经拢袂自在对不？要看要食要行要创代志拢袂成啦，慢拖磨所以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寿命，我们现在一起的寿命70岁，所以或许也可以了71了。那
佛赌佛寿命无量，好像夏日那个很长。善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圣微密之教，示现世间语大法大，语大法语，就是如来所讲的方等大乘佛法的通称呢，方等经方等大圣。微密那个呢都是很难听到的微密教。那么示现世间语大法语于未来世若有人能护持是点，开示分别利益众生，当知是辈是真菩萨欲如圣相，天降甘雨。若有声闻眼觉之人，闻佛如来微密之教，亦如东路多欲能犯。所以这个如来就讲说以未来世就是他已经进入涅槃以后，假如说有人能够护持是点护持这个大乘佛法这个经典能够开示，能够呢把里面的义理都解说，叫做分别开示分别那个解说，让众生都听得懂，能够利益众生。那么当知这种人是真菩萨，就是菩萨。好像呢这个盛夏天降甘雨这个夏天天很热，然后天呢降甘雨最好的那个状况。那么若有闻眼觉之人，这个叫小圣小圣佛法他呢没有到那个菩萨的程度。那么闻佛如来微密之教，他听到如来讲这一些大乘佛法，这个好像冬天的太阳极地多雨冷患拢真寒，表示说声闻缘觉能够听到大乘佛法不容易，而且他也不容易相信，所以会感到这个很冷多雨冷患，就是安尼寒要死直直救。菩萨之人，若闻如是微密要诲，如来常住现无变异欲如春露好像春天的太阳萌芽开复。而如来性呢实无长短，为世间故示现如是。即是知佛真实法性，所以了解说佛示现在凡尘有种种不一样的状况那也都顺应我们众生，教导我们众生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这个相信真理那个呢就自己走入菩萨阶层自己可以回到自己本位。复次譬如众心作者不现，而人皆谓昼心昧梦其实不梦它还在只是跟修旧那个星星的亮光太少，然后被空中一些这个乌云遮住看不到，所以不现日光夜蔽被日光呢这个把它那个整个星光都已经遮掉了，日的光太光了，变星的光看不到。那么如来欲耳声闻缘觉不能得见犹如世人不见昼星白天的
心性，如来也是这样，我们跟缘觉就是小圣，这些小圣的人啊，不能看到如来，因为啊，他的成果不够，而不努力。譬如阴暗日夜啊，不现，阴暗的时候啊，太阳月亮不呈现，与人未言啊，日夜思梦。这个里面人啊说，太阳月亮已经的思梦，去提面汤来讲，甲纠正来。各位有没有那个印象？以前啊，有那个夜市的时候啊，我们还拿脸筒出来抄，讲迄日去到家去啊，紧的甲救回来。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人都聪明。我们那个时代啊，比较笨笨的。而是日夜啊，时无思梦。如来正华灭尽之时啊，三宝现梦，亦复如是。说这个如来正华已经灭了，灭尽的时候啊，我们三宝会显现整个都也一样不见了。佛法身无恙，非为有昧。不是讲永远都灭，只是短暂的。是故当知啊，如来常住，要知道正确的知道啊，如来呢，永远都在常住，无有变异啊，没有变化。何以故？三宝真性啊，不为知过之所染故。我们的三宝佛法身呢，三宝真性。不给那个知过所有肮脏东西呀，所染，不会，所以啊，我们了解永远都在。故是譬如黑夜，彗星夜现啊，其名焰翅，暂吃还梦，众生见已呀，生不想，那个不想的那个念头都来了。知必之佛亦复如是。这个必之佛呢，修施而因缘，修成了必之佛。痴无佛事啊，这个必之佛他呢出生的时候啊，都没有佛示现呢在凡尘。那么众生见已啊，皆为如来真是昧度。众生看到没有佛示现呢在凡尘，然后必之佛修成，然后啊就讲如来真的昧度了，生忧悲想。而如来神直不昧度，如彼日夜无有昧梦。所以了解啊，这个都是在反路的时候，如来是常住不迁永远都在。故此譬如入之众物悉除，此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初兴一世若有众生一经而则，悉能灭除一切之恶，无间的罪业。是大涅盘甚深境界不可思议，善说如来微妙之现。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在讲，我们能够呢，接近知道大涅盘经，它是微妙经典，已经呢，出现，然后复兴在我们凡尘。假如说有众生一经耳，就是有听过，耳也有听到，那么悉能灭除一切之恶。咱有听到大涅盘经，微妙经典，所有的恶之恶，那个无间罪业，那个受苦没有间断的罪业，都是大的罪业，都可以灭除。
那么是大涅盘深深境界这个大涅盘呐它很深的境界啊，不可思议就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想，嘴巴可以论议善说如来啊微密之性大涅盘这个呢都讲如来微密之性。那么以是义故啊，知善难训理，以如来生常住心，无有变异正法不断，生宝不昧，就是三宝啊，佛法僧都不会昧没有变化。是故啊应多修方便，勤学是点这个方便法门啊，我们要这个勤修要多修了这一些方便法门。然后勤学是点，就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世人不久当得阿耨菩提这个人啊不久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阿耨菩提就是简称改用现语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可以得到我们不是不昧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真的要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我们不是不昧的佛性本体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一定要自己用心是故此经名为无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穷尽，以不进步故得称为大般涅盘有善光故犹如夏日身无边故名大涅盘我们这个法身无量无边所以身无边叫大涅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有看那个张佛悟道记有没有？他最后一句生死涅盘等空华还记得吗？生死跟涅盘它是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就是生死跟涅盘都不真都假的，都空中的花。本来空中没有花了，是让眼睛有毛病看到了加一个大涅盘，大就摩诃，大就是冲在宇宙虚空叫做大所以那个摩诃一出来了大，你看我们所有风土的身体加一个大是大，有没有所以要知道加一个大跟那个生就不平等了，就已经超越了所以我们看到涅盘前面有加一个大，或是前面加一个般涅盘般若的般，一般的般有加那个般或是呢有加大，那表示它是独立的、超越的不跟生死平等的，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有时候不解说的话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生死涅盘等空华跟这个空中花一样涅盘不是很好吗？不知道它是那个涅盘是对生死所立的，没有生死就不用涅盘，这样知道吗？所以生死跟涅盘是平等的所以那个大涅盘就不同了，大就是整个宇宙虚空的涅盘那个就是摩诃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加一个大或是加一个般，那个就超越我们凡尘的对待，没有对待的，绝对了所以绝对就是般就是大，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以后看到经典它有这个大涅盘、般涅盘，那表示不是两边的那我们凡尘都是两边
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菩萨品，第16。复次如日月光，知明中最，一切知明啊，所不能及。这个日月光啊，所有的光明里面啊，它是最光明的，知明中最。所以一切的知明，所有的一切那光明所不能及，不能及日月，太阳月亮。阿涅盘光亦复如是，宜之迄今啊，三昧光明最为殊胜。所以这边佛就讲我们那个大涅盘光，亦复如是，也是这样。宜之迄经啊，所有的经典里面，那个三昧就是正定，正定的光明最为殊胜，所以大涅盘光啊，三昧之中呢，最殊胜。知经三昧啊，所有光明所不能及呀，那个所有经典里面的正定，所有的光明啊，所不能及。何以故？为什么呢？大涅盘光能入众生之毛孔故。这个大涅盘光可以进入众生的毛孔。那么众生虽无菩提之心，但是能做菩提因缘，可以就是有菩提，有那个觉。有那个佛的那一种因缘可以成佛。那么迦叶呢，白佛言：如佛所说，大涅盘光入于一切众生毛孔。那么众生呢，虽无菩提心，而为能作菩提因者，是亦不然。这个讲反话了。何以是真？幻呢是从境这个叫戒律里面的比较大的戒律，又名呢是波罗夷罪，波罗夷。第一个就是舍正法，你把正法舍掉；第二个舍菩提心，第三个牵念圣法；第四个恼害众生，这个就是四重境所以我了解，在呢佛的戒律里面波罗夷罪是最重、相当的罪。那么做忤逆人，就是讲杀父杀母的忤逆，及一忏提，光明入身呢，做菩提因者，如是等辈，以持境界修习之善有何差别？如来何故受是一义？这个是义还记得吗？是义对，依法不依人，然后不依语，依了义经呢，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事，都还记得嘞，很好这个表示都有用心这个我们要示意世真又如这个佛言：若有众生闻大涅盘一经于耳，则得除断之烦恼者，因何如来先说有人恒河沙手发菩提心，闻大涅盘不解义？若不解义允何能断一切烦恼？这个都问得很实在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除一忏提，除掉一忏提，所以佛对一忏提也是很头痛的。这无现金要安那个教所以他也很头痛。所以辞掉一忏提其余的众生闻思经语悉皆能作菩提因缘该一忏提佛该列入。剩的伊若听到大涅盘经拢会
这菩提的因缘，法身光明，入毛孔者啊，一定当得阿耨菩提。这个法身的光明，进入众生的那个毛细孔，一定呢可以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何以故？若有人能这个恭敬供养无量之佛，方乃得闻大涅盘经。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地方佛就讲说，有人供养恭敬无量之佛，才能够听到呢大涅盘经。然后呢，福薄之人则不得闻。那个福很饱的人他没有办法听到呢大涅盘经。所以则何？大德之人呢，乃能得闻如是大事。所以能够听到这个大涅盘经就是大事要大德之人才能够呢得闻。凡夫下类则不得闻。我们凡夫他呢就是差的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机会听到。何等为大？所谓知佛甚深秘藏。这个什么叫做大？就是佛的那个秘藏，秘密的宝贝。如来性是我们如来性就是知佛秘密的那个秘藏、秘密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知佛的秘藏。那么以是义故名为大事。那么迦叶白佛言：云何未发菩提心者得菩提因？为什么没有发菩提心的，他可以得到呢菩提因？那佛告迦叶：若有闻是大涅盘经，言我不用发菩提心，诽谤正法，是人即以梦中见罗刹相。所以佛就跟迦叶讲，假如说他已经有听到大涅盘经，所以他又讲我不用发菩提心，这个呢就叫诽谤正法。那么这个人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罗刹就来给他看了。罗刹就是鬼啦，鬼罗刹就来给他看。心中不惧罗刹语言那鬼还会对他讲：斗善男子，如今若不发菩提心，当断汝命。你今嘛无发，就要爱你的命。世人防不皆以气起来，即发菩提之心。一气起来就不赶紧的发菩提心。这个要鬼强悍，鬼惊到。那么世人命中落在山去，局在人天，续复意念菩提之心。就是这个人他命中了，已经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在山去就是在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或是在人道、在天道，继复欲念菩提之心，继续恢复一直怀念他发的那个菩提之心。那么当知世人是大菩萨摩诃萨也。这个人就已经是大菩萨摩诃萨，都已经这个命中的在山去在人天都能够记得他的菩提心。以是义故是大涅盘威神之力，能令发菩提心者作菩提。所以这个能有菩提因呢，才有成佛的机会啦。你有菩提因成佛这个比较渺茫。
阿难子是名菩萨发心因缘，非无因缘，以是义故啊，大圣妙言真佛所说大圣妙言啊，真的就是佛他所讲的。复次如虚空中兴大雨，至于大地就是啊虚空，然后呢有大云然后下雨下在大地。孤木石山啊，高原堆覆水所不住啊。佛就讲雨下的这么大，那么孤木跟石山呢，高原跟堆覆啊，那个水啊它没有办法住，一个甲南落就拢流掉呀流住下田，直流到下骹家家的田坡地稀满，利益无量。一切众生呢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空中的雨一下下来啊那个孤木石山高的地方呢，水它没有办法停留，一直流到呢低低的水田然后那些呢坡地啊都满了，利益无量一切的众生这个呢就是大涅盘为经典亦如是。雨大华语滋润的众生，唯一忏体呀发菩提心无有是处。所以啊佛对这个一忏体他是很头痛的啦，都每次都提到一忏体，结果啊菩萨有问他会有回答后面。复次譬如胶种，虽遇甘雨啊，百千万劫啊，终不生芽。所以咱若把迄个切啊摕去炒咧，用迄放喺鼎用火甲炒咧，你搁较安那伊都袂发芽啦，对无？迄叫做胶种啦，种子已经烧焦了，所以咱要去种的迄个种啊，袂使去经过火。你火甲炒咧迄种拢死去啊，袂出芽啊啦，对吧？经典里面是没写，所以啊，那个胶种虽然有下雨啊，经过百千万劫很久啊，它终也不会生芽，已经呢，那个里面啊，已经生机都死掉了。芽若生者啊，无有是处，迄若有法度出芽啊，迄无一块掉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是真理所在。迄生机袂使甲伊插，袂使甲伊烧。烧了伊就死去啊，没有生机。一粒仔囝啊，你看像我们咧食营养剂啊，你要摕炒才摕点咧涂的，看伊会出袂？绝对袂啦。一忏提背啊，亦如是。虽闻如是大般涅盘微妙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呀。所以一忏提呀，也是这样。虽然听了这个大般涅盘微妙的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呀。他都没有办法改变他那个恶的那个心念，都一样是互恶不迁的。若能发者啊，无有是处。他听了这个大般涅盘的微妙经典，能够发菩提心啊，还无一块掉。何以故？是人断灭一切善根。所以啊，这个我们人能够断到一切善根，那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啊。如彼胶种，不能复生菩提根芽。好像那个胶那个种子啊，已经呢烧焦了，不能够呢发芽。复次譬如明珠浊水中啊，以之微德，随即为清。
头与淤泥啊，不能令清。哦，四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哦，那个明珠啊，哦，你放在那个浊水之中，哦，以珠的威德啊，那个水就变清水了。哦，那个浊水啊，哦，那个浊都沉淀了。那么头与淤泥啊，迄落锅糜，哦，你甲迄粒宝珠甲头等咧落锅糜，哦，你无法度互落锅糜清啦。哦，就了解啊，我们那个根啊很重要。哦，啊，四大涅盘微妙经典嘛是安尼。哦，你讲要互迄一忏底能够发菩提心啊，也很困难。那么至于众生啊，无间罪啊，是从净华浊水之中啊，有可澄清，哦，发菩提心。所以啊，哦，迄粒明珠来坑诶咱。哦，一般众生犯的真大罪，无间罪，哦，还有那个四重净，哦，那个浊水，哦，那个无间罪四重净啊，就是浊水，哦，那有可澄清，哦，发菩提心，他还会呢发这个菩提心，头忏底呀，淤泥之中啊，一忏底就变淤泥啦，无法度。百千万岁哦，不能令清啦，哦，无法度啊，哦，无法度互伊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忏底呀，灭之善根，哦，非其之故啊，已经无法度成佛啦，哦，迄个气啊，无法度成佛了。假使世人百千万岁啊，听受如是大涅盘经，终不能发菩提之心。哦，迄一忏底来听这个哦，大涅盘经百千万岁，佫无效哦，佫未当发菩提心。所以得何？无善心故，他已经都没有善心。复次如药树，哦，名曰药王，于制药中呢最为殊胜。哦，肉和乳肉，哦，肉和蜜和酥，肉水。肉浆，哦，肉末，末就是粉啦，哦，肉丸已经捏做丸，哦，肉鱼，哦，涂苍，哦，这个熏生的涂木，哦，抹目睭，肉剑啊，哦，肉袖和品化脉，能灭众生啊一切之病，哦，如是药树啊，不作是念，一切众生啊，若其我根，不应取悦。若其叶者啊，不应取根；若其身者呢，不应其皮；若其皮者啊，不应其身。是虽复啊，不生是念，而能除灭啊一切病苦。哦，这个啊讲的哦很有意思啦。哦，一张有球啊，哦阿姨呢，哦这个不管用它哪个地方呢，都可以哦治病。那个泻药树呢，它没有念头，你要搞我用刀位啊，我拢无意见，它不会阻挡，没有意见，它可以吃掉众生的病苦，所以啊，我们这个用那个中药啊，那个。中立啊，有位道亲啊，看或许在讲讲到无去，然后就去抓那个补气的什么黑气啊，大概有7包，青气、红枣加细细粒红红的啥，枸杞，就要或许说。沏完水，然后煮15分钟，喝那一些汤。今天讲课有没有比较有趣？还真的有效哦。我在看遐都拢真的感觉上遐都差距啊，就是那样感觉上就是那样。你一烧了较香了味就出来，就喝啦，喝那一些真的是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个能够恢复有气力。当然指是大内涵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一切众生的恶业是波罗夷无间罪，若内若外所有的之恶知有未发菩提心得，因是则得发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经典知经中往，如彼要术诸要中往。若有修习是大涅盘，即不修者若闻有是经的名字，闻以净性所有一切烦恼重病悉皆除灭，唯不能令一刹体安住阿耨菩提。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虽然说讲是这样，可还是要我们实行要自己能够启发我们不生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个重要让听到就真好但是要做不能说只有说听到了就好，还是要实行实际的去做。如彼妙药虽能疗愈种种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气复是譬如金刚，不能坏者悉能破坏一切之物，唯除龟甲及白羊角金刚没有这个金刚的本身没有东西可以破坏它那个金刚很坚硬，来比喻我们佛性佛性就是金刚。那金刚可以破坏一切物一切物没有办法来破坏金刚。可是金刚没有办法破坏龟甲那表示龟甲非常的坚硬还有白羊角。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悉能安止无量众生于菩提道，唯不能令一刹体辈立菩提。这个呢就把它列入龟角白羊角就是一刹体啦那没法度虽然是非常好的这个大涅盘微妙经典，可是对那个一刹体没法度。比如大雨终不住空那雨会在空中。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普语华语一刹体则不能住无法度一刹体听这个大涅盘微妙经典。是一刹体这个周体密制犹如金刚，不容外物这个已经都得到真的极点了。迦叶白佛言：如佛说义不见善不作，唯见恶可作，速处可怖畏，犹如险恶道。如是所说有何等义？这个迦叶因为要传承这个接续佛的那个命脉，所以一定要问得详细有疑要必问。佛言：不见者谓不见佛性，善者即是阿耨菩提，不作者所谓不能亲近善友，唯见者见无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见到没有因果那个是最那个恶毒的那个语言没有因果不能告诉人家没有因果，因果定是一定的，不能讲没有因果了。你若讲没因果，人做歹愈歹有没有因果？假如说他在讲没有因果你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呼吸你要不要出汗？呼吸是不是因果？
你有呼吸才有活，你有吃饭才有活，对不？按你说没有的话，就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那才真的可以说没有因果了。这个因果定理啊，你怎么可以给你变的？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啊讲的呢，佛就解说了，为见者如无因果；二者呢为毁谤那个方等大圣经典，可作者啊为一忏提，说无方等没有这个大圣佛法，以是义故啊，一忏提被无心气相清净善华，何等善华？为涅盘也。去涅盘者，未能修习呀，知善之贤善之行，而一忏提呀，无贤善行，是故不能去向难。是除可谓者啊，谓啊谤正华，随应不谓，所谓呢智者，何以故？以谤华故啊，无有善心及方便故。险恶道者啊，为知行也。所以那个知行啊，就是险恶道。所以啊，我们呢就不要落入这个知行。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12因缘呐，那个行就摆第二个啦，无明过来的眼前啦，行了以后，另外后边没完没了啦，所以知行啊非常多。我们在凡尘的事啊，所有的行很多很多，要走向菩提啊，就是很少，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知行，一定要这个非常清醒的了解我们所作所为。那么迦叶呢又问：因何见所作？因何得善华？何处啊不怖畏？如一道呢？坦道，如往里坦道，是义呀，何谓？这个义理啊，里面什么意思？那佛就回答：见所作者啊，花露之恶。这个呢，见所作习，把自己所不好的啊，全部都花露，就是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咱若做歹代志，咱来讲红台袂？唔通。我们都会点红汤所以表示你肯讲你的不对，表示你愿意改过，所以那个讲出来那个恶啊就已经消失了，佛是这个意思。那么从生死记啊，所作之恶啊，悉皆化露，伫生甲死这个中间啊，所做的恶，拢甲伊讲出来，拢互大家知影。自无自处，已经甲无法到的所在啊。那么以是义故啊，是此无畏。你已经全部发露了，你就免惊。你甲所有做的歹拢讲出来啊，对无你就免安尼行赢，偷秘安尼可以了解吗？我们假如说做的不好，是不是说了？对不对？安尼金秘惊人知安尼这样呀？你甲无所谓神啊？你看不是光明坦荡的，对不对？你看两个生活形态你是要安尼赢，还是要安尼公明？光明坦荡最好，对不对？过了就好像佛菩萨的领域呀，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呢无畏啦。亦如人王所由正路啊，其中盗贼悉皆逃走，不是花路了，一切之恶啊，悉灭无余。你若拢讲出来所有的遐唔好啊，拢
完全拢袂掉，拢无剩。那么，即么讲落还剩4分尔咧，要互捞一个，互大家问，下次才再讲。有没有人要问啊？就是啊，好，请说。刘老师，我们的佛性自古以来，当然它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没有无知，所以我不知道。所以以前在这个修持法门有一个叫做无语戒。无语戒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讲话，就算说我们在上课或者是吃饭睡觉，大家都不能讲。然后但是让我们去悟我们的找到我们的真心佛性。那找到了呢，可能也是不能讲，就是你可能知道了，才会有大学的首张大学知道在明的，然后在清明在之上，然后知止而后有定嘛那个是跟那个止跟那个定，就是说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真心佛性，所以应该是渐进的。我们虽然是求道，但是已经知道，那可能我们是不一定知道。后学的意思是，无以戒就是说可能寻找，然后像我讲的圣人讲的这个大学之道，在明的，在清明在止之上，是讲这个真心佛知识。谢谢。好，这个无语戒就是梦，所以我们经典里面的曾经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要讲话就是华，就是我们正确的华，然后没有讲正确的话，就是要默点点啦。所以无语戒就是卖讲话，卖讲话它有一点是回光返照你讲话就拢出来为精神外放。你即摆卖讲话中间你会甲外口人讲话甲修理吧，你的心情拢修理吧。这样的话呢，就已经有一点进入了，要进入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一个窍门，一个要入去的所在。所以这个学大学就是学大，大摩诃学这么宽，要那学大学大之道，学大人要怎么学所以明德，所以第一个明是动，然后底下是佛性在明德就是爱你家己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你已经明了以后要亲民，这个亲民还不是要你外放，是要你跟你自己的佛性能够很亲到这个时候那个知止以后有那个我们要了解，你知影要停在什么所在，知止知道我们停止的地方，你才有定那个已经就是在讲佛性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三教圣他所留的这一些经典，都是告诉我们要呢透彻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你知道以后，然后你去亲民那个亲民心做心民的意思你已经知道你的佛性了，你再出来的行为就不一样，就是一个新的民新的状态出来那你心民做了以后就能够人接触又能够影响到别人所以那个心民就有亲民的含义，两个都能够相通，所以问的是很恰当就是在讲佛性佛性本体我在念上
那个上学的时候啊，在念，那个都没有说进入那里面的深意啊。大学知道底都是葫芦了，所以啊就没有真的去进入说大学就是学大，那怎么样来学大那个问题就非常的多了。各位坛子、各位先人，大家好。科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先贤给科学机会学讲。我们的那个100年，民国100年这边讲的那个歌，谢谢你那个解说啊，我们这边非常多，希望各位能够拿回家，就送给亲朋好友。纵然他没有求到也可以看，没有研究心理学也可以看，那个很浅，可是很深入，都有讲到重点所在，对我们帮助很大。或许有时候回去的时候都会拿再看一看，诸我欣赏啊。我们讲到哪边的？17页最后一行，17页最后一行的复次不见所作者，这个为一题，这个是假设问的啦，不见善不作，这个为见恶可作，是此可怖畏啊，犹如险恶道。如是所说有何等意？底下呢又问说：因何见所作？云何得善法？何处呢不怖畏？如往矣谈道，是意何谓？阿佛呢就这个回答，上面呢那个这个不见呢表示说不见佛性，那善呢就是我们阿陀罗三藐三菩提，那不做呢所谓不能亲近善人，那为见呢见呢无因果，二者呢为诽谤方等大乘经典，那可做呢为一忏题，他说没有方等，那么以是义故啊，一忏题废无心气象清净的善法，他何等善法为涅盘也？去涅盘者，去就是往，往涅盘者未能修习贤善行，而一忏题呢，无贤善行，是故不能呢去向涅盘。是此可谓者为呢诽谤正法，随应呢部位，所谓呢智者，何以故？以谤法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诽谤那个只是从嘴巴呢，这个讲出来，都是很容易就犯了这个很重的罪。佛讲说，杀人放火罪都不大，可是诽谤正法以及呢诽谤的佛菩萨呢，那个罪过都是要下阿鼻地狱。那底下的那个允何见所作，允何得善法？何次不怖畏？如往谈道，是意何谓？是什么意思？佛就回答：见所作为花露之恶，从生死际所作之恶，悉皆花露，自无之处。所以这个佛就讲，把所有自己做的不好都全部讲出来，讲出来叫做花露，能够讲出来的话，那个罪就消失了。我们大概最不容易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讲出来，那个都讲不出来了，都要把它掩盖，所以盖那个罪都在，只要你讲出来呢，罪就消失了。那么以是义故呢，是此无畏，
譬如人往，所有的正路啊，集中的盗贼，悉皆逃走。如是花路呢，一切之恶啊，悉灭无疑。所以把自己所做的一些呢，不合真理的呢，都讲出来，这样呢，那个要去接受的果报就没有了，就消失。复次，不见所作者啊，为一忏提所作的重罪。那么遗失事中呢，此无部位而不自见。所以不见所作就是一忏提，一忏提呢，就是没有善根的。他所做的重恶他自己都不害怕，而也不见到那个过重。骄慢心故因为呢这个骄慢心，就是这个刚高，以是义故不得涅槃，欲迷惑周呢水中月，看到水中有月亮，那个迷惑就一直要去抓水中的月亮。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的众生，使成就阿耨菩提，这个阿耨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此之如来亦复不见彼一忏提得成这个菩提。这个一切的众生都已经成道成佛了，可是一忏提还没有办法这个得到这个菩提。那么以是义故名不见所作，不见他自己所做的重恶不见。那么又复不见谁之所作？所谓不见如来所作。佛呢为众生收有佛性，一忏提被流转生死，不能自见。以是义故名为不见如来所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社会很多呢这个所有的一些众生呢，他不知道呢我们有佛性，尤其更不知道呢我们有佛性本体。连我们求道呢到今都不知道我们有佛性本体，都以为我们生活的心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知道我们可以追求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知道本体我们修了千生万世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知道说这个知道佛性本体非常重要。我到现在都讲说那都要过去研究佛性本体，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成道成佛就是有本体，那本体就是道，本体呢就是我们追求最高的无极理天。一定要了解说，要回到我们的本来，一定呢要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而佛性本体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我们有研究过《楞严经》，所以佛学非常鼓励大家都能够把那段背下来。就是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寻之生之念流转，诚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寻所长，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肉气生灭所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应时漏，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恶迹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允和不成无上之觉。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研究楞严经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从凡夫一直到成佛，那个修持的过程在里面都交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肉气生灭所为真常。那个更是我们要
在日常生活之中做，非常重要。那或许呢，稍微把整个句那个意思啊，再提示一下，加深我们印象。一切众生呢，从无始，就是我们这个生死啊，已经太久了啦，不知道几个缘会，所以啊，那个谢谢你老师就讲，累劫累世啊，我们都可以留下记忆，我们一生的记忆都没有。都忘光光了啦，都不记得。可是啊，不是说不记得就没有经过了，一样经过。那个南极老仙翁，那个成道以来经过7次混沌，我们也经过了，只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都不知道。那在往上啊，也不是7万个7亿的7次啊，往后也一样，无量无边的时间啊，我们都要经过。可是啊，我们假如说是在六道轮回，那个经过就太凄惨了，都要受苦了。那我们回归本位逍遥自在，要到凡尘也可以啊，就来玩一玩，又可以回去。那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就要努力修正了，回归本位啊，才有办法。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我们都循着色身，循啊就是追寻，色啊就是形象，形象呢跟声音，我们都循着形象呢，跟声音，这个行诸色身，然后逐念啊流转，追逐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一直啊在流转，执念的流转，诚不开悟啊，就是不曾开悟，性净妙常。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而这佛性啊，它非常清净，又呢非常的奥妙，因为啊，虚空无相，不具结之相发挥，就是我们妙的佛性呢，所生发，所以啊，性净妙，然后常，又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都不曾开悟啊，我们的佛性啊，这么的那个理想的状态，那我们求都得到了啊，就殊胜的这一些呢，我们都得到了，可是啊，我们都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呢，就一生啊，一转眼就过了，很快，然后啊，这个不寻所长，逐诸生灭，我们追逐啊，所有的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那个生生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一直啦，没有停的。那杂染就是不一定每一生都在人道了，有时候会到三恶道，有时候也会到天道，有时候在我们人道，所以杂染，流转就是轮回啦，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那假如说我们漏气生灭，我们把生灭去掉，守一真，就是守我们呢那个性净妙常。那个活性本体，我们能够守得住，所以这个呢佛学就跟各位说，做功夫的方法，我们呢各要了解到，佛性是充塞着宇宙虚空这么的宽广，它呢都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佛就一再讲说用照相机原理来讲佛性的如如不动。我们佛性假如说在玄关，那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就像我们照相机的原理你按快门的一刹，你镜头一晃动那个照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就说我们这佛性本体在玄关的话，我们头一转我们看的形象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头转得快，一样看得很清晰就表示身体在动，佛性没有动佛性是如如不动。
所以守真常的真常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所以佛学都一直在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那各位浅显，若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把能所已经融成一体了所以整个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就是看到如来，这样了解吗？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够不够清楚？讲了清楚这简单对不？可是就是没有人阐扬都没人讲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进入状况那气生灭，各位浅显，我们身体的觉生灭的你觉得很舒服生但的变化灭都是生灭的啦所以那个生我们不要去着重看重把这一些都看淡，只要你看淡了，你会注重我们的性妙常，就会进入佛性本体我们看重身体的所有一切生灭我们会把佛性本体忽略，就没有去注意它，一生一转眼过了没有啦，要搁做没有所以要趁现在可以做的时候我把身体的生灭整个都看得淡，有啦，有生灭生灭就让它生灭看淡，然后我们注重我们性净妙常清净的很奥妙那个我们佛性可以等到有大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转移四天下，你一个大用有多大的那个整个像之前我们说攀梨花可以移山倒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可以到那个状态所以一定要从佛性的本体才有办法。然后我们先把本体修正出来能够真正的我们气生灭了，日常生活之中大家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你重视生灭跟你气生灭只有你本身少你知道你能够守真常，常观会现前那个真常我们就了解到假如说我们要透彻一点的话，我们用耳根用耳根来做我们听声音，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佛性在那个声音的地方然后声音会消失声音消的时候佛性没有消失，所以这个时候不用耳根了，然后声音就是成像，那个脱根脱尘，不用我们耳根，也不用那个像的声音都没有，所以各位浅显，那个时候你看都不在身上已经都在整个空间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守住的真常会不会在身上？都不在身上已经是在空间了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身体要还给天地可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是如如不动，它永远在的。我们不修的时候没办法到这个状态你已经守真常了这个佛性你都守住了能够跟整个宇宙虚空已经汇合了那这个时候身体还给天地，身体是天地的物质啦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要还没有一个说可以不还早晚都要还。那我们你看已经到守真常，都守住佛性了，身体就不关紧要了，所以那个时候还给天地没关系的，这样了解吗？够不够殊胜？我们求得到就是殊胜，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到达，真正的成道成佛就不是用希望的，而是实际真的可以到达
所以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做若气生昧，守真常，常光现前，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光芒，就是圆满然后光明都整个呈现，常光现前，然后六根六尘六识一直消落，就不会主宰我们啦。我们现在的生活，各位就可以了解，六根六尘六识都强，在我们能够去生昧守真常，它就消落，它就已经不会来主宰我们跟尘相对产生的六识。六识就是心啦，我们就是用那个心在生活，然后造了很多的罪，我们呢跟尘四心都消落了，消落没有了，不是说没有这个身体都还在，可是已经不主宰我们的一切了，一直消落，然后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想呢就是念头，相就是形象，念头形象为尘，就是会肮脏的啦，那个我们佛性都被这个尘一直染污了，然后事情，我们的认识跟环境都是垢尘垢，我们就占了尘垢了，所以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把这一些都消落了，没有了，二句远离，想象远离，事情远离，则如华严一时清明，允而不成无上之觉，就是我们见法之眼，就是看到道了，看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我们这样怎么会不成佛，这不成道呢？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最好的那一段把它背下来，然后朝着里面所写的那一些道理去做，那我们呢就很笃定，我们的心就很笃定，然后人家讲什么呢都不关紧要了，这个最重要的我们已经抓到，然后人家讲就归他去讲，就不会受影响。我们定力呢，楞严大定就培养，有楞严大定那就是佛的定，佛定都是从本性出来，不会被破坏。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自我鞭策，朝这个方向，在生活之中记得去生昧守真常，这样会吗？跟那个自吸集守净土是一样，你吸到极点，自吸集，然后守净土，就是去生昧守真常，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做功夫一定做，这个功夫我们一定要做，所以在生活之中跟各位要求说能够呢，生活中就勉励自己去生昧守真常，去生昧守真常，这样会不会很困难吗？听起来那叫重的会不会？不会啦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当你能够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佛性是这么的活泼。这么多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每个地方都有。虽然说身体要还给天地可是身体也有。不即不离啦，不住在身上，但是也不离开身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修得很活泼玲珑。所以佛子在讲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连佛性都不认识不知道佛性，所以只要听到佛性的话，就可以到天道了。你看多殊胜，只要听到一经入耳，就可以这个到天道。所以佛为众生呢，收有佛性。那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的人，他流转生死
不能知见，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看见。那么以是义故啊，名为不见如来所作，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如来他所做的所有一切。30作恶不及受，如即成乐。所以作恶不及受，就是我们做呢这个坏它不会马上就让我们接受果报所以作恶不及受。那个呢可是要了解到我们所做下来的那个是因要等到缘因缘汇合，果报才会呈现。如乳即成肉，好像我们牛奶牛奶提炼就成乳肉油灰呢附火上，我们把那个灰盖在火的上面，愚者倾倒之就是愚昧的人他去踩它底下有火会烧的嘞。一忏提名为无目这个一忏提没有善根的人他就是没有眼睛不知道，没有智慧。是故不见呢阿罗汉道所以呢他不见到这个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能够修持呢，虽然说我们说独善其身，可是呢他已经呢在修了可以断了见后跟断了思后，所以见后思后全部都断了以后就成阿罗汉。所以我们了解成阿罗汉就无学道，已经无法可学了。他虽然是还没有利益众生可是呢已经呢具备了可以利益众生的条件。那我们假如说全部没有修的话，见后思后都还在，那我们呢有时候虽然说可以修到蛮高程度了，可是各位前辈有时候也不得所以还是要说我们呢不用现在呢不用去修那一些细的一些法，可是我们最起码都要知道它怎么样引起的怎么样不好，我们都要知道。知道我们还不会去管然后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做了呢都迷迷糊糊所以一定呢要先知道。那么如阿罗汉呢不行生死险恶之道，阿罗汉呢他就呢不行，他不去呢这个生死险恶之道，因为他已经超出三界的那个人为，他已经不在三界之中了。所以我们呢最起码就是要超出三界已经不在呢这个三界轮回。以无目故为荒等这个没有智慧来这个讲那个大圣经典，那个荒等就是大圣经典的通称叫荒等经典荒等所以没有这个智慧才会诽谤讲那个大圣经典的坏话诽谤荒等。不欲修习就是不愿意没有那个意愿要修道学习如阿罗汉勤修慈心。阿罗汉呢他呢很努力精进的来修呢那个慈就是娱乐啦，给人家快乐就是慈。那个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性所具备的本来就有，每一个都有。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研究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佛性具备慈悲喜舍不知道有具备因为不知道我们就没有把它呢阐扬没有发挥。那一忏提备不修荒等亦复如是。
这个一忏底啊，就是啊断了三根的这一些人呢，他呢不修呢大乘的经典若人说言，我今不信声闻经典，信受大乘呢，读诵解说，世人虽作呢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这个有人这个假设了佛呢说，假设有人在说我今不信声闻的经典，都是小乘佛法那个声闻缘觉就是小乘我今不信小乘佛法，我信受大乘这个好高骛远无楼梯无爬伫个楼骹讲要一声到3楼，无爬楼梯啦，用跳的会吓死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声闻小乘佛法，它是一些修道的基础功夫啦我们不能轻视。小乘佛法翻成我们中文叫无比华，就是完成的华，没有办法跟它比。你看还是很殊胜的嘞虽然在修道的位阶来讲它是小乘，可是在我们凡尘来讲它还是很殊胜，超越凡尘所以要了解到说，我们不要这个轻看这个那小乘我不爱，我爱大乘所以我们要基础扎稳小乘呢也不放弃啦只是我们呢就是从这个大乘的里面的妙理这个探讨了解，然后加以实践。信受大乘读诵解说，世人虽作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这个他的心不相信呢有佛性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整个我们这个一切的人民因为或许以前开进车车上有送善书啦所以乘客一拿来看以后就会问讲你咧修道讲然后他就问说咱敢有佛性？我们听了会怎样？我们有佛性吗？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有了，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竟然对有没有佛性还很怀疑咱敢有佛性？你看是不是很怀疑？所以这个很难跟他能够能够沟通了。讲你是安那会讲话，是安那会行路，会晓食饭未？所以你看，就是有心，唔才会晓讲话，唔才会晓行路，唔才食饭，对不？很简单容易的事。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大众不见得说完全了解所以那个感受很深我说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相信我们有佛性？可能要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了较慢的较慢，佮甲你讲你有灵无？你知影了后才断开。所以你看我们呢道亲跟他讲佛性本体他都很茫然。咱都已经求道伊甲求道都当成已经好像成佛的样子啦。
已经很高了。我说以往单纯读受的时候那个已经你得到就成佛，那个是一定的，因为果圆满了。可是我们现在是沾了上天大开普度，所以要一定要修，是让我们先求，一定要修，我们呢，假如说有求而没有修，虽然有准考证，而你都不复考啊，你都不进去考，哪能够能够上啊？这个考上大学，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已经先得了，已经让我们知道你可以成佛，你可以成道，那要不要成佛，要不要成道，靠你自己的努力。你假如说是努力修道不改初心，成道有余。我们修的时候痴心是最没有杂质的，最虔诚的，所以我们大概一进入到道场，然后这个参加运作的时候经过人事摩擦，经过事情磨练，哎呦妈呀啦，这要生活真困难，我是来做八时靠，大概就打退堂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凡尘的所有，因为或许有在后天庙经过有17年，所以知道说那个得道非常困难，以或许在后天庙的那个知识来讲，要经过7代的大法师、7生7世大法师才可能受记。所以那个求道是很困难，所以当或许妹妹跟我讲说，我带你去求道很惊讶，告以后，那我们要了解到，得了是一样，可是我们要了解得的那个根本，以往是功果圆满，所以这个受记以后就成道成佛。可是我们现在都太容易了，尤其你看我们最近都是山都是安尼无熟悉无甲求来求到啦，只要有那个树木跟以往那个身家清白、品性端正，当引导师一定要了解你所引进的道境有没有身家清白、品性端正，才可以引进来求道。真的差很多呢，差得多不多？所以以往能过来求道都没有坏人啦，所以咱离佛你放啥物件拢袂胖去啦，起码都较认真保管的，你的念的都无快所以你看那个已经那个受记了，已经差足多了，不一样了。我们那个人的那个良知良能拢去告家去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社会进化太快，我们就被物质所迷惑了，那人心就不值钱。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提升我们自己的那个品格，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生活方面一些我们都没有自我要求，所以这样的话真的啦，工作让我们做我看了我们都坐不住嘞，坐不掉啦所以一定要我们的这个人格健全真的要自我要求，
虽然别人没有看到，可是啊，你自己知道，骗得了别人哦，你骗不了自己啦。所以自己要自我要求，这个品性端正，人格很高超，这样啊，不要说利益众生啊，我们先利益自己再说，你自己呀，最起码你晚上睡觉都睡得很安稳。那你做得不好，人家能直直给你学了，我看你有那就歹势。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呢，不相信有佛性，那为了益养，随文而说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真的都是有那个普里呀，那个道亲来这边听课他说他是在那个佛寺里面当那个医护人员，然后他们里面的那一些法师啊，竟然都叫他们供养了，然后要叫他们这个尊敬啊。我讲供养啊，就要甲人供，叫人供养；敬啊，就甲人供，叫人来你尊敬哦。那会做啊，遐可怜。或许一听了，我说那有安呢，已经堕落到这个样子了。真的那个已经丧失修道的资格。带伫佛寺，让众生来供养，真的他造罪万端啦，拢造罪。人众生提钱去佛寺，拢是看佛的面子啦，你拢甲摕来去用，无做佛的代志，所以那个罪过是很大。我们都要了解，我们虽然都没有穿袈裟，可是我们都是呢。我们都是修道人，我们都比他们高超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都是我们内心内心自己要认识，自己要成就。所以为了利养，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要人家的钱，然后随文而说。那个真的罪过万端。那么如是说者啊，名为恶人。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恶人。如是恶人啊，不是受果，如成落。他不会很快就成那个接受果报好像呢牛奶变成肉了，只要提炼它就呈现了。所以因经过缘，因缘汇合，果报就呈现。譬如王时，善能谈论，巧于方便，奉命他国，灵上生命，终不逆往，所说言教，所以这个就很正派，就是王时，王派的大使到外国去呢这个沟通，跟外国沟通，然后他又善能谈论又巧于方便，后面他国已经呢到别的国家去当大使，他灵上生命呢终不逆往所说的言教，就是灵验丧失自己的生命。终也不会常逆那个王所说的言教，所以我们了解说，这都是要自己心里面去实行，然后身体来实行就很容易。那么智者亦何？有智慧的人也是这样，于凡夫中不惜生命，要必宣说呢大圣方等如来秘藏，所以这个有智慧的人也是这个样子，
在凡夫之中，不惜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没有名分呐，就是无名无分呐，凡夫啦。可是凡夫呢，一样有智慧的人，他呢不惜生命呢，都要来宣说大圣方经典，那个如来秘密的宝贝，如来秘藏，就是有智慧呢，就要这个宣导给众生知道。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有众生全部都有佛性，全部都可以成佛。而且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当下就是佛，就是如来。善男子，大圣方等微妙经必定清净。这个大圣这个方等微妙的经典它一定是清净如摩尼宝珠投以浊水，随即为清那个摩尼宝珠投在那个污浊的水里面那个水就变清了的摩尼宝珠有那个能力水就清了。那么大圣经典亦复如是投在我们的凡心凡心马上就变得清净就进入那个佛菩萨的领域。那么譬如莲花为日所照无不开乎好像这个莲花这个太阳一照它就开了这个太阳下山一个黑起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大圣经典也是这个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得见闻大涅盘日我们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假如说能够见闻大涅盘这个我们呢这所研究的大涅盘经，为发心者悉皆发心为菩提因只要你能够研究呢这个涅盘经还没有发心呢都能够发心。那么这个就是菩提的因，菩提种子往后就可以有菩提的果就可以成佛成道。是故我说大涅盘光所入毛孔必为妙音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大涅盘光所入的毛孔必为妙音。以一刹提虽佛性，而为无量罪垢所缠这个一刹提那个这个有修道者都一直在讲说一刹提到底有没有佛性佛就讲虽有佛性而为呢无量的罪垢所缠，不能得此他有佛性，可是罪垢他的罪太多了被这一些罪垢所缠绕，故会拢甜甜佛性全无快所以不能得出无法度出来如蝉出茧，好像那个蚕宝宝一直吐那个蚕，把自己包在里面就要得出来以是业言不能得生菩提妙音就是这样的无量罪垢那个业言，所以就不能够生菩提的妙音流转生死无有穷矣一直六道轮回，一直流转生死，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个穷矣就是停止了，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莲花生淤泥中而不为淤泥所污这个莲花莲花的那个底下的水就是污淤，就是落果梅越落果梅莲花越有养分越大开得越好看莲花呢出于污泥而不为污泥所污染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虽然处在这个不很理想的环程啊，可是啊，我们的心啊，就是好像莲花一样，出污泥不会被污泥所染。若有众生修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我们众生修大涅盘微妙经典，也是这个样子。虽有烦恼，终不为彼烦恼所污。我们在生活之中，虽然有烦恼，终不为彼烦恼呢所污染。何以故？以知如来性相力故。知道如来的性相力。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啊，知道啊，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呢佛性本体啊，有性相力。所以啊，我们假如说遇到困难啊，要求自己的佛性本体，求佛性本体解决，就一定可以解决啦。所以我们有那个性相力。譬如有佛多清凉风，多处众生呢生之毛孔，悉能除掉一切欲争之恼。那个真郁闷的一款空气都可以除掉。此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我们研究的这个大圣经典大涅盘经也是这个样子。遍入一切众生毛孔为作菩提微妙因缘，都遍入呢我们一切众生的毛孔为作菩提微妙的因缘。持一忏提，持掉呢那个一忏提杯。何以故？非法器故。那个一忏提呀，就没办法成道成佛。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作恶啊，都是自己害自己。譬如良医，能以妙药治之盲人，令尽日夜星宿之名，一切色相，唯不能治生盲之人，生下来就已经这个盲了不能治。那假如说中间有一些过程都还可以治疗。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能为声闻眼觉之人开发慧眼。我们的那个研究的大涅盘经就是能够为声闻缘觉就是小圣，声闻修持就是阿罗汉，缘觉修成就是必之佛。能够为声闻缘觉开发慧眼，令其安住无量无边大圣经典。所以我们了解说，安住在无量无边大圣经典，为发心者为患世尽无尽罪。这个四重尽各位还记得四重尽吗？忘了。舍正华，我们把正华舍掉。正华，所以各位浅显，那个正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呢舍正华。各位没有印象吗？都没有。舍正华就是把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正华把它舍了，然后舍菩提心，菩提心也把它这个舍掉，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增加那个我们众生的
那个就是恼害呀，众生。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四重境啊，就是非常大的那个佛所制定啊戒律里面啊最严重的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啊我们修持啊正法非常重要，然后修持的菩提心呐也是非常的我们要非常的能够啊自己发，劝人也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一个追求的那个心然后不能牵念圣法，就是你知道的好的方法，你一定要告诉大家，你不能说放多个扛起来，所以我家己修就好，我卖去教，那个叫牵念圣法那个也是四重境里面的一个。然后啊第四个就是恼害众生啊，就是你懊恼，然后害众生这个叫四重境舍正法、舍菩提心、牵念圣法跟恼害众生这个叫四重境，非常重要的不能犯到这四个你会被摒除在佛门之外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啊，在修佛教里面啊，它非常的重要然后啊那个无间罪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破和而生恶心呢，诸佛生血这个呢就是啊这个犯呢这个忤逆罪。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都是蛮这个严重的那一种罪过。那个无间各位同学，就是受苦啊没有间断叫做无间我们一般都说阿鼻地狱啦它无间呢是翻成中文的无间呢那个罪悉能令发菩提之心，维持生mạng一忏体背就是他生下来心地就不好一生下来眼睛就不见看不见了那个在形容那个一忏体。迦叶呢白佛言，犯四重境即无间，名即众恶这个迦叶呢就问释迦牟尼佛，说犯四重境即无间那个名即众恶就是他的恶非常的重譬如断绝多罗树头那个多罗树非常的高啦足悬的足大丛的，可是你在那树头你的树根你甲剁好长，伊遐尼悬都无效袂活所以这个比喻就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的心性假如说是恶，那你往后你讲咧悬到拄天的遐尼好的迄个树悬袂活啦，迄拢无效根甲剁好长，伊长就拢死那个表示说你在外面所做的非常的让人称赞，可是你心地很邪恶，那这样就好像那个多罗树，那么更不护身，他没有办法再活下来是等未发菩提之心，因何能以作菩提所以迦叶问这个四重境无间呢已经
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还可以做菩提？那么佛就回答说：世之众生啊，若于梦中梦堕地狱啊，受之苦恼，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遭此罪啊！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啊，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所以佛就讲说那个犯四重禁啊，及无间的罪那么重，他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做梦，会梦到堕入地狱，然后受之苦恼，在地狱受苦。那在地狱受苦的时候啊，他就后悔了，就生悔心，说自己怎么会遭这个罪过，犯了四重禁无间罪。那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啊，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我今所见罪是极恶，从事绝语这个时候他醒过来，即知正法，有大果报。所以这个做梦了以后还帮助他嘞，帮助他能够知道这个就是罪恶的，他犯了以后还不知道，他犯了罪恶的罪，梦境之中都已经呢给他警告，他能够后悔，能够呢改变，所以这个反过来醒过来以后你就知道正法有大果报。这个我们修正法呢也一样，都有大果报。如比婴儿渐渐长大，这个婴儿呢他会慢慢的长大，常作是念是医呢最良，善解方药。我本处胎，以我母药母以药故身得安稳。以是因缘，我命得全。渠哉我母，受大苦恼，满值10夜怀抱我身。寄生之后推肝气湿，就是那个婴儿尿尿大小便那个母亲吃甲气接受，然后把婴儿推到干的地方去，他湿的呢也不给婴儿去沾了，那么辞去不见，大小便利，如仆长养，将护我身，以是义故当报母恩，摄养侍卫，随顺供养，犯四重禁及无间罪临命终时念是大圣大涅槃经，虽堕地狱畜生恶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是为人作菩提因除一忏提。所以佛对一忏提本是感冒了，所以每一次讲都把一忏提踢出外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凡尘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他起心动念都是歹念，很奇怪只要起心动念都是歹念，那所做的行为都是危害众生，自然就有这一种人那都接近一忏提啦，所以他自作还是他自受啦。苦还是苦到他自己，所以这个睡觉醒过来以后他就想到说好像婴儿会渐渐的长大，然后呢又回想当作是念是医最良就是那个医生最好，善解方药，能够了解那个怎么样可以解除我们人类的痛苦。那么我本处胎以我母药，我在处胎的时候给我那个母药，
那么母以药故啊，生得安稳，这个母亲呢，有这个药安胎的，就安稳。那以是因缘啊，我命啊得全，这样的因缘，我呢就可以啊，生下来，然后啊，就可以慢慢长大。那么其灾啊，我母受大苦恼，满足10夜，怀抱我身。所以各位贤贤，我们都是要感谢这个母亲呐。你看怀胎开始这个286天，拢排一条球，很辛苦嘞。可是啊，我们哪个在感激那个母恩呐？好像都等到散歌的时候才会想啊。剩的拢袂记哩啦。剩的拢来母亲咧放个我，放甲我。搁即马你看社会风气不好，为得那个吸毒啊，结果跟母亲这个发生吵架，又把母亲给杀了。你看这个什么啊？什么世界？那个有感谢母亲把他生下来吗？大概相反啦。你若甲我生就好，我拢遮艰苦。就是你甲我生来，我才会受遮济苦啦，对不对？安那无人应。这是反话啦相反的话，要感谢讲刚才你甲我生落来，我才有法度拄着道，才有法度来求道修道，才有法度成道成佛。爱感谢啦人讲我全世间受遮济苦，受苦是应该啦，爱当作食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母亲这个养育孩子，以往啊，在我们的朝代讲即马生啦安尼平安加酒香啦，生了无平安就搬茶帮。都以前的都讲得真道古真像样你若生了以往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没有发达的时候这个生下来，假如说有一点四角叉，我真想要得贵心啦贵心的观察帮装在棺材里面所以我们要这个感激呀那个母恩呐，母亲呢把我们生下来，然后祭祀之后推肝弃尸就是把婴儿推到干的地方去，也把那个湿的去掉除气不净，又把那个不净的去掉大小便利这个呢都这个母亲自己呀这个接收，然后呢如朴长养加护我身那么以是义故当报母恩就是要报答这个母亲的恩惠摄养侍卫随身供养一定呢要这个最起码在这个生活方面呢都使这个母亲不缺都能够随顺供养。那么万事从尽及无间临命终时念是大圣大涅盘经虽堕地狱出生恶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是为人亦为世人受菩提因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生活之中有万事从尽无间罪可是会念大圣大涅盘经一样都有菩提因可以成道成佛。复次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途大苦，于众人中即令发生，虽无心亦闻闻之皆死
哦，唯此一人，恒实者。哦，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哦，这个呢，哦，这一种，哦，这个知识啊，就是很难去听到，就是用这个杂毒药来涂大骨，这个呢很恐怖啦，于众人中啊，即令发生，迄个果，会安尼出声出来，所以无心意闻，咱拢无想要听啦，毋过拢会去听到，闻之皆是，听到是啊啦，去互迄毒害害死啊。那么唯此一人，敢若一个未死啦，不恒实者，这个未这个恒实，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咱有研究啊，就迄个不恒实者啦，虽然那个杂毒啊，涂那个骨，即令发生呢，只要你听到鼓声就会死掉。可是呢，我们有研究大涅盘这个大涅盘经啊，就呢不会恒死，就听了以后还是人拢好好。在处处呢，知行众中啊，有稳生者，所有贪欲，嗔恚愚痴啊，须皆灭尽。所以啊，在处处，就是所有的地方，不管什么地方所在，那么知行众中啊，就是所有的我们呢，不管是哪一行业的众生呢。有闻声者，有听到呢，这个大涅盘经，所有的贪嗔痴啊，贪欲嗔恚愚痴，须皆灭尽，都全部啊，灭尽。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听了以后，真的要把贪嗔痴啊，全部呢都灭尽。那么其中虽有无息之念，是大涅盘因缘力故啊。能灭烦恼，而觉啊自灭，这个烦恼，这个大涅盘的因缘力啊，可以灭烦恼，而这个觉啊自灭，烦恼的觉，咱拢怕感，怕感叫烦乐啦，烦乐会感因为我们呢研究啊，大涅盘，所以啊，各位要了解到，已经啊不生不灭啦。大就超越，生死涅盘等空华，生死跟涅盘平等，大涅盘已经超出生死涅盘，已经到绝对的境地了，所以大涅盘跟波涅盘它是一样绝对的，到绝对的没有相对，没有相对里面没有烦恼。我们在相对里面才有烦恼，对不对？咱伫凡人拢伫个烦恼内底啦，烦恼拢咱家己生出来，我们自己生烦恼然后自己烦恼，所以我们都太聪明了，被聪明误了，我们现在研究经典，要了解所有的两边各位先生，所有的两边都是从佛性呢，这个出来，所以我们回到中道佛性本体呀，两边都收归，都把它收归了，烦恼消了，这样知道吗？所以那个神会教我们因为他从小就修道，见到六祖就问你见到佛性了没有？六祖一听，把他敲我，我打你是痛不痛？所以见不见是生灭，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学到了就是六祖教我们见是我们佛性见不见也是我们佛性不见所以两边见不见都是我们佛性，我们把它归到中道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具备见，具备不见，都是佛性本体。安尼知无？
所以生也是我们佛性本体感受，灭也是我们佛性本体感受，所以生灭都回到佛性本体，安尼收回两边到中道。你看咱修道好无？你啊咧烦恼拢甲收倒来，烦恼就无去啊啦。好用无？很好用所以啊，我们学了就要用。所以闻到大涅盘你这个所有贪嗔痴都消灭，消灭我们消灭了没有啊？我们已经研究第15了嘞。所以要知道啊，那个烦恼的结，烦恼的感，拢要透开，都把它解开，就没有烦恼了。学大圣者啊，虽修契经，一切之定啊，要待大圣大涅盘日。这我们学大圣经典啊，虽然都修持呢，去经，去和呢我们佛性所要去做的一些事啊，的一切之定，我们呢这千三昧那个定啊有非常多。那么要待大圣大涅盘日，要等待这个大圣的大涅盘经，闻是如来呢微密之教，听到呢这个如来微这个很细微秘密那个教我们呢怎么样修，然后呢乃当造菩提业，我们呢就是要造这个菩提业，安住正华。犹如天雨这个任意增长，一切呢植种成就呢果实，这个西除积景多受丰乐，如来密藏无量的华语，亦复如是。世间呢出世如彼果实，多所利益安乐一切能令众生见如来性。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地方明确的说，能令众生见到如来性，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明确的讲，不是在讲说释迦牟尼佛本身，所以这边也明确的说，所以我们呢要呢造菩提业。你看我们造业凡尘都造一些苦业，可是这边佛就讲要造菩提业，然后安住正法。我们在正法里面安住，就是我们呢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所以正法呢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正法安住这个正法就好像呢这个天雨任意长，一切之种可以让所有的这个所有生长的东西都得到呢天理的滋润，那么成就呢果实能够呢这个枝种都能够得到养分呢，那个果实也都能够生就。能够生花成就，虚持积景，可以除掉我们众生的那个积景，那么多受的丰乐，如来密藏如来秘密的宝贝无量华语，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世间呢出世如彼果实，这个涅盘经一出来以后好像已经呢这个成果可以得到利益了，安乐一切呢，能令众生见如来性。譬如良医闻他人指非人所持就是拍狼已经呢所持，然后寻以妙药并遣一时赐以食言轻食此药，施以彼人，彼人若欲知恶鬼神，以药力故须当偃期。所以好像良医
吻到呢别人的孩子非人所持啦，这个非人都是歹人，都是鬼啊，都是那个不好的那个他呢所持。那么许你妙药这个良医啊，就用妙药，然后并且一时拿给一个人知语使言给那个要拿药去的人说，今时此药赐予彼人你赶快呢拿去给他彼人若遇知恶鬼神，那个人呢遇到那个恶鬼恶神，以药力故悉当远去。以这个药力那恶鬼神呢就没有办法住就会远去。轻若迟你去的时候比较晚的话武当呢自往终不令彼往恒时也你若是慢我家己来终不令彼这个往恒时若彼病人得见实者即无威德知苦当时得安云的，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呢亦如是所以我在讲就是我们这个大涅盘经它的功效非常的可以辞掉知恶鬼神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就是要守住我们自己本身的佛性本体该顾好尤其我们这个身体虽然说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呢记住借我们用，可是我们要好好的用借脚修真记得养足自己的本性那个别人若要来救你的时候要入来，你的心足用足强，伊就无法理啦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不然你若那种六心无主哇，伊就把你窜进来身体变他在用，结果他讲的话他做的事都你要承担所以我们要知道家己本性用健全你就不怕了啦，就不怕这一些不然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我们这个5度空间我们一出门尤其我们都会这个心地很好某某人什么过生了我们都去去拈香，尤其就在那个时候很多都会遇到就是被一些那个鬼附身的。所以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就会教大家说，你要去这个帮人拈香记得你挽那个球挽球放在你的地然后你就跟那个我们呢这个那个会场的地方都有很多的鬼啦你跟他表明我是佛的人跟他不交往啦安尼伊就袂地理袂车你啦所以那个最好。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离开了才把那个丢掉了我们太多缺少这个动作所以有的你的关系无够强，伊就照你的身躯是地理看你伫倒就地理去到倒糟糕了。有时候他来用你的身体讲的话做的事都你要去负责的结果那不是你在做所以你要告诉自己的元神我是某某人，你要好好的守住家里不要被侵犯的
哦，这样好过日子啊。题外话，不过就是生活上哦，我们一些遇到的啦，哦，有时候就处理起来哦，很麻烦，哦，我们凡尘啊，无奇不有，哦，什么事都会遇到。像之前啊，或许都讲，熬那个放符啊啦，熬又去拜那个大蟒的啦，有没有？那个真的会，你会这个因头转向，所以那个时候会就讲，你要把你自己呀、亿万年的佛性本体，把它呢，能够专一的培养，只要你精神专一，你就在培养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你让它茁壮长大，让它有，最起码。强壮啊，不被那一些鬼来附身啊，这个最起码的，他都要进你都不会去怕，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有一些事啊，这个连佛都在讲，有一些恶鬼啊，还要用药才有办法把它清除掉，那我们呢？用的药啊，我们随身携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都有啊，有没有？我们都有，都要把它发挥，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妙药来治所有的恶境、恶的症状啊，我们都可以治啊。这个佛就没有跟我们讲啊，我们都不会用。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集之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经典，读诵通利，护卫他人，分别广说。若自书写，令他书写，斯等皆为菩提因缘。这个呢，佛都要我们先呢种那个菩提因。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及诸外道，连外道呢，佛照顾就能够受持大涅盘经，那个读诵通利若犯四禁及忤逆罪，这个四从禁及忤逆罪，这个算在佛门里面最重的这个罪过。若为邪鬼毒恶所执，闻是经典，所有之恶悉皆消灭。如见良医恶鬼眼气，当知是人是真菩萨摩诃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非常好用。这个闻是经典所有之恶悉皆消灭。所以所有的邪鬼恶毒手持能够呢听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有之恶悉皆消灭，都消灭了。好像看到良医，恶鬼都赶快远去了。那么方便除灭一切烦恼，修学净身，不坚固讲，为水入山谷，水者呢，欲身受苦，如水上泡；入者呢，欲身不坚，如芭蕉树。其山谷者欲烦恼中，修无我想，以是义故声名无我。如来如是，以知弟子渐渐教学九部精华。就是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是本生常行重诵。孤其未曾有论义无问自说。那么其中方广受记无问自说为大乘佛法。那么以九部经为通教，
这是九部精华，它里面呢，没有方广受记，没有无问自说，因为程度啊都还没有到那么高。那么令善通利啊，然后教学，如来秘藏，为其子说。那么如来是常，如来如是说大圣典大涅盘经，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方便除灭一切的烦恼，然后修学呢净身啊，不坚固想，我们呢，要修学净身，然后有一些呢坚固想，为水入山谷，随着比喻啊，身受苦。好像水上泡，一下子就消失了。入者比喻啊，身不坚，好像芭蕉树，芭蕉生了它就死掉了。其山谷者啊，欲烦恼中，修无我想。那个山谷啊，就是呢，我们了解修烦恼里面，底下山谷来对啊，那烦恼，然后修无我想，就是没有，这个烦恼里面啊，没有我，以是一故呢，声名无我，如来如是呢，以之弟子渐渐的教学，九部这个精华，令善呢通利，然后教学如来秘藏，所以能够教如来秘藏啊，那个就是已经呢，修学蛮久的时候，那么为其子说，如来是常。如来如是说大圣典大涅盘经，为之众生呢，以发心而即未发心作菩提因，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不可思议啊，未曾有也。所以这大涅盘经啊，就是很难得啦。我们呢，这个整个社会也没有在这个解说啊，涅盘经，各有听过吗？我们好像连名都没听过嘞，何况是我们研究里面的经文。所以佛呢为诸众生呢，以发心的还是没有发心的，都为他们做菩提因，就是呢大圣典大涅盘经。就是有这一种功能。那么，譬如大船从海此岸呢，是以彼岸，不从彼岸啊，还至此岸。如来正觉亦复如是。成大涅盘大圣宝船，周旋往返，济度啊众生，在处处啊。有应度者，悉令得见如来之身，以是义故啊，如来名为无上的传师。这边呢有悉令得见啊，如来之身。各位前贤，我们有没有见到如来之身？都没有哦。不是说吗？肉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了如来，不是已经有说吗？见了没？都不敢肯定了所以啊，我们了解，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有能见，有所见，有。能见所见是凡尘生活里面的状态，这个啊能所我们把能所已经合成一体了，无所见，我们见了，咱看，但是拢无看到形象，我们已经看了，没有看到形象，就是我们把能所合成一体啦，把能所合成一体以后就是一个绝对性，
那我们所看的觉性啊，这整个就是如来了。啊，如来之身呐，就是我们法身呐，就是我们佛性所呈现的。啊，所以你把能手融成一体了，融成一体以后，你所看的，就是如来之身。安尼看到不？有个人用想象的，用想象的不行哦，要实际的才可以想象的那个是妄想，那妄想我们生了毛病。我们讲真理不讲妄想，都是讲实际的这个法门。那实际的我们就是了解，当你都了了分明，没有能守，那个就是如来身。安尼更开始对啦，比较实际一点。你能够不是安尼空空洞洞，这个茫茫然，不是，是很清醒。都知道，可是已经没有能守，很容易分了。我能看，我所看，能守先明了。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各位浅显，我们就比喻了，我们有没有在呼吸？有空气对，我们看到吗？对，所以我们眼睛能看，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有没有能守？已经没有手见了啦，你没有能见，没有手见，它已经合成一体。这个是比喻啦各位要了解到，就是把能手合成体，没有两边啦，没有什么就是已经合成一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见的如来身，不是空空洞洞，不是用杜撰，不是用幻想，不是不可以我们修是要实实在在。我看我看没有能看的我相，没有手看的法相，已经把能手已经合成一体，我已经归还到如来。所见的就是如来身，就是到如来的状态，会吗？很容易啦。我们自身障碍，自己产生很多障碍，你把这些障碍都去除掉，比较第一个就是要专一。你专一的时候培养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也叫做元神。你培养你的元神，你元神培养够，你就不怕这一些鬼，这恶鬼神不怕了。我们从我们专一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又可以延伸引申到我们的那个绝对体，没有两边没有对待。因为这边写说悉令得见如来之身，所以我把这个经文里面所交代的我们把它这个讲解出来，让我们这个都悉令得见如来之身。到底见到了没？都很怀疑都还不敢肯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要努力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努力的把那个能手把它揉成一体。所以连我们那个以往所说心静一如不患思维然后但不慈善，积之岁
而不心开啊，谓之有也。有没有？我们把我们的心跟所有的境，已经把它合成一体，就是已经没有能守了。我的心就是境，境也就是我的心，心跟境合成一体。不换思维，你换思维，就已经又进入我们老路了，又是妄想，又是全部都是假。可是我们心经有的时候它是真，心也真，境也真。心跟境它没有分，境也就是我的心，我的心也是境，境跟心已经合成一体，不换思维。你只要这样，但不慈善，不要让这个散失掉，然后积之岁月，就是你要时间不是只有马上就成功了，积之岁月而不心开，你的心开了，开了就是能守一如了啦，就已经见到如来身。你更加清楚不？有没有？所以这个讲的可以反复再听你反复听就很熟悉。当你很熟悉的时候你也会讲给人家听当你会讲给人家听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守了啦。能守已经呢双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你看你念到佛学博士都还不一定懂，所以才跟达赖喇嘛那个对谈。等我讲完了，你看，能说的我相，所讲的我相，能守鲜明，所以他就第二次举手说，等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没有过去心，所以那个三心没有。三心没有，三世摄受不了。你三世摄受不了，六道轮回没有。所以你看，这都是蛮高程度了，已经没有能守，没有三心实相。所以那个你看，就在言谈之中，你理论一大堆讲的这个讲不完哇。听听无法度去做，然后这个马上很简单的你就可以做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没有能守，就已经全部都回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就已经回来了它都是当下。所以我们在我之中也要消灭三心过去的已经过去不管是得意失意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要去拉回来。那未来的还没到，你也不用策划了，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又不住，我们说现在过去2秒。现在又过去了，所以现在带不掉。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带不掉。我们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没有三四相没有能守。三世可能吸不掉，都唔免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要自己解脱了，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我们只在想过去的事，一直策划未来，策划未来辛苦爱用佛性唔免佛性唔免去策划，佛性呢，它活得好好的，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伊拢袂变化，唔免你去甲规划，都不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真的进入这个佛世界那个是不可思议袂使用头壳来想，袂使用嘴来论议这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啦。
譬如有传则有传师；以有师传师，则有众生渡于大海。这个有船有人要坐啦，要渡过大海。如来常住化度众生亦复如是。复次，比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易渡，若得顺风，须臾之间则能得过无量由旬。一由旬有30里。若不得者虽复久住，经无量岁不离本处。有时船坏没水而死。我们有人在大海之中乘船易渡所以这个有一点在讲我们众生在苦海这个海很大，在大海，然后我们乘船易渡，要到彼岸，清净的彼岸。那我们若得顺风假如说能够修得顺这个须臾之间很快了，须是很短短，这个很短的一刹那叫须臾。那须臾之间则能这个得过，就可以经过这个苦海，到达清净彼岸。无量由旬能够得过无量的由旬。若不得者假如说没有办法没有顺风那个虽不久住我们久久的都住在苦海，经过无量岁不离本处，咱搁较久都伫苦海内底所以不离本处。有时船坏了就没水而死，就存在大海中。那么众生如是在于此生死大海我们众生拢伫生死大海。为什么在生死大海？就是愚痴就是很笨不知道修所以才会在生死大海。那么乘之行船若遇的这个值遇若得值遇大般涅盘。假如说我们能够遇到大般涅盘，猛力之风则能急到无上的道岸很快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若不值遇当久流转无量的生死或时破坏堕于地狱不生恶鬼所以我们这个在生死大海假如说能够遇到大般涅盘这个猛力风就可以很快到清净彼岸。假如说没有遇到当久流转六道轮回无量的生死或时破坏就堕于地狱就进入次生恶鬼。然后我们还剩下有9分钟给这个各位先贤提问。因为刚有那个问题或许有先看了所以留大概9分钟的时间就这个可以这个回答。好，请说。请问一下有个问他说佛陀所说众七千百年所造业往因缘际会，果报还自受，可知其业故但后常无地藏菩萨本愿经又说，能见有地藏菩萨佛号法相，而其敬畏礼拜，而能消除罪业，永不罪善恶道，其二者是否相左？请问。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以前都有曾经都时常在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时果报还自受。
所以这个重点哦，各位就要先了解到，哦，他一开头就提了，哦，因为啊，哦，这个纵然你经过非常久的时间，哦，诵经百千劫非常久的时间，我们呢所做的业呀，哦，它不会消失。这个呢就讲哦因果啦，哦，然后因缘会意啊，果报还自受。这个呢，它只要呢。就是在欠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行为念头，这个做事的时候啊，一定要考虑到那个因果就是因果的关系。再怎么久啊，那个因果啊，全部呢都在这个经过百千劫那个这个所做的业啊，它不会消失，永远都在。可是啊，科学有讲，我们呢，这个所造的业啊，是一个因，这个因啊，我们不要让它遇到缘，因缘不汇合啊，你果报啊，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怎么样使那个因啊不跟缘汇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键啊。我们现在已经求道修道，那我们在心中，假如说你都时时刻刻啊能够保持专一，能够没有妄想杂念，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了解到，虽然我们经过百千世所造的业非常多，那因为啊我们没有也让它汇合，那所造的那个因啊都在仓库了，它不会发我们不会去接受果报，所以会接受果报都是我们现在的念头最重要因为念头就是业啦。那我们念头的业啊，把以往的因啊拉来，我们要了解到你的念头起心动念很快，又很多，又很复杂，你的遭遇啊一定坎坷，一定呢不顺。所以啊，我们要训练自己不要妄想，不要有杂念。那妄想我们不用力啊就可以去掉。然后杂念啊，我们不念它跑来，那个一定要关照。你关照你的念，杂念啊不起心动念，它自己跑来，你把它关照。你关照的时候，它刚开始啊，很强又很密集。可是只要你关照，我们那个杂念啊，就是不想、不起心动，它自己跑来的那一个念头，你只要关照。看住它，它就越来越没有力道，越来越稀疏，到后来就不见了。那个杂念就没有。那妄想我们不要去用力去想，妄想没有，杂念没有，我们要把那个因拉来的没有了啦，已经那个要拉那个以往我们百千世的因要拉没有了啦，我们不会拉来，那不会拉来就不会有果报呈现。所以我们用一个名词讲罪业消灭，其实它是在啦仓库，它都在，只要你在这个妄想，然后又把那个不正常的一切不合理的你都全部去做，保证你又把它拉来，所以它才。可是你假如说是保持无念清净绝对不会把百千世的罪业拉来，不会，因为要遇到缘你不造缘不造缘因不汇合，你果报就不会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虽然有一点说好像比较叫什么较巧的抓去吃，较容易去接受。可是这个要经过修了你要怎么样到达清净？你要怎么样没有念，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行为啊是容易啊去控制，可是在念头就不好控制哦。你那个胡思乱想，那个起心动念啊，是很频繁的哦。你要怎么样使它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个念头，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只要你努力那一个能够让你去受苦的罪啊没有。为什么？因为因缘不会合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因缘都不会意啊，你哪有果报可以受？所以啊，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讲的没错那个就是千百年啊都通的那个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果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确实是这样。可是你在修正的时候啊，你从因缘会意时你努力，你果报就不会来了，是不是？罪业消灭虽然罪业都还在，可是啊，你没有缘让它碰啊，它就已经不会来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它里面的含义。然后那个地藏王菩萨念经呢，他说只要看形象诵我的经啊你那一些啊就可以消灭，这是鼓励啦，鼓励我们多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多持诵的话，你那个慈悲的心啊就会呈现。那慈悲的心呈现啊，跟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是有一点类似啦。你慈悲心呈现啊，歹念没有，那所有会接受的那一些恶果啊它就会不见。可是他还讲说不落入三恶道了，你到天道阿修罗道还有所以他呢是鼓励性质，循循善诱了跟我们讲那个我们一生这一世啊，你努力的能够专一修我们的元神不生不灭的天本体啊这个很重要你能够修正了以后，你百千劫百千世啊所造的业啊拢甲藏在仓库，伊袂发业绝对都永远在仓库，所以罪业都消灭。各位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的老人谦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19页，对不对？那个19页左边第几行？11啊。众生如是吗？如是再下来。护持，从护持这边开始。护持，譬如有人不遇风往久住大海，做事思维，各位有找到吗？我等今则必在此时就会在这个地方死掉。如是念时呼吁避风，随圣人渡海，复作是言：快哉是风，未曾有也令我等辈安稳得过大海之难。所以这一段呢是叙述那个比喻的内容。那众生呢如是久此于此生死大海，就是我们众生很久的时间都在六道轮回因为不知道这个修持可以脱离这个苦海所以都在个愚痴那个无明之中
就六道轮回。那么困苦穷却未遇如是大涅盘风，就是没有得到好的这个修持方法，然后现在呢，遇到这个佛讲涅盘经，就是大涅盘风，则应生念我等必定堕于地狱，出生恶鬼，使众生思维之时，呼吁大圣大涅盘风，随顺吹向入于阿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德正等正觉。那么方知真实生奇特想，叹言快哉，很赞叹的来说很痛快。我从昔来未曾见闻如是如来微密之常，就是从往昔以来没有听过这个如来微密这个教微密的宝藏，而乃于是大涅盘经生清净性，所以我们众生都在这个苦海之中都一直沉溺现在呢遇到了上天大开普度又我们研究心理心法，知道呢可以到达无上德正等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很这个难得。复次三男子如蛇脱皮为死灭不？佛就在问说那个蛇脱皮它是死掉了吗？那从这个这个弟子回答说不也是真，说不是死掉。三男子如来欲尔，方便示现即舍独身，可言如来无常灭也。所以这边呢，如来又问大家说如来也是这样方便示现示现在凡尘，带领众生修道，然后现在要把这个身体放舍去除掉，所以说去舍独身。可是我们众生来讲，我们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敢用独身都是宝贝身体都是宝贝。可是佛就讲，你看佛的身那么殊胜他都要去掉就又讲是独身问呢是不是如来已经无常灭了就已经死掉？然后弟子也回答说不也是真没有没有死掉。如来于此阎浮提中就是南赡部洲阎浮提，方便舍身如彼毒蛇舍于固皮，好像那个毒蛇把它的那个皮脱掉，就是要更长大了那个旧皮就是脱掉。是故如来名为常住如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是呢常住不迁，永远都在，而且如如不动我们一定要体会上个礼拜我们有详细说说呢我们的佛性是无所不在，而且不会这个迁变的因为没有形象也没有生灭是最殊胜。那么复之譬如金丝得好真经随意造作种种之器就好像那个帕吉玛塞夫得到呢真金好的那个金子，那么随意可以造作，看要手环破链手髻就随意就可以造作种种的这个之趣。那么如来欲尔如来也是这个样子，以25有悉能示现
这个25有啊，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者都一再讲就是要各位都有印象啦。那个25有就是三界三有，有因有果叫有。那25有是详细说了欲界呢有14个有色界啊有7个有无色界呢有4个有。那或许再把那个内容再说一下容易记的话呢，就是我们欲界啊有天道，天道有6欲天就6个，然后人道呢有4大部洲就4个，加起来就10个，然后还有那个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4个就14个那6欲天里面呢最低啊14天王天那第二呢忉利天，是我们说的33天，33天就是忉利天啦它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就是居中，然后东西南各8天，总共有33天，这叫忉利天。然后第3个呢叫夜摩天第4个啊多帅天，第5个乐变化天第6个他化自在天。那摩西所罗天呢，所以啊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我们了解说魔王是在异界的最高那一天是所以啊他化自在天就6个。然后我们人啊就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北俱泸州人民啊最长寿了它有1000岁我们南赡部洲是最短寿不满100岁而已啦然后东胜神州呢有这个500岁西牛贺州呢有250我们是最夭寿了短寿的就有10个了那这个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4个就14，欲界啊14个有果。那我们了解说阿修罗道呢，有时候我们都把它列入善道，可是佛呢在讲的时候都把阿修罗列入恶道，就是三恶道又加阿修罗道它呢就是好战斗，都没跟人争好争好斗，所以佛不把它列为善道。那在色界呢就有那个初禅初禅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这个离生喜乐地已经离开这个欲界的生死已经进入色界了，所以那个初禅然后呢这个大梵天因为很多那个印度的一个修道人呢，他们不是要修到回去无理天，他们要修回到大梵天，所以把它列入这个色界的一个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五净居天跟无想天就有7个7有，那个是10以色界。那无色界呢有4空天，空无边处天4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想处天就有4个，然后加起来14加7加4总共25，所以25有我们呢都要有印象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在哪一天？我们在人道的南赡部洲了所以在欲界25有因有果所以我们修呢就是要超出有因有果，进入没有因，我们不造因，所以不用受苦没有因没有果，已经超出25有，超出三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么25有呢须能示现如来在25有全部都可以示现
不管是哪一个色界、欲界、无色界都可以。那么种种色身，这个视线啊，种种的这个色身，为化众生啊，拔生死故。就是要度化众生，拔掉我们呢众生的生死。我们在凡尘啊，六道轮回啊，就是脱离不了死啦。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生生死死，一直轮回。然后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啊，没有生也没有死。所以我们呢，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努力修，修正出来，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都已经到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的佛性本体，随有宏图，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无所挂碍了。我们还没有修正，还没有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出来的话，我们被业力推了，就会推到现象来又现象，所以那个都免不了的，是固定的、一定的。那我们已经修正到如如不动、常住不迁那一种常的我见那个状态，那身体就可以还给天地。还给天地天地也是一样随有宏图，都是跟我们身体一样的那个元素，本质拢共款，天地气，跟咱身躯的气拢共款，咱拢爱还啦，没有一个可以不用还的，一定要还早晚都要还给天地。各位准备好要还了没？还要用这个还要很长的时间用，所以我们还没有准备要还。所以各位，你假如说还没有修正，还没有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把握，那你还给天地你没有路可以走，那个时候就很可怜业力啦，不管行善作恶都是业力，业力推到行善的话可以上天堂当七天神仙，作恶的话要落入呢三恶道，那个都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可是我们现在有办法让我们可以主宰自己，所以就是要努力。假如说我们都还不很熟悉一些修正法门，那我们就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眼不生。我们这边那个陈兄文旭先生，他你看修的都跟我们这个可以无动间相融会，他就是专门做万年放下，做到功夫都出来。各位想要知道怎么做，可以问他。对他都跟我们讲，确实有功效，都出来了。那我们了解，假如说你有这个修的听得比较久了，比较熟悉了，也了解到耳根圆通，那可以用耳根圆通来修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或者都会在讲，我们先借着耳根，耳根然后用不生不灭佛性的闻性，第一个听是多的功能。第二个闻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新意识。第三个闻性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用第三个闻性，然后用闻性来先呢闻我们周遭的一些声响，因为我们在生活环境之中一定会有我们周遭一定会有影响。然后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那个是佛性听到要用第三个，不要用第二个那个闻。我们说这声音我爱听，这什么也真好，这我无这我真讨厌，那个闻闻性没有，闻性它不去分别它是好它是坏只是我听到了那个是佛性那个我们的佛性听到
声音发生的地方就已经离开身体了，离开身体，然后我们听到，借着微信啊听到，然后我们呢就稍微的依赖那个声音，可是声音会消失，消失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耳根就不用了。可是啊，佛性它没有消失，它还在刚才声音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叫偷根。那个声音叫做六尘之一啦，声音没有了叫偷尘，偷根偷尘。这个佛性它离缘独立，离开因缘它独自在，所以这个叫灵光独耀，独自发出光明。所以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状态延伸，一直做。你做久的时候你自然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就整个在空间了，在我们这个空间不整体了。所以这个是很切实的我们做功夫的方法。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不会就是不困难，可是我们要有恒心你要做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功能作用就分别在本体是偷根偷尘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是随时在身上功能作用是用了就没了。可是这个本体它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都在。所以我们要找到本体，才可以成道成佛。就是这个本体在成道，本体在成佛。你没有找到本体的话，那个都是很渺茫无法度行。咱呢有法度行，咱就要去做。你努力做，你只要累积时间。你就会融通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都是我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那个时候身体就可以不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可以努力的，而且可以自己做到。你当可以偷根偷尘，离身离境，离缘独立无所依赖。这个时候你的灵光独耀那个时候你的脾气毛病没了，消落无去你无甲修伊家己无去所以跟着我们身体有脾气毛病，你偷根偷尘，离身离境，还有脾气毛病吗？有没有？没有了。所以你看，这个才真的叫真功夫了。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慢疑都没有，全部没有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安尼脾气毛病安尼深根蒂固啦，要甲去掉愈侪啦，脾气毛病无改无掉，愈改愈侪脾气愈大。这个你看，只要你肯这样做，离身离境没有了身也没境也没，你脾气毛病从哪里来？就无次来了，来的地方来的地方已经没有就不会有所以我们呢，只要能够时时都守住我们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就绝对可以成道成佛。当然了，我们这个现象之中这个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事情呢一样要做啦，唔通用点坐，我直直坐点这个坐着如如不动的功夫，什么代志拢无爱做这样也不合中道啦。所以或者都讲，我们有事情做是幸福。假如说你全部都没事做，你会很苦恼啦。规工拢吃饱无代志，点营营很难过生活嘞，好不好？你若想赢艰苦啦，你拢
加无赢啊，赶快所以两边呐，我们中道，我们刚好在中道，拄好代志做啊拢拄，做啊真欢喜，所以要了解说，这个凡尘啊，就是要中道，我们也可以去做的，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握，可以去做的，所以了解说，在凡尘啊，看我们拟定的方向，要走什么方向。这个就跟我们讲说，确实可以成佛成道的，只要你肯这样做。所以为了拔掉众生的生死，那佛呢就示现种种的这个色身。所以或者讲，我们在凡尘这个生活的时候要了解说。修正的佛菩萨呢，现在都要打帮助到，所以帮助我们修道人。所以你在这个路上或是在环境之中，你遇到有一个这个不是很熟识的人，没有看过，可是看他的形态又比较是下阶层的人，各要了解有时候是佛菩萨示现，示现要点化，要跟你讲什么？有时候用身体讲，有时候用语言讲，会跟你说话。说了以后，他呢转个角就消失了，不见了。那个都是佛菩萨示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菩萨充满整个我们宇宙虚空了，足多啦。咱拢拄着拢唔知啦。因为我们都瞧不起，那个下阶层的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咱拢看不起，不爱看，不爱甲注意啦，不知道他的那一种用心要来度化的众生，那我们都透过机会，所以我们往后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佛菩萨现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是故如来名这个无边身，无量无边的身体啦，所以无量无边，像我们这个以前或者都讲，天气热的时候有一阵清风吹过来很舒服，那个也是佛菩萨示现。可是我们讲那个自然的风在吹，不会去想说是佛菩萨呢来除掉我们那个郁闷之气，咱那个安尼足热足拗入的那气消去。虽复示现种种之身，一名常住无有变异。这个如来虽然呢这个示现种种之身，虽然呢示现很多种身，可是也是叫做呢常住，一名常住无有变异，如来都不会变化的，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变化，如如不动，复次三男子如安罗氏及圆福氏，一年三变，有时生花，这光色忽荣，有时生叶，枝茂，这个偶遇，有时凋落壮士枯死。三男子，于隐河是实为枯死不也。这个树咱们讲是死冬天的时候叶子掉光了，剩下呢枯枝搭起的高大的枝拢敢那死去很多呢都这样。然后我也了解说那个弟子就回答说不为是真，不是他们枯死了。三男子，如来欲尔，于三界中是三种身，有时出生，有时长大，有时涅槃。而如来身实无常，
这个如来在凡尘在三界里面呢，也示现了三种身，有时候呢示现出生，有时候呢长大了，有时候进入涅槃了。而如来本身呢，实在没有无常，它都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一定要体会那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那么如来密语甚深难解，如来密语很深很难了解。譬如大王告知群臣，先托钵来，先托钵得一名事实，一个名称有4种内容。第一个言，第二个去，第3个随，第4个马。先托钵呢，各位就了解说，它一个名称有4个内容，言也叫先托钵，气也叫先托钵，水也叫先托钵，马也叫先托钵。如是呢，4种东西共同一名，共一个名。那么有志之臣，有智慧大行善知此名，知道呢这个名称。若王习时，国王在洗的时候，他呢说先托钵，伊伫咧讲先托钵，先托钵，即便洪水，紧摕水予伊。若王时首先托钵，伫咧食的时阵讲先托钵，先托钵，我紧的摕盐，伊伤正要搁掺一寡盐。若王时矣欲云讲时即便放弃，王食饱，国王食饱呢得要啉这茶汤的时阵就用迄个器具，用茶杯用碗摕予伊。若王有时要去这个游街佚佗首先托钵，即便放马，赶紧牵马来予国王。如是至诚善解大王4种密语，那个先托钵就有4个那点点拢无代志讲先托钵先托钵，你也唔知要摕啥。所以这个一个名称有4个内容。是大乘经亦复如是。我们大乘经典也是这个样子。有4无常，有4个无常。大乘至诚假如说这个有研究大乘经的是一些人应当善知就是要了解到，若佛出世，佛已经出现在凡尘，为众生说如来涅槃，至诚当知此是如来为寂常者说无常相。咱有研究就知影，讲如来为寂常者，拢什么拢嘛永远伫咧这个常，永远拢伫咧这个常。伊讲无常相，如来就讲无常相，所以破坏我们那个一直说它都不会变的都是这样寂常的来说。那欲令比丘修习无常想，要给比丘来修无常，一切都变化。或复说言正法当灭，在讲这个正法让我们能够成道成佛的法要灭了。至诚应知此是如来为寂乐者说以苦相。这个如来呢，就是为寂乐这个在凡尘过得很快乐，有钱有地位过得很快乐，然后这个说以苦，说你这个快乐快要消失掉了，苦要来了所以让他能够呢赶快及时回头。那么亦令比丘呢多修苦想
这个我们呢，这个遭遇到呢，困苦的那一种生活状态呀，你事先呢，心里面呢都要有那个计划。祸福收言，我今病苦，这个众生呢，破坏，这个自成呢，这个当知啊，此是如来为即我者啊，说无我相。我们都把这个身体的我啊，看得很牢固啊，讲这就是我，这就是我，那如来呢，为了是一个对我相很强的人呢，说无我相，讲无啦，这个身躯是天地物质，不是这个我呢，无实在无伫咧凡尘呐，实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我。依令比丘啊，修无我想，就是啊，没有这个身体的我，才会进入啊我们佛性本体的我。祸福收言，所谓空者啊，是正解脱，这个所谓空，就是啊正解脱，我们呢有啊就烦恼，空啊就什么都没有了，解脱了，烦恼都消失了。那么自成当知啊，只是如来正解脱无二十无有，这正解脱啊没有二十无有，所以有就是有因有果啦。我们凡尘啊都是以拥有为快乐，可是修道呢以空无啊为快乐，有就烦恼啦，拢无啊就快乐啦，所以这个是在心境上说啦。在咱的心境上来讲，全部都没有了，就没有烦恼，就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话的内容，及我们如何解说一定要有智慧。那么亦令比丘修学空想，以是义故啊，是正解脱，则名为空。亦名动，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空想，真正的万法皆空啊，空性即是佛性。我们呢，一般凡尘在传颂啊，都是万法皆空了，后面那一句都没有接下去了，所以万法皆空，大行拢空，空啦，人拢将变空去啊。所以啊，要了解到那个空想，虚空之中，无限的大，我们佛性啊，就是无限大的虚空一样，那以是义故啊，是正解脱，则名为空，真正的解脱啊，就是空，也叫做如如不动。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常住啊不迁，那么谓不动者啊，是解脱中不有苦啊故，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解脱里面啊，没有苦，是故啊不动，是正解脱，如如不动呢，就是正解脱，谓无有相，没有邪相。谓无相者啊，无有色声香味触等。故名无相，没有相，是正解脱啊，常不变异，就呢如不动呢，常住不迁，不变异，是解脱中呢，无有无常，解脱里面啊，全部都是常住不迁，没有变化的，所以没有无常，热闹交易，没有热闹，交易。是故解脱名曰常住，解脱啊，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不变啊，清凉，它呢不会变化，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变化，非常清凉。祸福收言，一切众生呢有如来性，一切的众生啊，全部都有如来的性，自成当知，此是如来。收常法，依比丘呢，修习常法，常住不迁，如如不动，要我们都学。是知比丘若能如是啊，随顺学者，
当知世人啊，真弟子，善知如来微密之常，微密的宝藏，微密之常，如彼大王，智德之臣啊，善知王意，知道呢那个国王的意思啊，就会能够给他。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啊，密语之法，何况如来而当无也？这个国王都有法，有这个密语，那个法，就是一个名啊，有10个内容，都有这个密语的，那何况如来啊，会这个没有？善男子，是故如来微密之教啊，难可得知，唯有智者呢，乃能解我甚深佛法。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微密之教啊，很微，这个微细微小，那个秘密，那个教导方法难可得知啊，很难去知道。那唯有智者，唯有这有智慧的，有般若的，乃能解我甚深佛法。才可以了解甚深的佛法。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研究过那个《金刚经》。那或许就讲那个《金刚经》呢，就是这一段这个微密之教难可得知。那个第一分完全都没有说话，而且又这个经过31岁到68岁这么长的时间都是这个到吃的时候周一持钵入社会大众去乞食，那个都是微密之教那个没有讲话难可得知你很难去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研究过了可能各位也很快都忘光光了。要了解到那个佛他已经成佛了，可是他不住在佛的形象，佛已经无我相，没有我。然后1250个作者要听讲经说法，如来一句话也没说，没有法相。所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然后呢又呼咒而咒，没有非法相所以你看从31岁成道，一直到68岁讲《金刚经》，这么久的时间都这样，每天都示现，每天都同样的动作。那须菩提已经呢，他是解空第一的人。解释空的道理最拿手竟然看了这么久的时间呢，才看出巧妙，所以就赞叹稀有。所以假如说没有了解到这个微密之教那个用身教来代言教，你没有体会，没有领悟那个稀有就好美来有，无代无志那去讲稀有吃饭分饭吃饭有啥物稀有？大家嘛咧做，对不？所以那个一表现出来那个就已经是无上大法，最上圣的佛法我们要修呢，就是要修到无我、无法、无非法。只有这样把我相修持掉，没有我相；把法相也修持掉，没有法相；把非法相也努力堵住，没有非法相所以这样就已经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呈现我们看那个须菩提还看出来了虽然说看了31、41、51到61到68，30几年对不？
咱若活3、4人300几年来看吼，看会出来袂？哎，做你去食，做你去分，哎，免惊看，对不？是不是这样？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哦，那属于根器问题了啦。哦，解空第一的须菩提，看了30几年，才看出说啊，佛在教我们最上乘佛法，所以才赞叹稀有。哦，那个不是在讲空话呢。我们一般解说那个是叙述生活的那个状态，哇，那就差得远了。佛就用整个他的生命来告诉修持的方法，我们竟然把它看成那个是叙述生活细节，这样无价值去啊。本来上价值了。只要按照你第一分讲的，已经无我了、无法了、无非法，安尼就成佛啦。后边的元素拢迄加出来啦。真正的就在第一分而已啦。就在那一种日常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很深的道理啊，不是一定要用言说啦。这个或许看《大藏经》很多里面都是用身体语言呐，笑一笑你就领悟啊。咱叫迄规世人嘛还未领悟。所以啊，了解到说佛的那个教导方法是很活泼的，不是都固定啦。我们假如够体会到那个佛所传达出来的那个信息，我们按照那个方式去做，那就不会错了。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无我、无法、无非法，安尼尔啦，有简单无？唔敢讲，迄真困难。我们了解啊，要去掉这个无我就已经很困难了。我虽然说没有说这个社会贤达。不是讲真有社会地位，但是对我这个身体也是很坚持啊。我就是我，不能危害，不能侵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你要消除无我，你要从佛性本体入手，你真正的进入佛性本体呀，那个佛性本体了以后，这个身体呀，真的是假的。就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给我用。可是我们都在身上做功夫啊，我们为什么做了几十年功夫都没有这个呈现效果？就是在身体做功夫啦。各位要记得就是讲，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你为什么把功课立在臭骨头上面？这样你就了解说，在身上做功夫是错的，一定要心性，从心修才会成道成佛。你从身上不会成，都很修正者都很确定啦。你为身躯的迄拢未成啦，只是讲加活几年安尼尔啦，不会成。你一定要从心从性。严回32岁就过世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我们都还知道他呢。迄敢若无亲戚关系咱拢会知影伊的名严回。咱的顶代这个去你老爸、去你阿公、搁去你阿祖，会知影阿祖的名的人举手看卖。有人两个，搁去你，阿祖搁去你去知影举手，无啦。你看这几代，这么短的时间，你看我们为祖孙打拼咱即马祖孙拢无咧改纪念，无咧改孝念，
啊，迄烟花跟花亲花久哦，咱个知影记甲条条，有啦，啊，都记录像单数飘零啦，哦，对伊个真熟，哦，啊，得一扇浅浅的福音啊，终身福师，哦，伊个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咱拢背甲真熟，啊，无去体会，哦，烟花为什么一箪食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不其乐。伊的快乐，毋是讲要装互人看的，迄是真实心内底快乐倒来，就是常乐我净。伊就是体会到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所以快乐那个快乐啊，外口辛苦啊，无通爱食，迄个要紧啊，要死较早死的，较早解脱啊。咱这万死都要用，早死了早超生。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佛要活得有意义啊，我们要努力方向正确，就是追求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咱伫个佛凡尘咧用的拢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功能作用修不成道啦，一定要佛性本体才可以修成道，所以一定要找到本体，那我们呢？要找本体不是很困难，你万念都放下，你都拿因也无代志，你万念都放下，啊，不要产生一个念头，你都万念放下。这个时候啊，你那个灵敏的觉呀，它就出来。那个灵敏的觉，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你看有简单无？无困难呢。你只要万念放下，不要有事情了，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啊，灵敏的觉性，那个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啊，你改做到久伊的功能大用都拢具会出来。开始的时候啊，第六感得敏锐。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啊？你都会事先知道。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啊，咱若愈精咱迄个功能就愈作用愈大。然后啊，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很久的时候，你都会事先知道。我们不是追求那个，那个是自然呈现。那我们所追求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我们都要过啊。那过日常生活的时候啊，记得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不造业。咱莫讲事情来了，真烦。事情过去啊，来检讨。大概我们的毛病都这样啦。事情来了有够烦的，拢无啥个处理。过去啊，再来检讨啊，我迄句啊要知安那就好啊。迄拢袂有啊啦。所以我们要事来的时候啊，我们要欢喜心甘愿受，去接受。接受的时候啊，去应对。那应对的时候啊，按照真理，不要落入情绪啦。不要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又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了，有造业就受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或是一定会讲到让你会背。讲到往后或者讲第一个字底下，你就可以背出来了。一定要这个样子，因为它不会变啊，因果道理不会变，是一定的。那我们可以在因的时候啊努力，所以因的时候这事来了，我们去应对啊，按照真理，事过就抛开，不要记在脑海。过就过了，不管是吃亏也好，占便宜也好，都不要管它，都抛开。所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清净了。你能够清净啊，就回归到本性，回归到本性啊，我们修持啊，就越深入。那我们净理心法无底深渊呐，一愈入愈深呐。所以各位千千啊谢谢你，谢谢你边还有一大堆啦，这要拿回去给亲朋好友看，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都可以看。然后看了以后，想要搁较深的
才看迄形而上位之道，哦，迄就较深嘛。啊若讲较浅的吼，谢谢你，有啦，旁边吼，刚刚还有400-500本，咱一个退几本啊吼，拢还够搞。3个礼拜看的吼，这个礼拜有啦，小几本啦，一点点，啊拢伫咧可能无摕出，大家无顺手啦，若顺手牵羊吼，就牵掉，啊拢无牵掉的，哦，所以或许看到哦那个印来了，没有把它消化，会很难过啦。啊那摕上去看吼，就欢喜噶，啊嘛不知咧欢喜啥。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那个国王都有密语，然后如来呢为什么会没有？一定也是会有。所以也刚讲说那个威力之教难可得之，就讲到那个《金刚经》的那个第1分那个就是威力之教。那唯有我们深入研究的那个智者啊，乃能解我深深的佛法，就可以了解那比较深的佛法，非是世间凡品类所能信也。说这个这么深的这个佛法，不是我们凡尘那一种凡夫的，就是在社会那个争名夺利的那一些人他所能够相信的，他都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个内容来。善男子，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已有灭后有诸众生不能尽无有威德。何以故？是诸众生不知如来微密藏故，那个微密的宝都不知道。所以则何？以是众生薄福德故。福德很薄啦，足薄的弄会都破。复次如来正法将欲灭尽尔时都有行恶比丘不知如来威之长懒惰懈怠，不能读诵宣扬分别如来正法譬如痴贼这个去舍珍宝耽误草木迄贼仔真戆迄真是遐金银财宝拢卖去安尼担一寡草木这个有够笨的，不解如来微密藏故这微密的宝藏，于是经中懈怠不勤在涅盘经里面都不这个加以这个解说推广。哀哉大贤这个当来之事很危险，甚可怖畏就是已经没有这个正法的时候那个这个世上很多事都不可想象。苦哉众生不群听受，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为之菩萨摩萨等能以是经起真实义，不着文字随圣不逆，为众生说。所以这个也是等于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大涅盘经里面要起真实义，然后不着文字就是进入实在的义理，然后随顺这个义理来为众生讲。复次如牧羊女为欲卖乳贪多虑故加2分水转卖于这个牧羊女卖迄个羊呢就贪到利益羊呢加2分水加2分，安尼卖较济钱卖互村的人。那么牧羊女人这个比女得以附加2分，迄个买到的人伊个加2分安尼就4分啦
那么转富卖呀，进城女人搁再卖较挖紧城市的查某人，比你得已呀，富加2分，伊佫甲加2分。转富卖呀，城中女人，迄毋是进城啊，已经伫咧城中啊，加2分，卖互迄个城中的女人，比你得已呀，富加2分。安尼你也看，安尼2分伫里底啦，已经安尼规个要咧转水啊，意市卖之啊，摕来市场卖。那么时有一人为子啊，纳妇要娶新妇啊，要甲后生咧，这个娶新妇急需好乳，真赶紧要爱有好奶，以供宾客啊，自市一买，甲市场去买，私卖乳者啊，多守价值，该卖正悬的迄个价钱。那么是语言，此如多水啊，死不止是。讲这个羊奶阮拢转水啦，这个价值，那个值啊，就是价值，实在无价值。此我今日啊，瞻是客，我今日要招待我遐人家，是故当取呀，欲还家，只要做米，无复卤味，这个时候啊，拢无迄个羊奶的米，虽有味啊，以苦味中尤胜1000倍，伫咧苦内底啊，也搁赢啦，赢几千倍。所故如之为味啊，滋味中最。这个如那个以往那个修道者啊，能够啉到油奶、牛奶啊，因拢讲迄个所有吃的面啊，它是最高级的、最高等。再来指我涅盘惑正华未灭于80年，尔时世经啊，以盐湖提广流布啊，是时当有之2比丘超类是经，分奏都能灭正法。那个2比丘啊，把这个经呢有抄，可是啊有省略了很多。分作呢很多分，能灭啊这个正法，色香美味，是之2人啊，虽不诵读如经典，灭除如来呢生密要义，把那个如来要义啊，都把它呢灭除，都持灭了，安置世间庄严文饰，无欲之语，这个我们凡尘啊，有一些漂亮的一些这个文饰啊，叫做文词来装饰，那一些呢没有寓意的语言，前着后，超后着前，前后着中，中着前后，当知如是啊，是2比丘，是魔伴侣，受续一切啊不净之物，这个比丘啊，就是伴侣。跟魔是一样，然后受续一切呢，那不净的东西，而言如来，须听我语啊，所讲的如来允许我啊，就是有这一些东西，好像呢牧羊女啊，多加水乳，之2比丘啊，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这边讲说不净之物啊。我们就是了解，就是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那个有形有相的这一些物质啊，那个佛都不允许他们有，所以啊有就讲不净之物，受续啊不净之物。那么杂事语啊，臭定经，令多众生啊不得正说。这个呢掺杂很多我们世间的语言，臭定啊，这个涅盘君，都令呢众生啊不得正说。那我所讲的啊，我们听不到，正学正取呀，珍重赞叹。
供养恭敬呢是2比丘，为利养故啊，不能广宣流布施经，手可分流，少不止也。就是把里面真正的经典流出来啊，是很少，都不止语言。如比牧羊、牧牛、贫穷女人、辗转卖乳啊，乃至咒迷而无卤味，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辗转薄淡，无有气味，虽无气味啊，尤胜于经，要个赢百官经典，越1000倍，胜过很多。如比卤味啊，宜之苦味啊，其胜1000倍。何以故？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以声闻经啊为最上首，亦如牛奶，味中最胜。以是义故啊，名大涅盘。三男子是大圣典大涅盘经有丈夫相，所谓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则无难相。所以啊，各位浅显，这个大圣典大涅盘经啊，有丈夫相，就是佛性。我们人假如说不知道佛性呢，他就不能称为男子汉大丈夫了。我们这个女生也是一样，知道佛性啊，就称为丈夫了。佛没有男女相，只是看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啊多不多。认知多的话，就称为丈夫大丈夫。女人也是一样的，可以称为大丈夫。那假如说男人都还不知道佛性啊，那就真的变成女人了。所以则何？不能自知啊，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有佛性者，我说是等啊，名为女人。那个呢，就真的是女人。女人知道佛性呢，她也是大丈夫。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大丈夫。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啊，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你看是不是佛也讲这样？不是我自己称呼的啦。佛所讲，说啊，女人假如说知道自己本身有佛性，那么就是等为男，跟男子是一样。男子就是大丈夫。三男子是大圣典大涅盘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之记，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记在一起。何以故？以说如来秘密藏故，说如来的秘密呀，那个宝贝，秘密的宝藏。是故三男子三人，若欲视之如来秘藏，应当方便勤修此经，就是修这个涅盘经。那我们呢了解说基本就是那个菩萨是菩萨品。那么尔时呢，闻之师利白佛言：世尊，今此尘头有疑心，唯愿呢如来从为分别令得除断。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涅盘经就是蠢头最后的供养者啦。最后供养佛的就是蠢头。那么本经的细品就由蠢头开始。蠢头是佛入涅盘的最后供养者，就是佛要进入涅盘，最后供养的就是蠢头。佛呢就跟蠢头说：三男子，允何疑心汝当说之，当为除道。说允何疑心？你在怀疑什么？你要说出来为你除断你的疑心。闻师师利言：
存头心疑啊，如来常住，以德知见啊，佛性立故。若见佛性啊，而常者，本未见时啊，应是无常。若本无常，或亦应耳。说本来无常，后来一定是无常。何以故？如世间物啊，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好像我们的身体呀，本来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过100年就拢无去啊。如是等物啊，悉是无常。所以各位浅显，我们是常还无常？我们是常还无常？用下袂好。本无今有，本来我们没有啊，现在生下来有了啊，可活过要几啊10年啊，可是过100年以后啊，咱倒位无去对无？已有还无啊，所以这个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啊，就是我们了。所以如是等物啊，这一些东西啊，悉是无常，拢无常变化啦。安尼对无常变化有了解无？所以咱的身躯拢无常变化啦，拢新陈代谢，咱新的细胞生起来，旧的死掉去啦，个新的生出来个旧的死，所以咱肺生出来甲肺拢袂当用，120天啦，新的肺生出来，然后咱的旧的肺啊，全淘汰。120天啦，一直在新陈代谢，所以小孩子啊就会长大，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啊，就会进入中年老年，然后就会死掉了，这个叫做无常变化。我们啊，只要有现象，一定都无常变化，不会是常住不迁啦，不会是如如不动啦，除了佛性。除了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它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会变化，剩下的呢都变化，所以都无常变化，拢是无常。那么以是义啊，知佛菩萨声闻缘觉啊，无有差别，咱同款。那么尔时世尊即说偈也，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华，无有是处。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佛说的本来有今嘛无，本来无今嘛有，三世啊，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有华无华，无有是处。所以从这个佛所讲的句里啊，我们了解说本有。我们本来都有佛性啦，今嘛拢无改请出来用，所以今有，今嘛无，本有，咱无身躯啊，今嘛有，今嘛有生出来啊，所以三世有华，过去、现在、未来啊，确实有法存在，无一块对啦，安尼有了解无？无了解正确你若讲了解就有影。有够高啊！所以这边呢，或者在解说我们呢，要了解到完成的真理呀，它是呢，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啊，那个才叫真理。那假如说本有今无，本来我们有的佛性呢，为什么现在没有？为什么现在都不见？所以那个呢，就等于呀，我们都迷昧。那本无今有，本来没有身体的，我们现在有，那这个啊，假如说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有华，那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佛讲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有，现在又有，那我们现在的身体呀，本来没有，现在有，它一定会归还到没有，归到没有，所以
这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华，都没有华的华就是正法，不是在讲文字游戏哦，是讲真理哦。都没有的没有，就是正法。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啊，想一想看，没有正法，我迷糊的可迷呀啦。所以啊，这个佛讲的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华，无有是处。就是无一块对。就是讲咱的佛性这就是对的啦。搁较久就是对的。啊，身躯即马虽然有，毋过伊会无去。无去就搁归互无去啦。有就有，无就无，安尼啊，拢无法。过去无，无未来无，拢无，安尼才对。啊，若准有毋对，无有是处啦。无一块对，安尼有听有无？我嘛真奇怪，应该袂好才对啦，佮讲听有，你有才对。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跟我们现实啊有差距。佛性无来的无，因缘的无，可是我们众生呢，都不知道有。然后身体呀，本来没有，现在有，有就是有啊。未来没有，未来都要被搞。所以以我们的认知啊，这个讲的就差我们的现实啊很远。可是啊，这个是属于真理部分。有的佛性永远都有，永远都在。然后没有的身体啊，你虽然现在有，你一样还会没有。没有你在现有，一样还会再没有，就是这样的六道轮回。所以佛意思是这样，所以没有法了，有法就是假的，没有法才是真理，这样了解吗？唔敢赢啊，够赢也够唔对。其实我们这样也是越了解透彻了，越知道说佛到底要讲什么，就是让我们知道本有的佛性啊，你要启发。你要应用，那本无的身体呀，你要赶快借着它来修正、修持，这样才不会枉费啦。枉费讲咱即马实相伫咧凡尘啊，拢无好好啊甲利用，所以要知道，虽然现在有，可是你不久，刹那咱就无去啊啦。咱虽然讲100年加久，无久100年就到尤其佛的时间更短，一刹那哇，几若千年过啊！我们不可想象啊，那个千年爱几世人啊！一世都100岁无够咧，咧几若千岁哇，好像都不是我的事啊，不是我的代志。但是咱要知影，几若千岁、几若万岁，嘛是咱佛性内底的代志，就是我们本身的事啦。所以凡尘啊都没有法，没有法才是正法。就像我们没有念啊，就是正念。你看记哩啦，你都没有念就是正念，你有念就是邪念，安会样呗？会啦有法是邪法，没有法就是正法，安尼个还容易记，容不容易记呀？你全部都没有法，那个就是真理。你说有法，那个是暂时显现，它还会归于没有。所以啊，这个本无今有，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法，无有是处。所以佛讲这个会互咱读会拍夹内底一款脑筋啊，规个拢全甲做伙，看迄句波，无啊你是咧讲啥？可是当你明了以后啊，真理就出来了，真理啊就呈现，整个都呈现出来。善男子，以义故啊，知佛菩萨生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所以这个佛又讲说，以这种义理来说，诸佛菩萨呢跟声闻缘觉，声闻修成就是阿罗汉，缘觉修成就是辟支佛，所以诸佛菩萨呢跟阿罗汉、辟支佛亦有差别，亦无差别，原来有差别，原来无差别啦。有差别呢，就是讲因的修正，菩萨已经到究竟了。然后呢，阿罗汉跟辟支佛因伫个半中啦，安尼就是差别。若无差别，就是讲因拢不管诸佛菩萨，不管是阿罗汉、辟支佛，都有佛性，迄拢差别啦。安尼有了解无？有清楚啦佛讲的蛮详细啦，只是说我们的那个了解程度到底是到哪里？文殊菩萨赞言：善哉，诚如圣教。我今实解我今嘛了解，诸佛菩萨呢，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其实这个文殊菩萨就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伊那不了解。伊刚刚讲的刚刚要讲互咱众生知影。那么假设白佛言：如佛所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性无差别，唯愿如来呢分别广说，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这个假设呢他头脑就转得快。如佛所说，如文殊菩萨所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那个性无差别，那个没有差别的地方他就把它点出来，有无？上面就是这个亦有差别，亦无差别可是这边假设就把它点出来，性无差别，那么唯愿如来分别广说，利益安乐一切的众生，那佛就回答，说男子谛听，当为汝说。所以佛要讲之前呢，都有告诫那个谛听那个谛的意思就是诚实的来听，不要有成见你心里有你的意见来听，那就不叫谛听那我们一般人也有时候都会自己有自己的成见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跟佛这个讲出来以后，你会比较。那佛不希望我们这样的话他所讲的话被我们打折了，就效果不大。那佛就不收。所以有时候这个虽然我们这边没有那样记载，可是有时候假如说里面这个天课里面有心中有意见，可是他没有讲也没有表示，那佛会沉默，佛转几个点来唔讲因为没有谛听谛听他不讲，因为讲了以后他所说的话被打折扣所以那个神通第一目犍连他就赶快入定，然后去找看看哪一个心里面有意见他赶快出定了就走到那一个把他那个衣领把他抓起来拉到外面去，不给他听了，然后拉出去了以后，佛又开始讲了，奇不奇怪？我们有时候都没听过这样的讲做你讲，想做我想，你讲你的我想我的我们很多都有这种状态可是佛在讲的时候都会告诫谛听，不谛听佛就不讲因为他讲出来的那个就非常的重要，很殊胜的你不能把他讲的把它打折扣所以或者到那个目犍连去讲义来这个我说这个真的还厉害，还知道人家心里面在想什么。不过这个倒是
或许在后天庙那个时候小孩子我13岁啊就打坐，然后打坐以后啊，因为我很娇小，这个营养不良，他那个慈惠或许在慈惠堂服务啦，那个瑶池金母，他有3个阶层的那个系统，有打坐的菩萨戒教，然后有虎头笔的，就是很大，那个头笔啊，两车中转一支，会当写字，2个人一人扶前，像三才开沙一样，可是它的是很大的一支陶笔，2个一个人有一边写字，写互迄个地才看，跟咱迄同款，迄第2种，第3种就是跳档。跳档就是人个举剑一哩，家己的插只片安尼一哩抬到空流去，迄款的啦。这个有的看了都会害怕。有的举迄个剑家己的规日拢卷过真的那个都可是啊，就是要我们知道有神在，不行啦，你有法度安尼，无你那个受伤啊不得了，因为或许那个时候啊很娇小，就打坐的就是在瑶池金母慈惠堂来讲是比较高的那个神佛来借啦，你跳档的甲虎头比的迄个比较较低的型啦，比较低的层次，因为或许年纪轻。心轻，没有落入凡尘的尘垢啦，所以很容易就进入状况，所以或者时常这个顾庙咧顾庙啦，我拢一个人咧顾庙爬去咧庙的厝的顶的天空啦伫咧看庙，然后阮咧庙的边啊拢种花。人拢种树啊阮遐种花咧卖，拢种花田，有非常多的花，竟然有人拢来偷咖啡，偷捡晚上时候来咧偷咖啡，伊拢唔知影讲我伫天顶咧甲看，他在捡人家的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种的迄剑兰上济啦，剑兰啊，切15支用2块，若平常时起炒5角，你看差有济无？你伫的时阵咱落去讨价，我讲这个人心呐有买嘛，花嘛，你没钱就不要去插花就好了啊，竟然就有人咧讨咖啡。所以啊，我讲比迄个咱装迄个电源更较好用。电源它还有限制啊，伫电看拢无限制。你你走倒，我都会知道。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因为小孩子年轻，所以修就很快。然后啊，我们那个3到7、15拢有红门啦。你若有困难，你来问就会初3、初6、初913、16、19、36、97、15。来问的时阵因为后天庙没有像我们先天说3支香5个手佛就来了，没有那样，无遐好的啦。你虔诚当然也会来，佛菩萨也会来。因为或许那个时候啊。自己呀没有念头，然后来的人啊，伊想要问代志伊一定有念头嘛。即马伊有念头伊的念拢发出来了后我拢收到，伊也未出嘴问我就甲伊回答。伊就讲这神啊，遮灵。我在想啦，不是是人不是神可是啊，你还没问我就答，你会觉得很奇怪嘛讲我这神足灵的就拢会阁招一寡人来，就越来越多人。然后后来我就不用。阮主持讲
啊，你甲伊解决就好啦。啊，无咱这山顶吼，人一届来问无来，两届人问好无来，人就不爱来啊。哦，因为我们在山上，在阳明山的半山啊。哦，我那离市区啊有一地啊，所以啊，到后来我就想，是我咧讲解过，也毋是神啊。我无法度了解伊的宿命，我是知影他心尔，甲他心通尔。你咧想啥，我会知。宿命通我也未去学样啊。你若宿命通会样吼，就看我都讲解决。讲你定势就是这样啦，你即卖安啦，那个比较好啦。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就兴起那一种不如归去，我不爱做新棍那一种念头啦。所以后来真才投入这个性理心法，不在或许在后天庙的成就比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都还得更如意可是那个都是短暂的啦，它也都变化了，真的会很神奇啦。还没到的事真的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知道比如说下礼拜然后那个阳明山的路上会发生车祸，然后会怎么样我一礼拜前我知所以那时候在那个山上也是过得很有意思啦。后来因为对这个佛经很多的疑问，所以才全省各地寺庙去走，到那个新竹那个什么山，整个都是修道的那个山去那边去问我说为什么那个佛其实不超过7家，它有什么含义？经答说，佛界定佛所制定的戒律啦，你都照安尼去做就好。讲无含义无啦，迄个佛制定的戒律。我规个失望，所以去那边问不知道问出自己要的答案，所以后来还是自己修，自己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制定戒律很严格，那个所有3衣钵，那个托钵那个钵，跟那个穿的衣服，3衣1钵以外，不允许有另外别的东西啦。所以他就讲不净之物，你若有你边有你有私人的财产，迄就是这不净之物啦。佛都不允许，因为你有东西你会依赖，你依赖这一些东西你那个成佛就比较困难，比较慢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很积极投入修就会很快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制的意思也是很理想要你这个全心全意投入修道。就很快可以到成佛，可是我们真正的都没有说达到那个佛的那一个理想，尤其我们现代那个社会的引诱更大，那个你看到那个比丘比丘尼那个富有的都是开的还是面乳，你会很惊讶的那修道人咧开迄款面乳的车所以那个你看，它就让人产生那一种，因为那个比丘比丘尼应该都是福田人家看到他就想种福所以叫福田让看到他起怒，哎呦你咧修道哪会咧开面乳，已经起厌恶心了。所以那罪过，他已经有罪过，他不知道。那我们要了解到你要让人讲哎呦，伊个修道那遐尼艰苦你看到以后你就惜福，你就想种福种行善，那个叫福田。所以我们要当人的福田，也不要去当人起心动念那个歹念出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虽然他没有做坏事，可是他已经种恶因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了解说佛的智地不要我们有这个身外有东西有财产都要呢那个一无所有。譬如长者都是乳牛，有种种色，常令一人呢守护养自人有时这个为此事故经过这个之牛，着一气中，见之牛乳同一白色，形变精怪，牛色各异其乳允和，皆同一色。是讲牛无间色啦，后黑后黄牛足侪种色，那牛拎出来拢同款，拢白，都是同一色。那么世人思维，如此一切皆是众生业报因缘令无色衣让那个牛奶的颜色都是同样白色。善男子，声闻眼觉菩萨欲同一佛性，有如彼如，所以则合同肉尽故。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肉尽我们假如说已经到肉尽那个六通里面的尽通就已经成佛了。肉尽通就是最难的那个肉尽。所以我们这个天眼天耳，然后神足那个他心然后那个宿命这个都很容易通那个肉尽通就是最困难。所以肉尽通，你这个肉尽一通了，就已经成佛了所以这边呢说肉尽这个才会这个所有的那个牛奶都是白色。而知众生呢言佛菩萨声闻缘觉何有差别？有之声闻凡夫之人，予以三圣隐和无北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凡夫之人怀疑我们有上圣、中圣、下圣隐和无别，那也无差别，无差别我们要知道这个三圣上圣、中圣、下圣都是一佛圣都是要我们众生成佛有的众生根器不同，所以先用下圣法来引导让他走入中圣，中圣呢又引导走入上圣上圣呢又引导走入最上圣，都是他成佛啦。所以同一佛圣叫做一佛圣。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师知众生久后自觉很久了以后自己就了解一切三圣同一佛性这个三圣佛性是相同，都同一佛性。犹如彼人善恶乳相，由业因缘像那个养牛的人他能够领悟那个牛奶为什么都是白色就是由业的因缘，然后形成那个牛奶颜色都是一样复次譬如金矿陶炼纸慧，然后消融成金之后价值无量这个那个金矿我们把那个矿石这个采取，然后就把不属于金的把它呢这个提炼掉了然后把那个金这个消融那么成金之后它的价值就很高价值无量。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欲
皆得成就啊，同一佛性。这个声闻缘觉啊，菩萨都一样，都可以成就啊，因为啊，都是同一佛性。非故执烦恼故，都是能够除掉烦恼。如彼金矿持之执慧，把那个执慧啊都除掉。以是义故啊，一切众生同一佛性。我们的一切众生都是相同这个佛性，无有差别，没有差别。以其先闻如来秘藏，如来秘密的宝贝，秘密的宝藏，或成佛时自然得知。如彼长者知如一相，何以故？以断无量亿烦恼故。这个能够断的这个无量的那个烦恼。那剩下呢还有18分钟，因为今天说问题比较多了所以留时间多一点。好，请说。请问梁讲师，请请问说，灵性离肉身后是否觉知？这个我们的灵性离开这个肉身，各位浅显，我们有修的话我们有修持知道说佛性这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那个时候会有灵知啦。那持了这个状态全部都不知不觉，都唔知呀啦。那如果没有知觉的话，如何入地狱受苦？那个入地狱受苦就是我们的那个四神不是元神，元神是佛性本体啦，它无所不在，就是连地狱也有啦，也有我们的佛性在。可是不同的就在我们在凡尘所有一切我们的心意识所造的那个四神去受苦，受苦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我们身体的心意识的那个接受度是一样。你在这个地狱所受的苦跟你在凡尘现在所受的苦它没有两样，一样的感受啦，都是你本身在接受，那个是属于四神部分。元神它无所不在，也不会痛的，也不会饿，也没有热，也没有冷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受苦刑法就可以具体的描述。受苦在地狱上受苦的话，因为那个就是可以很清楚的描述出来怎么受苦。那个是受苦的本身受苦的本身可以去描述他受苦是什么样的苦，跟我们现在在社会上你去这个遭受那个我们身体比较难以忍受的一些苦你自己本身有体会说出来，那个才真的比较实际的。那假如说不是自己本身去经历那说出来的就是文字而已啦，文字语言。还有吗？有。那《入坛经》里面讲空心静坐，跟有讲师讲的万缘放下差别在哪里？空心静坐它跟万缘放下，因为空心静坐它是拼除所有的一切，连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也要拼除啦。所以我们了解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六祖都说不断这个百思想，可是我们空心静坐，你不能有百思想。你百思想的话，你那个坐就没用了就要把这些百思想全部都空掉。你空掉就表示你不要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不要佛性的功能作用，
你干嘛还活着？我们活着就是全部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所以我们空心静坐啊，违背真理了，就是说道在悟啊，体在做也。道是要领悟啦，不是要我们做才得。假如说我们要这个早晚能够静一下自己的身心，那个又另当别论。那就说我们是要从打坐那个修道啊，那就真的有问题了。有吗？还有，佛慈悲开示，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网及魔眷属，皆有不知两种根本。错乱习修，犹如主张欲成家断，重轻成劫，终不能得。请问刘讲师，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那个两种根本，一种啊就是真啊，一种就是妄啊。你用真的来修当然可以成。你用妄的来修啊，那个盲修瞎练，修的再怎么多生多死都不会成就了。所以他讲的意思啊，重点就是要我们呢能够找到我们的真本，真正的我们可以成道成佛的源头，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叫真本。两种啊，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妄。你假如说用妄，因为我们凡尘10之8九都是用妄用妄来修了。那个佛就讲好像呢，这个煮它呢一成家传，你用手来煮啊，想讲要吃饭，搁较煮嘛做热沙，不必做饭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佛也是这个循循善诱啦，引导我们说你修的话，一定要找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真本，真正的我们要修的根本。像或者刚讲的，你已经能够脱根脱尘，离真离境，灵光如耀，那个就是真本，真正的成道成佛的根本。已经不要说以后，你已经修到这个状态就已经成就了。那我们假如说用凡尘的心意识的心来修啊，那个虽然说很努力只是了了我们业障，跟众生结个缘，这样而已啦。所以那个不会成道，不成佛。所以很多呢都说研究心理心法就不参与整个道场的运作。我说那个都是误解啦，错误的了解。因为我们真正要修道就是要成道要成佛。那怎么样成道成佛？要投入我们的心性。真正的心性投入那个都是不会去计较那个名分，计较那一些形象，所以纵然你要他受苦，他也没有意义的，绝对会答应的。那个是我们真修者那个实在的一些这个行为动作。那假如说以我们要外表形象看，那就不是我们研究心理心法的那个目标。我们不着重在那里我们着重实际的那个功效。有功效的，我们当然努力能够众生。而各位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所谓度众生只是把它带来佛堂有道。你带来了以后那个后续动作呢，你绝对没有说你要如何修，你要如何成道，你要如何成佛，没有，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可以教人，怎么可以带人。
那我这个就是送佛要送上天，你度他求道，要他成佛，告诉他怎么做怎么修，他假如说听了不做不修，那是他的事。你不告诉他，是你失责，你失掉那个银宝师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不是说不去了，而是说没有功效的事我们不做，一做拢带人的心拢愈绑愈压，那怎么做啊？你越做你心就越痛苦了，带众生要把心收回来，怎么可以带众生越带心越外放？那绝对不可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个两者来说啊，那个根本就很重要。那刚才说跟科学讲的空心定坐跟万放下，因为妄言放下我们的佛性啊，并没有说一样也不要了。或者就讲，你万年都放下，那个是妄，妄都不要了，真才会出来了。所以你万年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时候你的那个灵觉、灵妙的觉性啊，那个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跟空心静坐，然后完全差别很大。一个是什么都不要，我们一个是什么都要。佛本体的东西啊，什么都要。我们都把它整个功能啊，要把它呢整个画出来。你万年都放下，凡尘的所有妄没有了。万年都放下，万年都忘了，妄都放下了，真啊才能够呈现。能够呈现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全部啊，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才真的都整个呈现。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作用啊，呈现是从本体出来，而我们现在的生活那个功能作用是从我们现在那个佛性都已经呢很委屈的隐藏了以后来呈现的。这个是自然整个呢我们自然现象。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啊就没有办法用到我们佛性的大用呈现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知道本体。所以知道本体以后所呈现的那个大用才会呈现。所以大用呈现跟凡尘啊，我们现在在生活的就不一样，已经都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大部分都会落入心力识，那心力识里面啊，分别心很强，那分别心啊很强啊，我们就了解不愿吃亏，所以啊，我们的脾气病啊没办法去掉，贪嗔痴慢疑啊，一样都在，跟我讲说你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哪有脾气毛病啊？哪有贪嗔痴慢？没有。跟或者讲那个耳根圆通啊，你已经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眼独立，哪有脾气毛病？哪有贪嗔痴慢？都没有。所以啊，我们了解，你看这个一真一假，两个根本，一个是妄的根本，一个是真的根本。你要朝着真的根本来修，那个才会成就啊。还有吗？还有4分钟。还有一个年轻有名的七处珍稀，也有人认为因7番破处10番显见。那请刘讲师讲解一下。那个因为要了解到那个最重要啊，我们研究啊那个楞严经啊，最重要就是那个而那视线啊，就是心在身内。这个心在身内啊，是我们一般人的所有的认识啊都这样。佛就把它破了，破说我们的那个心啊不在我们身内。那不在身内以后
那个阿难再想出来，那个都是被迫的啦，不是他真心的，真心只有身内。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的心是在我们身内，那佛就讲我们我们的心有灵知的作用。所以既然是在你身内，那一定你先看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看到专法藏。可是我们都没看到所以没看到，佛就讲说，那你的心这样就没有个灵知灵敏的作用，所以那就不对了，不是说你的这个心是在你的身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有身内认为我们的心就在身内了。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共识，大家都认为是这样啦。你不认为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说你很奇怪了。那我们要知道说底下呢所有的在身外然后呢都在眼根那个全部都是被阿难被迫了以后勉强想出来的。那我们凡夫我们众生所能够想到的，阿难全部想到。那个不是说七次破心而是破我们的地方所在。说心在身内一个地方所在，我们心在身外，我们的心呢在眼根，然后我们心在中间，然后我们的心呢超越所有的一切。所以那个都是被佛所逼迫了以后，然后勉强想把它想出来。那想出来想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答案所以那个这个阿难来请佛能够开示开示说到底我们的心是在哪里？各位写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现在呢都知道我们这个心的这个答案。所以那个大乘佛法里面呢，时常我们都会听到说心不在内在外不在中间就是呢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虽然说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可是我们没有进入那个无所不在的那个地方所在，没有了所以或者才讲说你用耳根圆通去领会，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去体悟那整个都是要你了解说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而且连贯起来两这会啦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楞严经等于是佛讲经说法49年讲心性最透彻的一部。除了那一部以外佛没有讲心性讲的那么详细所以我们要这个用心研究了。因为里面你用心了以后你会一直深入，一直呢会很高兴。后学感谢天恩师德老前人前人大德点燃师慈悲，让后学有这个机会上再来跟大家分享去讲不敢讲心得也不敢就是分享一些那个修道这几年修道那个经过好，点燃师各位讲师各位前贤大家好。抱歉占用那个刘讲师的时间还有占用大家的时间。实在是老师叫我一定要来讲给大家听无我起来讲我真的足紧张的我大概拢自告奋勇来讲给大家听那老师为什么一直要叫我来讲给大家听呢？因为我跟大家都一样，全都是在同一宫，大家共同在修，共同在办。我跟大家都一样，都很平凡。
那经过刘讲师在讲课这几年，为什么我可以修成这个样子？没有那个，没有说我比较特殊啦，就是老师要跟大家传达的意思，就是我也很平凡，我可以修到这个样子。大家如果努力认真去修，大家也都可以变成我的样子。所以老师的期许是要大家较固来修啊，努力一点修啊，好，大家都可以，不是只有我可以。其实我是不是爱来这些爱现啦，我是真无爱来这讲啊，但是老师的一直要叫来，所以老师讲，我唔敢拒绝啊，我就硬着头皮，我也是要来讲给大家听啦。好，我就讲好，写要对昨中午开始写个暗时啊，然后一直看大概10几次啊，因为实在紧张，我起来，然后又讲不出来，就有亏天恩师的。所以等一下如果讲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那后学这次来讲新的报告也不是来讲什么神通啊，也不是来讲什么显化后学是要来传达一些老师平时跟我讲的，然后老师他说他来接洽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开沙，不然就是要来批很多讯文，然后时间又不是很长，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大概讲做清楚，所以老师跟我讲，就来传达给大家知道。然后那个第一点老师又说，我们刘讲师在传的这个望缘放下、一念不生跟打坐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因为我私底下刚开始刘讲师在上课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这个练这个会着魔，因为大家都把这个当成练望放下当成在打坐了。老师特地的讲说，望缘放下跟打坐是不一样的。打坐它是在空心静坐，然后他把心里全部都放空，连佛性也都全部都放空。相信这个刘讲师跟我们讲过，有下面都放空的对啊。但是打坐它有没有功效？打坐它也有功效啊。打坐的功效就是会增强我们的身体机能。咱身体也无好诶，咱若努力去甲打坐，咱身体嘛愈好啊。它的功效最主要就是可以增强身体的机能，但是那个打坐就是有生灭因为它增进我们身体的功能嘛，那身体是有生灭的，但这些身体没有的时候，那个打坐功效就消失了。伊是咧打坐就是咧顾咱的身体，咧练咱的身体啊。然后第二，修刘讲师所讲的这个望缘放下就是在使我们那个佛性呈现出来，就是在修我们的佛性啊。那我们在练这个望缘放下的时候在修我们的佛性那个佛性可以越练那个佛性能量越来越大，对，咱的灵性啊，那个佛性，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佛性，那个能量自身的那个能量会越来越大，愈来愈有力就对啊。就是拿一把电火，本来是5级的，然后你努力去跟它修了，变成10级，变成500级，变成1000级，那个能量就是越来越强啊！那个佛练到修成佛，那个人是无限大，所以修这个就是慢慢的会有一些感应啊，会有一些那个是正常的。修这个并不会着魔，因为以前我读开机研行，我觉得这个很好，跟同修讲，然后你练这会着魔，我听觉得奇怪呐，我讲这其实练这个不会着魔，练这个是使佛性本体一直呈现那个能量越来越强，佛性本体一直呈现能量越来越强，自然它就有一些神通，因为佛性本体本来具足这些，只是你把这些修正过来，那个神通自然就展现出来。不是说练这个会着魔因为我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永远长存我们这个佛性是万法归一归一，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就是在修这个一处然后还有第三就是来讲一下，这老师有交代，老前人以前在推广真人静坐，老前人在以前推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老前人的传道集老前人的传道集里面他就对讲师
伊就规班拢讲师对讲师的讲话，还是点传师，大部分都是对点传师啊，规班都对点传师的讲话。然后老师那个老前人归空的时候哈，那个一些后学就把老前人的以前所讲过的话那些内容摘录成一本，就是老前人的传道集，还比较高。那一本我有从头看到尾，所以我知道老前人他以前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推广真人静坐。就这点是大概回去都要认真练真人静坐。然后老前人在那本书里面他自己讲说哈，老前人讲他每天都在练，而且很认真练，他无时无刻都在练。他除了吃饭睡觉，然后就是有道亲来的时候，他在没用的时候，他没有在练，他只要一休息下来，老前人就在练真人静坐。他那个老前人的真人静坐他就是正襟危坐啊，是坐在我们这个椅子上，胆挺直，然后舌底上，这老前人在他的传道集都讲很清楚舌底上颚，二目手旋，重点来了，二目手旋。以前刚开始刘仔是来上课的时候，很多前人都，因为以前我们有研究过老前人的一些书嘛，很多人道亲举手来发问，这个望缘放下跟那个手旋有没有一样啊？那时候刘老师都回答说不一样。因为那个手旋就是把意念锁在玄关窍里面呐，而这个老前人的所谓二目手旋并不是把意念锁在玄关窍里面。那个老前人所讲二目手旋，就是锁住我们的佛性本体。像我们刚求道的时候不是有讲说我们要平心静气。眼观佛灯，然后静在前，然后要手旋嘛，说我们常常手旋，然后佛性灵性会越来越光明啊。那个手旋是因为刚开始我们都懂，我们大家都认为说那个手旋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大家也都不懂，都教我们说把这个意念锁在玄关窍，其实并不是。那个意念锁在玄关窍是生灭的，我们修的是要不生不灭。所以二目手旋是锁住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在最初灵明之初它是无念。我们佛性本体在最初它很光明的时候，它是没有念头，它是无念，所以守住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守到一念不生。所以这是二目手旋呐。这我拄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我是做傻，但是当我走过来。认识我们的佛性之后，我就知道说，二目手旋其实跟我们以前大家学的都不是这个样子。二目手旋以前大家认为说，把意念挂在这个玄关窍里面，其实真正在修不是这个样子，真正在修就是让我们这个本体一念不生，因为我们这个佛性就是没有念，本来就是无念。我们要把它守佛性，让它一念不生，来修正我们这个佛性。这是以前大家很多这疑问老师借着我再讲给大家听那老前人他在传道集里面他也有讲，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有在练打坐。老前人都开始还没进入道场之前，他就对这有兴趣的可能是他累世下来，他本来就对这个很有兴趣，他就在练打坐。他也有很多同修。老前人说他以前他的朋友他的同修他跟他在房子里面，那书上他老前人自己讲的，跟他在房子里面，外面有人进来要找他，他的朋友就知道外面的是谁，来要找他什么事。老前人来对已经这样也朋友都行入来，真的是他朋友讲的那个都一模一样。老前人的以前他也练过打坐，所以他非常清楚了解打坐跟我们跟他练的这个真人静坐有什么不一样。打坐也是可以练出功夫来但是打坐就是有生灭不会长久还有一点以前我们刘讲师还没来的时候，以前我们大家我私底下大家很多人在传说老前人他有神通不老前人显阿公各地的点是要升点传师所有的公文要拿上来批阅的时候，他怎么知道？很多点传师他都不认识人家知道说谁可以升谁不可以升。因为他有神通，以前大家都在怀疑但是老前人他都不讲，但是他
确实他就是有神通，他就是有无言幽通。还有以前我听那个刘进甫刘讲师一共他们有5、6个去见老前人啊。这个刘进甫刘讲师亲口跟我讲，去见老前人啊。然后他们5、6个坐好，老前人就坐定，老前人都没，他们5、6个都没，只有问好，没讲半句话哦。老前人就劈头骂：你们这几个都没有认真在修道。刘进甫刘讲师刚刚就奇怪，我这5个也都不管啦。我拢从那个台南来的，他都不认识我们，那怎样我大家都没认识，搁嫌我咩？所以那个刘进甫那时候就跟我讲说，老前人可能有神通不然他怎么都会知道。这老师就说，老前人当时他就是在练那个真人经坐，他很认真练。老前人在他传道集里面有讲他无时无刻都在练，连道亲要载他出去他的道场，一在坐车的时候他也在练。所以老前人他已经练成了有无言六通，所以练这个跟你那个神通跟你一些很多敏锐度，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就慢慢的就是都会呈现了。以前我有看过，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老前人的一张简老前人的那个他把他佛光修到有多大，你知道吗？差不多这个弥勒祖师的底下到这个墙，那个他的佛光有这么大。这弥勒祖师的这个天花板到这个地上，这么大，这个就是以这个一个方圆呐。以前老前人的佛光人家就是他在不是泰国啊，他去开荒啊，然后里面做简陋然后他就从一个门出来，就有人跟老前人照相啊，结果一出来，老前人他的佛光就盖住整个墙壁就对了，应该是有这么大，从这天花板到地上，所以老前人他以前就是很认真练到他的那个佛性很光明啊，所以大家都很尊重老前人，因为他就是在世修得很好啊，这就以上3点，那个。然后后学来开始要讲一下，后学从一刚开始修到现在的那个经过，后学之前上来的时候有大概有陆续有跟大家都提到过嘛，后来后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心我俩机，后来后学以前我拄开始的时候那些无形的来缠我的时候，不是一个来给我电的，咪讲我一个心念要甲伊掠记，我一个心念要甲伊电，迄一个心念要甲伊电，无遮艰苦。因咧私人公庙大家因为我讲以后大家上好莫去接近那个啊，因咧真正足厉害，伊就起做兵将，这兵将都是无形的，那这些都是要出去办事情的。伊一个心念要来给我掠记，我无爱，这些兵将所有通通来缠着我嘞，一些兵将成千上万嘞，我对阮兜他们就阻挡不要让我来修道，不要让我来同一宫，对阮兜要开车来同一宫啊，我讲真正的，刚开始的第1年、第2年，我都用睡觉睡来的，啥睡觉睡来的，我一出门我就做爱困的啊，但是我感觉我都无来袂使啊，无来我真正可能无去啊。我硬着头皮就开车开出来，开出来我就一直这样哈气打瞌睡，一直想睡觉就对了。等停红绿灯的时候有当好我目睭我开了，转困去，真正转困去我讲这大家真正没有办法去想，我真正是这样经历过来的。然后睡着之后后壁有车嘛，车顶你搁唔行是咧创啥？叭那个吹起来，我赶紧来去开。我讲从刚开始要来同一宫的时候是这样辛苦，这样痛苦就是每次我要来同一宫，我去别位就没有这种情形但是只要我若要来同一宫听的是功课，就去开始啊，开始安尼度过我大概就是我就觉得我从我家这样一直睡到来同一宫啦。当我听课了嘛，佮开始拄啊，佮回去，佮驶到回去厝的精神醒起来啊，可以困饱的，真正我来佮回去厝哪有困足饱，佮醒起来啊，所以
各位前人可以想象，我拄开始这修的那个过程哦，是多痛苦啦。还有刚开始在练望缘放下的时候哈，哦，那真正万念重生呢。因为我在练的时候，伊就开始甲要甲我了乱，我练袂成啊。我就开始一直想代志，一直想，永远都没有停下来了。我愈练愈想啊，我若无咧练的时阵，就渐渐在缓和下来。我再开始去练的时阵，更想啊，后来，因为我刚开始来听刘老师讲课的时候我拢问这个问题啊，可能大概有印象。我若袂晓的，我不懂的，我就起来问刘讲师。我自来上课的时候，我就有问刘讲师啊。但是第一次来上课因为足侪问题的那个超时讲师伊拄啊徛伫我边，也有提出也小超哥提出这个问题嘛。问到最后那个刘讲师说时间到了，下课。我坐在后边，我刘讲师后边，我甲超时讲师讲。我有问题，你问了，问我怎么要怎问啊？超时讲师点无讲啥，你就对遮讲我阁唔甘愿，我就对遐走来问刘讲师。我第一次甲刘讲师问这个问题。第一次我就跟刘讲师问说，那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我以前甲大家讲话，是不是锁住玄关窍？刘讲师说不是。我就问说是什么？讲师就跟我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我拄开始我嘛唔知啊。刘讲师要回答什么都不要想，然后伊刘讲师唔知影敢是知影我拄着这，然后头也不回，伊就行就走啊，伊也不爱插我。然后我就等伊就讲什么都不要想。那时候刚开始我也是一直在摸索啊。我大概摸索到那个我来听到第9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领悟了。第9个月的时候我才讲原来那个佛性要怎么把它修正出来啦。其实大家认真练，就是你平常要去练来听课要等一下去练然后慢慢听慢慢练，慢慢听慢慢练，练到有一天你自动会开悟了。他说你在开悟的时候，你得练紧的就扶摇直上全身。你看我今嘛，从以前那些无形的来缠我做艰苦，然后到现在，他们并没有离开但是数量是比较少，因为我把我佛性本体修正起来，我的那个佛性那个能力越强比较弱的那些兵将没有办法靠近我剩下较强的那些兵将有办法靠近我然后老师又来跟我处理老师又不把他们赶走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老师不把他们赶走老师说要留着让你练功夫我拄开始的时候真奇怪，因走我是如何练，而家我不是愈歹练愈艰苦我拄开始我也想不通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讲。那一刚开始我来同一宫的时候身体还是一样病痛以前咱大家我跟大家一样，在私底下拢感觉讲，咱这同一宫拢是仙佛咱这仙佛大家拢做厉害的。我拄着代志其实刚开始我并不是很怕，我想我就转来同一宫，我就好起来，我说拢偌厉害，这性命大家拢嘛惊伊，他后尾无法度处理的。结果我来同一宫，奇怪，艰苦到要死拢袂好像拢无法度处理安尼迄阵我心里就开始打问号我就来做这抓嘛那时候很多都是法会来仙佛跟我来接洽来第一次那时候拢3个月半年开一次法会来拢袂好无法会的时阵来上课嘛拢袂好我怀疑说这仙佛到底是有效无效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来开法会我就排班那一次排班仙佛就处理，但是我不知道哪个仙佛处理。我们排班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清点传师香就拜位献结缘香嘛，然后那个点配盖的是神奇点传师结缘香，那个结缘香一插下去我身上那个点一下，全部通通一瞬间都散开没有1秒钟全部通通散开我怀疑谁要给我处理我就要开始轻伤可是怀疑无偌久轮到我又回去，他们又全部通通跟来了
全部拢搁对来啊！哦，我想啊，这真正可能无效啊！好，然后再来那个法会结束之后，哦，心里嘛是感觉安尼很痛苦就对了啦。然后又到了另外一次法会的时间，我过来法会啊。然后那一次法会我排班了，但是那一次仙母他就不处理了。然后我就那个身体难过嘛。那个原来是上次以前我来法会，我是说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啊！你拢定去遐摕物件，我拢家坐伫遐，我就是伫遐练方圆方下，身体足艰苦的。哦，等到仙母来的时候，我就赶紧爬起来才听仙母给我处理我身体较轻松的呗。然后有一次那个先祖来接窍，在两三年前啦，我就坐伫咧也是中间排的旁边那边啦。吕先祖就开始来开沙讲啊，怎样啊，然后我就伫下骹咧听然后听一听之后，我就想讲，我就想说，这仙佛来啊，我个身体个艰苦，我看这可能无效的款啦，然后我一想到这里那个法律组真的是不一样我一想到这的时候，全部啪，全部打出去。这法律组真正不一样脾气可能嘛无介好看我一想到这里，全部啪，真正1秒的时间，全部通通打出去。我想这真正够厉害啊！真的1秒的时间，但是我回去他们又跟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开始知道仙佛有能力处理，但是他就是不给你处理。他有能力给我处理这代志，但是他就是不爱处理用意是什么？当初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一直修，一直练到最后，现在我才知道。然后我来练这些我就开始慢慢的来听信理心法，来听有师讲课嘛。我感觉什么步拢用过拢也无效来这身份嘛，甲你处理过，要处理个哪唔处理？我都处理，不爱甲你处理处理我嘛去阮迄个附近的庙，迄庙拜拜嘛是拢袂好讲无法度，我就因为刘讲师说，连这佛性会让你的佛性越来越有能力，你就会去抵抗这些。我就回去就很认真练，然后也很听老师，我很认真来听我练到大概第2年，快到第2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老婆做惊讶伊突然我就咧讲话嘛，伊突然讲奇怪我咧讲我咧想啥，你拢知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我突然接到我老婆的调边我突然接到一阵波，我就甲这话讲出来，我讲去甲什么体来，我老婆都安尼伊甲我看，真正我咧想拢知。我就知道说那个刚才那个练波是我老婆发出来的。后来我开始测试我就讲我在吃饭时间，晚上吃饭时间，我老婆甲我2个囡仔，我叫我老婆讲你来想你想一件事情不要讲出来，给我2个小孩子也是一样，你们都想一件事情不要讲出来，我猜看看你们在想什么。我老婆想一想，我讲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她说是。小孩子的没准，因为小孩子都给我编了，猜中他也说不是我的迄阵我的妈妈开始讲，我有他心通我为刘讲师说我们佛心有什么通？有5眼6通。刘讲师就说有他心通，他说他心通最快呈现。我怎么就开始刚刚我有他心通我就点测试我就知道讲原来。我已经修成练那个佛性，就是越练它越光明，那个是自然呈现。我也没有什么用努力下去修，我赶快你这妄念放下，自然那个就呈现。就是如果你们都在旁边你那些小代志，那个练波都会接出来但是你很多，我现在还分不清楚是谁发射出来的，但是那个练波都会进来。如果你只有单独我在这边，我准备怎样你出来，因为越修你自己的念头会慢慢不见。当有念头出现的时候，都是对方发出来的念头，所以我有知道是对方发出来的。
我有问过刘讲师，刘讲师说，你越修会越来越清。做这人的做伙的时候，你知影讲是谁发出来的？你即马修是短距离，你接收得到，以后你会越来越长，愈来愈远的所在，你都接收得到。那个佛他就是这样啊，佛就是全球、全宇宙、全世界发生什么代志，他全部都接收得到，所以他无所不知。好，那所以我们在修这个练的也跟佛练的那个都是一样的。后来我修到第3、4年的时候，就是今年的上半年。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听刘讲师讲讲这济啊，然后我自己修自己练也练到这个样子了，我就规气伫厝的较认真修，较认真练嘞。等我练到练到心内做厉害，就是那个佛性很强的时候再慢慢来进入道场。前上半年我都在家里练了。这上半年我的开始慢慢就是那个天人风就出现了。我的开始我去公园运动嘛。我甲刘讲师讲过，我讲奇怪呢，我去公园迄公园是拢足侪很多人都在那边，伊拢坐伫遐开讲啊。刘讲师讲，伊就是拢食饱闲的无代志，拢爱走去啊，去看不练啊，讲一寡事故大家听啊。因为我去讲，我就听，我去到遐，我等下行下，就听人伫咧讲话，听遐就听遐讲话。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带阮囝去看目睭，就有人甲我问讲，恁，因为我拄着这人要来掠伊嘛，有人甲我，毋是咧问我啦，问阮兜的神明啦，恁才会安尼啊？我是听着我带一个，突然呢，我讲是拄着什么代志，哪会安尼啊？我等来我问刘讲师说，刘讲师说对啊，那是他们那个整个的首领啊，就是因遐警察的对啦。然后我的渐渐的，就是越来越清楚的对啦，就会听到很多无形的他开始在对话。刚开始伊拢唔知我听有啊，我嘛拢假做我听无啊，因为听但系个伊知我听有，要叫我对，我要加艰苦的。我嘛拢静静的听，我嘛动作我拢听无，就是很多无形的，他们就一直会在对话。然后那半年，我整个半年，我几乎大概都听得到，然后一直到5、6月份的时候，我一直在家里，从1月份我都没有同一宫，没来听心理心法，到5、6月份的时候，我晚上在这望远方下去然后那就特别跟以前都不一样，就很奇怪。我规身躯就一直烫，一直对骹一直烧到头壳全部拢烧，拢一直烧起来就对啦。然后就开始有那个无形的在讲话，因为我听惯势，我已经听半年了嘛，已经做习惯了，没做这样。然后这次这个来跟我讲话，就说，就咧数落我伫我周遭这无形的啦，伊讲你们这样不行啦。你们这样叫他不要去同义宫，伊即马伫厝的安尼，伊即马连法会伊也无要去，你叫伊安尼，你们这样会害了他你这样是不对的呢。然后我就听讲，文旭为师跟你讲，你从小拜你开始再去上心理心法，那个讲师的刘讲师功夫，你只学到皮毛，你还有很多都还没有学到。我听着为师，为师的咱老师我感谢咱老师，但我嘛是第届老师第一次来跟我讲话，我嘛是半怀疑啊。为师唔就是咱老师，我想咱老师我嘛乖乖听话，我就开始再来上心理心法。然后那个这半年来开始上心理心法之后。对，来上心理，老师来跟我讲完第一次来上心理心法老师，我刚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从我家里出发，一直来到同一宫，我下车，我下车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从门口对到门口要行入来，我对门口要行入来，我就听到人问佛恩师，就有人叫佛恩师然后就有人回应免礼。我即摆
真奇怪，这是啥啊？我就去行1楼大殿，就去听到有人看佛恩师，然后有条话讲免礼，熊太安尼哦，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哦，第一次这样，然后我就从1楼大殿里起来，后来就常常会听到这些啊，佛恩师的老师啊。咱同一宫吼就住了很多哈，以前没有被封国位的哈，以前的那些前贤，咱同一宫住的这些，这些前贤底下从下打帮助道，因为在世的时候没有修成，然后他们也要很努力来创造一些功德，所以底下来帮助道。所以我伫门口行入来就听到人叫佛恩师，他就直接画免礼，免礼的让老师画免礼，我就知道哦，老师就跟着我来了。然后我回去来上那一次的信里嘛，我又回到家里面嘛是对我门口开始就来画佛恩师，我去行入我的厝内底嘛，搁来画佛恩师，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一直给他回免礼，我从那一次之后，老师就开始要介入处理我的事情了。对个开始我大概修到就今年嘛。老师之前伊拢无要插我都伫遐艰苦，家己伫遐修，家己遐好很痛苦，家己伫遐摸索，然后身体又很痛苦，然后我感觉这仙佛根本就袂插我搁甲阮同学国清讲，迄仙佛伊拢用讲的啦，伊根本不会把这无形的打回去，他们这仙佛就是做慈悲的啊，拢袂甲这挂等去啦，伊拢用讲的尔。然后我有讲那个仙佛就是很慈悲啊，他不会去管这些事情的。我刚开始的话，我现在在讲，我就说对，那个我都是用讲的，他们不会用打的，只有那些庙还神明现在有趴。我刚开始的时候修啊，伯兄，这个是这个样子哦。后来那个介入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啦。老师一刚开始他为什么不介入？后来老师有跟我讲啊，你一开始的时阵，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我若甲你处理好起来，你搁恢复到以前的同款啊，开始搁酒色气，你也无要收道啊，你同款搁你伫咧遐要拍拼，你要趁钱，朋友少的就要啉酒，你对人去，我甲你处理好，你逐工伫遐咧酒色财气要创啥？干脆即马你拄着这。你艰苦，你在痛苦，你没有办法你就要乖乖认真修啊。等下，互你修到你有一个能力出来了，那个佛性就是越修越光明啊。你的贪嗔痴慢慢就是会消失啊。酒色财气，嘛是很奇怪不是光只有神通那个酒色财气也突然通通都消失啊。以前刚开始我在社会上的时候我当下些朋友就会啉酒创啥，即马那个就是自然我就袂爱去那个就是那个佛性慢慢把它修正出来。然后从今年5、6月开始之后老师就常常到我家里面去啊，因为那个仙佛他已经介入了嘛，他以前。在5、6月之前，我的身体就是有时候还会难过，因为我修到有一个程度了嘛。那些无形的要对我已经比较没办法。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开始会常常跑来我家里跑我家里面的有一寡神棍有时候会来请示老师啊。刚刚有些有那个过往，因为他们在对话，我都有听到嘛。有过往的前贤啊。还有大家的那个九玄七祖有时候都来求老师帮然后老师这些已过往前贤还是九玄七祖来求老师去帮忙他杨氏祖师的时候，老师现在都跟他们讲一句话，这个是老师叫我讲给大家听的，要跟大家讲下去了。老师说以前他还没有开设系理心法之前，大概来同一宫听课，还是来同一宫帮忙。如果有什么事情，老师都会担当他一定会给大家处理有谁你也都认真来帮办还是来打扫啊，还是来听课都认真在听课你若出现些问题，老师他都会帮你处理个好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来求老师的那些九贤妻，还是以过往的那个王林，他在求他杨氏子孙要去帮忙，他老师就跟他们讲说，我现在在同一宫已经开了信理法了，你们要叫你们的子孙下去认真的来听课，不然的话就是要回去听完课之后回去要认真修，如果你们不照这样做的话，你们的事情你们现在都要自己去解决。老师今晚都改这样来讲这是老师给我传达给大家知道的。然后老师来帮忙我，他有跟我讲他说我这几年就是被这些无形来折磨，说我已经尝尽了艰苦了，而且老师又说我很听话，他叫我来上心理心法，我就来上，搁安那艰苦，我像厝里你困到来家，不要来上。然后老师就说他不忍在我受苦，他就派仙婆来给我帮忙帮忙不是连关我到顶着他们要来捉弄我的时候动掉我知道他们来，但是我就是不会难过起来就是顶着老师还是一直跟我交代你不要期望靠仙婆会把这边管走，你就是还是要照你这样慢慢的下去修，慢慢下去修。然后靠你把你的佛性提升到那能量最强，有办法把他们全部都能赶走。所以嘛是爱搁靠家己认真修不是讲神父来就讲好我都靠神父啦，今晚好，今晚都搁迄个所以最终我也是一样大家也是都一样老师的用意就是要大家把那个佛性统统都呈现出来这个要修。要再修老师有一次老师这个也讲出原理给我听就是有一次这个我有跟刘讲师讲过，有一次我在家里然后那时候仙婆已经开始在忙了然后又有时候他们那个无形的因那脾气拢足大呢，伊若来袂欢喜全部搁冲来，伊来讲好，你就开始艰苦起来然后我就伫厝然后人就开始艰苦起来那一天早上我就要去跑步我的心情很低落嘛，我就想讲这仙婆来我搁逐天的安尼，这真正这个日子到底是要过但是我也是硬着头皮，我就去慢跑照，在慢跑当中老师就来讲话了。老师讲什么？讲这个原理给我听老师说，我不把他们赶走了，我不把他们赶走的原因就是要让你修道了。奇怪不赶走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修道。老师说，你的佛性会跟这些无形的竞争就像说有一只跳蚤，大家不知道捌看过迄个，你是跳蚤用一个挂甲扛的伊永远就是跳袂悬，伊永远就是跳5公分，永远跳5公分。等你这个挂甲掀开的时阵伊就是跳5公分这个跳蚤用一个30公分的扛伊就会当跳30公分，会当跳30公分。等你挂掀开的时阵，伊就跳30公分。那佛性也，老师说佛性也是一样你好，这无形的在给你干扰的时候你佛性会。你给他修正的时候，你佛性会茁壮起来，为着要保护自己嘛。佛性它就自动会跑出来跟他们做抵抗在跟他们做抵抗的当中你的佛性你的佛性就是一个线它进展的那个速度修成的那个速度就会增快就愈修，就比如讲你修，你像我拄着这种代志，我若修10天。搁一个无遇到这种代志的人，我修10天，伊可能要修1个月，变安尼做就是因为我有怕这些事情，那个佛性他为了要保护自己嘛，也能量也迅速加强了，对吧？老师说为什么佛经还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天上没有办法成佛，一定要有人的身体，一定要在这个人世间来成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老师跟这些过往的前贤讲他像文旭这样修，他如果修10年的话你们要在天上要修多久？你知不知道？2000年。你若无先看，你要想练刘讲师传的这个望缘放下，很多过往前贤都来这边听你想练这个刘讲师这个望缘放下练10当修的成果，他们在天上要修2000年。
所以老师说，为什么我要逼大家认真练的原因是在这里啊。这老师伊就叫我来讲，我大家听啦。现在不修，你回去了，你要修就足困难的呀。所以一定要当下。如果还不懂的，就要赶去参入去体悟。这浅显一听到了大家都哭出来了。他就跟老师讲啊，跟老师诉苦啊，他跟老师说。我以前在生的时也无一个刘讲师讲信的心话，我听啊。但我以后要搁去转世，刘讲师较鬼空啊，我直接去听谁讲啊。我听到这里也真的是很好笑哎。然后他就很羡慕咱今嘛在同为宫这些浅显呐，他们有身体真好啊，而且有刘讲师来跟他传这些法，然后当下他们又可以修啊，又可以修正啊。老师也是安慰他们了。老师就说没关系，你们虽然修的比较慢，你们还是认真修。这就是恁第四的根基。但那个你去转世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是看可以安尼修，然后还是你会自动去找。老师也只有这样跟他们讲啊，就无法度啊，无你今麦去转世，等大汉刘老师万世归空啊，安那嘛袂糊。所以老师的用意是叫我传达这些给大家听，要修当下，得较紧的，赶紧的。没有，我以前听足侪，我听足侪浅显拢甲我讲，当然咱若倒转去的时候，那佛性就都圆满啊，安那都没有，你没有去跟他修佛性，就是永远都是跟你现在都一样。你嘛想讲等以后会当风不会当没有，你没有去修就是拢无啦。你无修正就是拢无，你即马无修等于嘛是拢无啦。你就是要靠你现在有身体的时间才去修，当你无身体，你就是。像我连10档就是要等于修2000年啊！我2000年我看挡袂掉啊！这10档你就挡袂掉，搁要等于修个2000年。所以说，这来讲，修道者如牛马，成道者如兔角，就是安尼啊。这大概差不多，这就是这些啦。那我那个就是要感谢我的那个引导师林坛主啊，如果他没有这样度我我没有办法有这造化啊。我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老师就教我讲没有关系啊。那个当初我伫阮厝的时候就有很多仙佛就在讨论说处理你也好啦，看大家艰苦安尼。甲这神明讨论讲，甲处理你好起来，反正伊即马就做练心修啊。还有仙佛讲，他现在94台气都没有了啊，他现在又不烟不酒，什么都已经很干净了啊，你就甲处理你的啊。老师就说不行，他还没有通过考验，一个继续艰苦，因为等一下我给他处理好，他又不修办。然后我听到这些，我嘛是心都冷诶，无法度，但是老师安尼讲啊，我嘛唔敢反抗啊。过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就有外灵来求老师啊，求老师说，你就让文旭轻松一点啦，就把它处理一下，大家都要处理，就把它处理好，不要再让他难过了。后来老师就讲说，好，既然你们引宝师的9贤七祖来求了。为师就让他轻松一点，不要这么难过，但是不能让他全部处理好。那个林坛主就是你的引宝，你的那个9贤七祖都在你们家里，跟你们家里一起办了。碰到后学有这个问题啊，特地求老师，老师说好，我就给他弄，真的有轻松一点啦。这是一个小故事啊。大概以上就是跟大家做一些那个。新的分享如果有讲不好的地方就请仙佛赦罪容宽。好，谢谢大家。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前贤，大家好。那个或学占道天师德老前贤大德，也感谢各位前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还特别上来一课。手上这一张，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最后剩下4分钟的时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楞严经》里面的
它里面有提到说鸡翅那个真经，然后十番显见。那因为时间不够了，只有30分钟，所以或许回去了以后啊，把它写成书面资料，回答上个礼拜啊那个最后一个问题。那因为后面空白啊，所以又加了那个楞严经，那个以前啊我们就有发过了，因为那个很好，又把它连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这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空的时候啊多看一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刚提到说我们一定呢借假修真，一定要借着身体把真的佛性修正。我们不要想说你现在去度人，然后要修回到里再修，各位先生，这个是错误的，绝对不是这样。你有身体不修，你没有身体怎么修啊？所以一定要在有身体的时候修，一定呢，不要说这个我们回到理天，你回不去了，你住在形象，在相天了，理气象啊，理呀就是我们佛性啊，就是道啊，你要能够回到理天，就是你佛性啊整个呈现，才可以回到理天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形象努力呀，那个是相天，理气象。7天都还没到，只有在相天。想想看，怎么可以回到理天呢？所以或许不是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说我们这个把这个我们的那个佛性已经冲上整个宇宙虚空。说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你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很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这个时候已经把那个佛性本体已经体会轮廓都出来，然后你要努力专注然后加长那个时间这样的时候你在那个灵敏的知觉已经没有脾气毛病，已经没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你所有要修都已经修了。所以你看已经在佛性本体了，那用耳根圆通呢更容易就是我们借着声音把佛性呢显现。现在整个虚空都是了，可是我们可能体会不出来不能用妄想，要用实际的。你借着耳根耳根的稳性就是佛性，然后你听到声音了，你佛性就在声音发生的地方，那个声音会消失，你就不用耳根了。所以这个脱根，然后声音就是尘，又脱尘，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已经离开身体了所以我们佛性出来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慢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加强已经呢启发佛性以后，或许就讲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刚才师兄就讲，我们佛性可以发出光芒跟那个佛是一样的是不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借着身体有身体的时候赶快修又是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赶快请佛性出来当家因为我们现在都6根当家了6根就是4神，那去地狱的就是4神啦。那我们的佛性就是元神元神本来所以我们呢把元神都整个修正整个都出来了，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本位最理想借着现在大开普度我们才有机会所以我们能够修好好修都没有把握了
等到这个身体没有了，要了解到佛性没有启发出来，你就被业力推，推到呢现象又现象，又受苦，都在苦海之中。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生活之中，就是要请佛性当家，佛性当家的时候，他已经整个都这个脱离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最简单的身体是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请问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我们现在会动是不是佛性？所以你看佛性这么简单，有出来不？弄出来对不？所以我们是因为住相，所以要变成不认识佛性。那我们能够做万年放下到一念不生那整个佛性的人口都呈现。那我们更能够延伸做圆通更成熟。所以或许一直讲大概都离不开这个范围了。要我们能够掌握到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我们身体还给天地，因为天地虽有风土，我们身体也虽有风土了一定要还的啦。我们还没有还之前借用，借着虽有风土赶快用赶快修让我们那个佛性能够多呈现。怎么样呈现呢？日常生活你让它当家，就已经全部呈现。这样容不容易？不讲，讲是很容易的，做起来你就会了解说，我们六根真的很强，已经用得深根蒂固了，所以一下子都没办法改过来。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机会真的不多。各位就想想看，我们都满有年岁了，当个偶久，还可以活多久没多久，所以要赶快请佛性出来当。佛性当家了以后已经身体没有没关系，你佛性没有出来那体没有了，业推了，被业一推了以后，我们又现象又在苦海之中。那又受苦都没完没了。所以一定要借着我们还活着还有能力的时候就赶快做。不是要求别人的，这个是要求自己啦。就是佛性你出来家不要给六根当家。我们知道六根一当家那个造业连连啦。目睭爱看耳爱听鼻爱鼻嘴爱食，身躯爱摸，意念爱想，拢逐项要甲咱揪去地狱。不要给他当家。我们就请佛性当家。那佛性当家都符合真理，所以会造业，就不用受苦了，就解脱了。所以要自己解脱是要自己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互相勉励。我们的这个涅盘经，我们到讲第几了？第几页？20到第7行，1、2、3、4、5、6、7，迦摄白佛也。各位找到了吗？有这个迦摄白佛言：若一切真有佛性者，佛与众生有何差别？所以这个迦摄因为要接那个就是一代的祖师所以他很详细的问所有一些问题，说若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那么佛跟众生有何差别？哪个地方不一样？那么如是说者都有过咎。若知众生皆有佛性而因缘故舍利佛等以小涅盘而波涅盘。
远觉之人呢，以中涅盘而波涅盘；菩萨之人，大涅盘而波涅盘。如是等人啊，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来涅盘而波涅盘？所以迦叶就问说，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那佛跟众生呢，应该是一样。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差别在哪里？所以迦叶就这个讲佛啊，说如是说啊，都有过咎。这样呢，有很多的那个不对的地方啦。若诸众生呢，皆有佛性，何因缘故啊？为什么舍利佛以小涅盘而波涅盘？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涅盘，像个阿罗汉也可以进涅盘，辟支佛也可以进入涅盘，菩萨也可以进入涅盘，佛也可以进入涅盘。它为什么都不一样的程度啊而入涅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啊，像我们在凡尘啊，这个念像我写啊，这个小学都没拿到毕业证书。你看，有的念中学，有的念高中，有的大学，有的念到硕士，有的念到博士，是不是都不一样？是不是有千差万别？是不是众生都是一样？为什么像我都无读册啊，有的读到遐悬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的努力方向，以及他所得到的成果啊，都不一样。所以这边迦叶问的那个舍利佛啊，小涅盘，就是他比较没有去度化众生呢，就想说进入涅盘了。然后远觉就是那个辟支佛，以中涅盘呢就波涅盘，然后菩萨呢大涅盘而盘。如是等人啊，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来涅盘而波涅盘？为什么不跟如来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跟每人的花心，每个人的花心每个人的追求方向所作所为啊都不同，而名称就不同。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进入啊我们不生不佛性本体，而且要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名，也没有相，没有名相所以我们能够到达最究竟的，就是没有名，没有相。我们在凡尘修可以说啊，没有名，没有相我们就已经无所依赖，就已经不知道要如何做，如何修这样的话他有办法到如来的程度吗？就已经缺少善知识引导。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人在教，有人在说那确实啊就是非常殊胜。可是一定要正确呀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现在整个凡尘能够说到究竟的可以说还没见到或许都一直在很奇怪，那一些高僧大德啊，怎么都没有讲究竟法像最普通的四念处，怎么说都是入门的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系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入门？刚要入门修道的时候所讲的。那《大藏经》里面，文殊菩萨有问佛说如何是四念处？佛就讲观身性相由虚空，观我们身体啊，不管是佛性，不管是身体本身，都跟虚空一样，这样就有办法成佛了。你看一句话就可以究竟到达究竟，然后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没有受
我们一切都不受啊，就是全部都是佛性，一心正受。然后观心，但有名字性，没有心啊。各位前贤，心无啦，敢若有名尔啦，连迄个名的性都无。所以要努力生活啊，就是要无心。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无心了，就是真心；已经无心了，就是佛。奥不奥妙？我们有心了，我们有心就失心啦。我们有心了就要六道轮回。所以无心了，那个谢谢你不是说得明白吗？有没有？心意识啊，我们在用。所以或者就讲，我们跟佛性很亲切在一起。只要你晚上睡觉，你已经睡着了，然后没有梦，那个就是本体呀。可是我们做梦，那个叫独头意识。你清醒过来，你意识恢复，那个叫心意识，不叫本体，叫作用。你有亲切不？咱逐天拢有做伙有无？佛性本体啊，就是佛。所以只要你那个时候一躺下去，没有意念，睡着了，佛性本体都跟你在一起。你有亲切不？咱以前知影无？然后我们在，所以就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有很多只要你知道，你就到达了，不用修的。像我们在讲的一些这个最上法门啊，也都是你知道就到达。所以这个很重要了。不然很努力啊，我们在凡很努力的做，叫有为。有为叫生命，叫无常变化，不会成的啦。不过今嘛迄咧办啊，我咧讲足讨厌。你安尼讲都拢免办啊？不是我们努力办众生啊成佛的事。可是啊，那个不成佛的一些呢，我们就不要去办。带人家去玩，那个心都野了，那个更离道越远，那不用，又花心思又花钱，又花时间，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很疲累啦。你若办来足忝的，紧的去困，已经无气力了。那个不是道要了解到。道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是道，是无极，道是绝对。所以一定要呈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对。一定要努力朝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假设呢，这样一问就等于这个让佛呢来回答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那佛就讲：三男子知佛是真呢，所得涅盘，非知声闻眼觉所得。所以就讲说到达如来如来的那个般涅盘啊，跟呢那个声闻声闻呢就是阿罗汉，眼觉就是必知佛。所以佛是真呢得到了涅盘，跟呢声闻缘觉所得都不一样所以非。那么以是义广大般涅盘，名为善有。这个大般涅盘，我们就是了解到，假如说光的字涅盘，那就跟生死相对了都是生灭变化。那加呢大涅盘，或是加般涅盘，那就已经超越就超越这个我们凡尘相对待的，那么名为善有。这个大般涅盘就是善有。那我们在凡尘都没有拥有这个善有。那世若无佛非无二圣得二涅盘。
假如说佛没有示现在凡尘，那么我们的声闻缘觉啊，那个二圣呢，都有。那么二圣它可以得到那个二涅盘，就是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都可以进入涅盘。那迦摄护言是欲云何？这个里面的义理呀，是怎么样？那佛呢就回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哪有一佛出现于世，开示三圣？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那个非常长的时间非常久的时间才有一个佛出现在凡尘，来开示三圣，上圣、中圣下圣，所以上圣性理心法，然后呢那个中圣呢就是我们那个参禅打坐然后下圣敲打练唱，所以就有这个三圣。善男子，如所言，菩萨二圣无差别者。这个菩萨跟二圣，就是声闻缘觉，无差别者，我先于此如来密藏大涅盘中以说其意知阿罗汉，无有善有，就是阿罗汉他没有大般涅盘，说没有善有。何以故？知阿罗汉即当得是大涅盘故。于是亦故大般涅盘有毕竟乐，是故名为大般涅盘。所以那个阿罗汉他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善有，还没有就是大般涅盘，可是他们可以得到，就是我们一般呢了解的阿罗汉就是独善其身然后到菩萨呢才能够兼善天下。所以你独善其身不公于众生你家里好就好众生怎么样你都不管那样呢不列入不列入在天地之中所歌颂所赞叹的所以一定呢你到阿罗汉的程度要在进修走到那个菩萨能够呢这个兼善天下，就可以都可以得这个大般涅盘。那么迦摄言：如佛说者我今使之差别之意无差别意。这个迦摄回答说，佛一讲了以后才知道说那个差别的地方所在这个众生因为呢都是被凡尘的现象所迷惑，所以没有进入修道，所以就没有办法呢般涅盘。那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有办法进入涅盘，可是他们缺少度化众生，所以佛都不加以歌颂。等到你到菩萨以后又可以这个兼善天下，所以佛就鼓励菩萨一直努力修，修到呢觉性圆满。何以故？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未来之事皆当归于大般涅盘。这个一切菩萨声闻缘觉还在呢未来不是现在，就是未来之事皆当归于大般涅盘。譬如众流归大海，那个所有小河流呢，它都归到大海。是故声闻缘觉之人悉名为常，非是无常。以是异故亦有差别，亦无差别。所以这个声闻之人，声闻这个缘觉，他们呢跟菩萨、跟佛、跟如来都有不同的地方，
他们呢也可以呀，到达最就近啊，大般涅槃，是可以，可是啊要努力，不是现在当下，所以啊他们也都是常，已经呢脱离啊，那个变化，不是无常，所以啊我们要知道阿罗汉啊就脱离三界了，阿罗汉不在三界在出生啊，伊无伫这个三界，搁在搁在像咱身躯来受苦，他已经可以脱离三界了。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大概对阿罗汉也没有说很向往，可是要了解到阿罗汉呢，他已经呢到达无学无法可学啦，已经所有的法拢会晓啦，已经无法通好学，所以呢到达那个位阶啊也很高了啦。我们到以后啊，又兼善天下呢就可以。那么迦叶呢又问，云何性差别？为什么他们的那个阶级呀，他们会有那个差别？那么佛呢就回答说，声闻啊，好像乳，牛奶，牛奶这个佛都时常拿来比喻呀，有五味。第一个呢就是牛奶，第二个呢就是乳肉，第三个就是生酥，第四个熟酥，第五个呢就是醍醐。我就讲声闻呢，好像牛奶，好像乳，缘觉呢就已经呢好像乳肉，那个肉。那么菩萨之人呢，如生酥熟酥了，这就比喻两个。因为菩萨呢，他有10地呀，次第菩萨、2地、3地，一直到10地，到第8地啊才不退转，所以啊，那个生酥啊，就那个初地、2地、3地，8地、9地、10地啊就熟酥了。那么佛世尊呢，犹如醍醐，所以这个五味啊，牛奶的五味，牛奶、乳肉。生酥、熟酥、醍醐，佛呢都加以比喻。那么以是义故啊，大涅盘中说4种性而有差别。在大涅盘里面呢，说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以及佛那个涅盘都不一样，所以啊有4种性这个差别。那么迦叶复问，一切众生性相云何？这个时候啊，就比较低的，也不讲那个声闻缘觉，也不讲菩萨，就讲众生。那么佛就回答：如牛啊，心生；如雪啊，味白。好像牛啊，那个加生牛啦，那个牛啊，心生。那个乳跟血呀，还没有分别。那么凡夫之性啊，杂之烦恼。我们凡夫呢，烦恼多了，所以那个性啊，多边界，杂之烦恼，很多的烦恼，亦不如是，就是啊，那个乳跟血没有办法分别。所以啊，新生的那个牛啊，它没有牛奶，没有办法那个饲牛奶饲，那个饲牛奶饲无牛奶。那么迦叶复言，基斯那城，就是啊城的名啊，基斯那，那个释迦牟尼佛入灭的那个地方，就是基斯那城，有旃陀罗。旃陀罗就是屠宰业啦，以这个屠杀为业，叫旃陀罗，名曰欢喜，佛济世人呐，由于发心呐，当以此戒千佛世中，速成无上呢，正真之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现在叫做玄觉。玄觉有千佛，我们之前叫庄严觉，那我们玄觉之后啊，星宿觉，
它都有1000佛。哦，那我们现在选举到我们释迦牟尼佛第5位，哦，所以后面呢、还有995，哦，各位就可以想象了，哦，后边迄995，唔知到当时才会当哦，拢视线的完成。咱有迄个名通看无？有啦，咱佛性也未死啊，吼，拢看会到啦。所以要修正。所以这个迦叶问啊，这个基斯那城有那个屠宰业啊，那个人就是在杀生的人。那么佛祭啊，那个祭就是受祭啊。佛祭世人啊，由于发心当于此界千佛寺中，在1000位这个能够天盘的啊，在这个千佛寺中，为什么呢？把它这个记录这么高的程度，速成无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啊？如来不计啊，尊者舍利弗、目犍连等速成佛道。所以这个迦叶一问，说舍利弗、目犍连不好意思说自己啦。迦叶啊，迦叶是大弟子嘛，他不好意思说自己，说呢舍利弗跟目犍连，为什么不记他们？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或有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作是愿缘，我当久久护持正法，然后乃成无上佛道。所以各位姐姐就是要了，因为他有发誓啊，就是要久久要护持正法。那这样的话，可以让他赶快成佛道吗？可不可以？安尼都违背他的愿了，这样了解吗？你要护持正法的话，要再完成。你完成护持正法，你就呢不能这个去长这个天满，这样了解吗？知不知道意思？各位听起来可能这跟我无关系，所以拢袂注意来对些。那么以花誓愿这个故以示记所以对那个阿陀罗那个欢喜呀，就是这个花夙愿，他有花那个，所以我们修到这个花愿很重要。各位要了解我们要花愿长，不要长花愿。一花愿了以后就不能变心了，一直要朝这个方向去走，不能说我现在花愿，明天又来花愿，后天又来花愿，你那个愿没有用，那个是生灭的。我们一花愿就是不管是一生下生一直到永远，全部都努力以赴故次譬如商人有无价宝，意思卖之与人见矣，不是轻笑。讲那商人有那个宝贝非常高的那个价值去市场卖那一般人不知道不知道那个宝的那个实在，所以就笑他。那宝子唱言：我此宝之价值无世。我这个宝好的价值是无法度讲的足悬的。这以人听了以后不笑，搁再笑啦。各个香味此非珍宝是玻璃珠玻璃珠啦。囡仔咧耍的有无？囡仔咧摘珍珠迄啦。囡仔咧摘珍珠迄有价值无？无价值对无？若真正迄个夜明珠有价值无？就价值它有当会发亮。
善男子，声闻缘觉呀，亦复如是。若闻事迹呀，则便懈怠，轻笑呢，薄见，不如比与人呐，不是珍宝。这个声闻缘觉他们也是这样。听到呢，你花宴就可以呀，这个数计就给你受记呀，听到以后就懈怠，就轻笑薄见，不知道呢，不认识这个花宴的那个重要。那么以未来世有之比丘不能精勤修习善法，就是未来世有这个修道的比丘没有办法呢，很精进修习善法，贫穷困苦饥饿所逼，因事吃家都无通吃，来出家就有他吃了。所以有很多为了要吃饭就这个去出家其实佛定的戒律那个比丘不能自己煮饭，也不能自己去栽种，不能自己做生意，什么都不可以了，只有可以托钵。你看，更较无通吃。所以有故事说，安尼7天来分1届，一届分7斤，哇，都饥荒拢分无啦。煞来转去爱搁5个7天，咱这些人5个7天爬袂起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修了以后真的像陈兄讲的，你的迄个佛性拢光芒满灯咱的身躯嘛拢真用啦，但是咱无坐禅啦。但是自然而然，你佛性坚强了以后身体会连带着也很健康，因为观念都正确了所以就没有迄5、4、3、1米那遐病。所以出家呢，长养其身心智清照，学命残取。那个学命就是那个不正当赚钱那叫学命所以这个我们假如说越研究就越知道，我修到那都遐尼甘苦，真的就是要苦了修道没有悟道，都是贫道贫道受苦踢到铁板。像陈兄讲你若修好你就90才去，你倒反正遮艰苦无修袂使啦，强迫你一定要修。我们踢到铁板了无希望好啦，来修道，死心塌地好修道，努力修道脱离苦海。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朝这个方向。若闻如来受记闻数及记者便当大笑今慢为之，当知是等即是破戒。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假如说这个你能够得到受记，就像我们现在求道了，求道就是受记，所以这个很珍贵的一定要爱惜就是有成佛的资格。那我们要努力像以往但读受这个功果圆满了才受记。我们现在先得修了所以这个后修一定不要忘了一定要努力修，可以成的都可以成道成法尤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从内心产生信心，我可以成道，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绝对可以不是用希望的啦。你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希望我能够成佛，那个希望无望啦迄个做拢未成不从心性着手
那个道啊，没办法修成。那么自言以得过人之法，所以啊，这个过人之法，就是啊上人法，上人法就是菩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袂使家己这个自夸自大，袂使讲家己已经得到真高。以是义故啊，随发誓愿啊，故以速记，护正法德为收演技受这个演技。护正法，你要保护啊这个正法，就是啊，家己讲你过10万年以后才成佛，10万年以后啦，有远伤久啊啦，无100年，100年伤紧啦，1000年，这演技啊，就是很远很远呢，才让你成就。那假设呢，不白佛言，菩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哇，这个假设进来问说，菩萨怎么样呢？才可以啊？不坏眷属，就是他的那个亲属。那佛告假设，若知菩萨勤加精进啊，依附正法，以是因缘所得眷属啊，不可举坏。就是要这个护法依附正法，保护呢这个正法，所以他的眷属啊就可以这个连续啊沿接着。那假设护白佛言，何因缘故啊？众生得此沉口干焦这个导致众生为什么会得到啊这个沉口干焦？所以我们这个舌头啊旁边加3点水叫什么？啦，咱喙齿都要有水啊，咱才会活。这拢打会安那？全部都干了会怎么样？会死掉了。火，你看咱的中国文字啊很有意思。咱的舌头啊边啊3点水有水，你就活。所以各位要记得啊，舌底上颚，口水会生，你就吞下去。一直吞，那个口水很干，你就不用喝饮料了。这都可以看就讲28年的课了。你看过后学喝开水吗？讲2个小时，没啉掉，没有喝开水，为什么？舌底上颚，那听了叫中医师看把脉讲，你安尼讲28年拢生气无气啊啦，气拢无啊，气拢无还可以讲还可以讲，还要再讲。我们这一本讲完，我还要讲维摩诘。维摩诘经是或许在讲里面最难讲的，因为最深。那个光一句不以3界现身意，你看咱就他就登袂过来。我们在凡尘哪可能不现身意？那么现身个现意。不以3界现身意，我讲这个意境啊，真的很高。咱听大家拢较成熟在讲。那么佛告示，若有不是啊，三宝长存，以是因缘啊，沉口干焦。所以这个三宝，佛法僧，都在我们身上佛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僧就是我们行为，佛法僧呢，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三宝都永远在，三宝常存。如人呢，口爽，这个嘴巴没有味觉
这个导师或许曾经在那个住院那个时候或许不是有休息50天，有没有？那个民国100年是不是100年休息50天？好像或者看那个谢谢你来里面有写就是休息50天。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各位都会想象不出来。我们吃东西拿到嘴巴里面你吃了以后没有味觉，你吃下面都没味了，所以就可以想那一种生活会怎么样？你吃下面都没味就不想吃了，对不对？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你要吃那个真强那款物件那个味真强的都没味。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样会有那个没有味觉的那个病出来后来又怎么好了？我都不知道都要给我体会了。讲我在讲拢让你本身去体会你讲出来就有力没有味觉我也经过，然后怎么样会消失没有味觉我不知道怎么又回来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我们佛性很奥妙了不要说佛性，身体就很奥妙身体就已经这样。所以那个口爽不知甜苦辛触咸淡6味的差别这个我们呢开门这个6件事还有几行7件事，一切众生呢已知无智不是三宝是常存法所以我们众生呢没有智慧不认识三宝佛法僧精气神我们要知道呢这都是三宝精气神，是故名为尘火干焦。故此若有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者，当知是人则为生盲。假如说有众生不知道如来不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常住是永远在都不用来不用去，没有生灭，那么当知是人则为生盲，生下来就没有眼睛没有看到我们佛性。若知如来是常者，如是之人虽有肉眼我说是等名为天眼所以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永远都在的话，那么这个人虽然他只有肉眼我就讲他已经有天眼，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各位有看到佛性本体吗？没人赢都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佛性已经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之前或者都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的如来因为这个有前贤提醒后学得无所见还见如来，我讲刚好不对，那个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是能所双泯，已经一体了这个时候你就真的看到如来。现在不要用看，用悟若无所见即时真实的悟以如来，你就知了唔通伫文字伫咧做功夫啦，但爱实际就是要了解，当你已经没有能手，这个时候整个虚空都是如来。你有看到无？有看到虚空无？所以整个如来拢呈现
我们了解到哦，当我们已经没有能守，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啊，就是绝对体。绝对体的时候啊，是整个宇宙，整个我们地球全部啊都是只有一家，拢一做伙啦。没有他，也没有万象万事，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啦，全部都是如来，你知不？知不知道？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很多都是那都唔捌听，好像前在说心得啊，我哪会听，我哪会来听放假？卡通影片啦，讲我在讲卡通影片。可是啊，你听久了你就知道是真理，不是讲那个我们做不到的天马行空，不是那样，都是讲真理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知道如来常住啊，就是有天眼。已经呢，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故此，若能知如来是常，当知世人啊，久以修习啊，如是经典。所以讲乃当知呀，如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永远都在。那么这个人已经修得很久，久以修习就是很多生很多世已经累生累世都有在修，所以他知道这个如来是常，永远都在。那么我说是等亦名天眼那么虽有天眼而不能知如来是常，我说师等名为肉眼。那假如说已经呢有天眼了。不管是修的或是呢生带来的但是他不知道如来是常，那么佛就讲那个是只有肉眼，世人乃至不是自身手足之节这个人都知道他自己的本身这个手脚那个肢节他都不知道，亦不能令他视之。嘛无法度互伊会当知影，以是义故名为肉眼就只有一般我们只有形象，看到形象的眼睛。故此如人子16月加16个月，虽复语言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语，先同其音，渐渐教之。是父母语，可不正也。这个家师就回答不为是真。说呢，我们这个这个孩子生下来16个月虽复语言，囡仔咧讲话啦，16个月都会晓讲话。伊迄讲的拢是话啦。迄囡仔话，虽复语言未可解了。虽咧讲拢唔知伊咧讲啥。而彼父母欲教其语，迄父母要甲伊教伊讲话，先同其音都爱甲囡仔共款音。囡仔咧都要往那甲伊安尼。所以要了解你当父母大概最多的教他叫妈妈，叫妈妈，家己叫啦叫妈妈，叫妈妈，要自己先叫，你叫久了孩子才会叫妈妈。所以佛就问那个迦叶，说是父母语可不正也？父母的语言不正吗？迦叶说不为，不是。
善男子，知佛如来亦复如是。随之众生种种因身而为说法，为令安住佛正法故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跟迦叶说知佛如来也是这个样子随之众生，看众生的程度那个种种因身而为说法，都不一样的众生程度不一样，说的法就不一样为令他安住在佛的正法怎么样可以成佛那一种法里面，那么随手应见而为示现种种形象随手应见，应该让他见到多样的景象然后佛就示现这个种种的形象。如来如是同彼语言，可不正也如来这个样子跟他讲的话都一样，这样是正吗？迦叶回答：不为是真，不是安呢。何以故？如来所说如狮子佛如来说的好像那个狮子佛。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那个狮子一吼叫百兽都降服了所以那个表示讲出来就是真理不会这个言乱。随顺世间种种因身而为众生群说妙法就是随顺的这个世间种种的因身而为众生群说妙法。还剩下10分钟了，问题多不多？多的话我们就留10分钟，没有的话我再说。没问问上次不是还有吗？有没有？上次的问完了问完那我们再讲一切大众的手问品再讲到下课。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青黄赤白红紫光明照尘头身，尘头欲语以诸见属持之摇扇即往佛手，亦奉如来及比丘僧最后供养种种器物充满具足持之佛手所以这个佛可以从面门放种种光尔时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周匝围绕为尘头言：觉知尘头，勿变奉施那个懂尔时如来护晃无量无边种种光明，知天大众欲施光影，寻尘头前至佛手，奉其手施这个寻就是马上那个意思听就是允许马上就允许这个尘头拿要这个最后那个布施给佛吃的东西就拿到佛的前面的尔时天人及众生各个自取手持供养，至于佛前，常跪白佛，唯愿如来听之比丘受此供养。所以大家都争着要做这个最后的供养佛要进入涅盘所有的这一些天人知天的这一些人他们都要供养。那时之比丘知是时故执持衣钵，一心安详知道这个时候到了持衣钵一心安详。尔时尘头为佛具身布置种种狮子宝座寻这个真幡盖花香璎珞。尔时3000大千世界庄严微妙，犹如西方安乐国土
尔时尘头住于佛前，忧悲啊，这个藏样，崇拜佛言：唯愿如来犹见哀悯，自受一劫啊，肉减一劫。那个时候啊，在这个佛示现完成的时候，是120年呐，一劫啊120年，希望就是再住120年。因为佛80岁啊就入灭，本来呢他要治到120，向呢阿难讲，阿难没有留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呢那个波旬啊魔王就赶快请佛进涅槃，结果80岁啊就进涅槃，所以大家是一直骂这个阿难，佛要留40年，你怎么不留？阿难讲我都去波旬，我心拢寒嘞，唔知影啦，袂晓反应，所以啊，佛还要顺着还情啦，凡人留他就留。因为阿难是侍奉释迦牟尼佛，所以阿难代表所有一切众生啦。阿难无留伊就好，我搁迄个普贤魔王叫伊讲进入涅槃，好啦，明年3月我就进入涅槃，就这样，所以那个一劫啊，自受一劫120年。佛尘头，如欲令我久至世者，宜当侍奉呢，记足檀波罗蜜。那个檀就是布施啦。这个檀，那有时候后面加一个乐，檀乐，就是你布施啊，可以越过贫穷。尔时一切菩萨摩萨、天人杂类，异口同音，唱如是言。其灾蠢头成大福德，能令如来受其最后啊无上供养。说这个蠢头成大德，能令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受到蠢头最后的无上供养。我等五虎啊，所设的供具啊，则为唐捐。那个唐捐就是吸气啦，拢无效就对了。所以我们时常看到啊，功不唐捐，有没有？就是功不去了，不会平白无缘无故就丢掉了。了解意思吗？唐捐啊，唐捐就是无效啦，拢规个拢无效安尼啦，失去。尔时世尊亦令一切啊众望满足，以自身上一毛孔化无量佛，一之佛各有无量之比丘身。所以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啊，要令大家都能够满足他的愿望，所以在自己本身啊，一毛孔就变化无量的佛啊。然后一的之佛各有无量的之比丘身，安尼你要供养拢有啊啦，足济佛啦，所有佛都所有比丘身呢都可以受你供养。是之世尊及无量众啊，悉皆示现啊，受其供养，拢会当供养迄个佛变化出来这形象。那释迦如来自受尘头啊，所奉的摄者，那个释迦牟尼佛本身啊，就是接受尘头他所这个奉的那个施舍，就是他准备的那些吃的东西。尔时尘头手持羹粮，成熟之时，摩切陀佛满值8斛啊。这个5斗为1斛，以佛神力啊，悉皆充足，一切大会，大家拢有通食啦，拢有够。尔时尘头见是事宜啊，心生欢喜，踊跃无量，
一切大众啊，亦复如是。尔时大众成佛圣子，各作是念：如来今已呀，受我等施，那现在呢，已经呢接受我的布施供养，不久便当呢入于涅盘。作是念已呀，心生悲喜，又悲伤又喜欢。尔时士林其地呀，狭小，以佛神力呀，如尊峰处，皆有无量之佛世尊，及其见属啊，等坐而食，所食之物啊，亦无差别。那个针锋，那个好像针那么细呀，好像那个刀锋那么一点点，那个地方在都可以啊，有这个知佛世尊以及见属坐在那边吃啊，那所吃的东西也都一样，没有差别。是时天人阿修罗等啊，涕泣悲叹，而作是言：如来今日已受我等最后的供养，受供养已当般涅槃，我等当复更供养谁？我今永离无上的调御啊，茫无眼目，所以他们呢就很悲伤啦。说如来进入涅槃，后日啊无人教。尔时世尊唯一安慰一切大众而说句言：汝等莫悲叹，知佛法应耳。说你们呢不要这个悲伤叹气，知佛的法都是应该要这样，有生呢就有灭啊，所以一定呢要进入涅槃。我入涅槃啊，已经无量劫，佛就讲说我进入涅槃啊，已经非常的久，这一次世界啊，又回到我以往涅槃的地方所在。那么长寿啊，最胜乐，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我们都这样了，都是非常乖，那个常乐我净，长寿最胜乐啊，永处安隐处，永远都处在很安云的地方。如今啊，自心听，我当说涅槃，这个佛就要讲这个涅槃。我已离时祥，终无饥可患。这个已经啊，我们的佛本体啊，不用吃了，所以啊，都离开要吃的念头，那么也没有饥渴，不会饥饿啊，也不会口渴，没有那个患难。如今当为汝等啊，说起啊随正愿，现在呢。为你们来说这个随正愿，令知一切众啊，皆得安隐乐。令呢一切众啊，都能够得到安隐乐。如应修行啊，知佛法常住，所有的佛法知佛那个法呢，永远都在。什么4点了啊？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道，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先天大德，以及感谢各贤贤给佛学机会学长。我们的这个手上有一张呢，离相法门，那个是约经的啦，那个经文呢，不多，居切实啊，不起妄念。一次妄心呢，亦不熄灭，知妄想尽啊，不加了知，一无了知啊，不变真实，就只有这样而已。所以我们有空的话呢，多看，会都了解里面的含义，又有解说，解说的就是那个比较小的字啊，有刮胡刮起来。那我们就回到呢讲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了？22页啊，22页的反面。
到10第9行。这个何其怪在这边吗？到14行，若能如是啊。22页的左边啊，我翻到22页的反面。家属屋以消这边嘛。对啦，这个因为在北部呢还有课啦，所以都忘了说讲到哪边。因为每个地方讲的都不一样。这个假使屋以消啊，同构市区，犹如亲兄弟呀，而乃永涅盘。这个乌鸦呢，跟那个猫头鹰啊，乌鸦跟猫头鹰他们就是性啊不相同。假如说有办法同共一市区啊，就是休息在一棵树上，共同在休息，亲的这个兄弟，这个时候啊，他们呢就永远进入不生不灭。所以那个乌鸦跟那猫头鹰，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猫头鹰啊，那个眼睛啊，白天它看不到。要晚上他才看得见。那乌鸦呢跟它又相反，晚上它看不见，白天呢它看得见了，跟那个两个刚好相反。所以他们两个不会当成兄弟啦，不会相处啊，就是很和乐啊。那佛讲说假如说他们能够相处很和乐的话，那就可以啊，永涅盘，就是已经到达不生不灭。那么如来是一切啊，犹如罗睺罗。这个罗睺罗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那如来看我们所有众生呢，就好像看他的儿子一样，常为啊众生尊，就是我们众生之中呢，最尊敬啊，就是呢佛，那么允和啊永涅盘，为什么进入涅盘，进入圆寂？所以这个有这个一点在提示啊，说假如说不进入涅盘，那我们众生呢不会努力修道，就是佛什么时间呢都在凡尘。那我们遇到困难了，什么时间都可以去问。那假如说佛要进入涅盘，我们有问题呀，在佛还没有涅盘之前啊，就要赶快问。涅盘以后啊，就没得问了，所以就会比较紧张，会把握住那个机会。那么假使蛇使狼同处一切有，相爱如兄弟而乃永涅盘。这个蛇属狼一样，他们呢都各有各的那个性，不会呢这个相处在一起。那假如说他们可以相处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到达那个不生不灭，永远呢都不生不灭。那么假使七叶花转为婆施香，这个迦流，这个迦流投夷就是六情比丘之一
六群比丘哦，就是那个性很恶劣啦，拢带头做人这个迦流为正头，而乃永涅盘，所以那个在讲说他们那一些假如说已经呢这个能够改过了，那个这个状态就可以进入永远都不生不灭。那么假使一忏提现身呢成佛道，永此第一乐而乃入涅盘。这个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呐。所以这个地方呢说，假使一忏提已经现身呢成佛道，比方说没有善根的人他都可以努力修正呢到成佛成道。那么永远处在第一快乐因为成道成佛以后那个乐没有苦在后面我们凡尘乐后面都跟着苦所以都不算乐。那成佛成道那个快乐没有对待的，就是永远快乐所以他们就进入涅盘不生不灭。那么假使一切众一时成佛道，永离知过患永远都离开所有的过错患难而乃呢入涅盘，就是这个一切众生都能够一时成佛道，那么永远都离开所有的过错患难，而来呢入涅盘，就呢进入涅盘。假使文瑞水这个侵坏于大地，这个水跟蚊子一样，就是非常的小它就是他们呢把这个大地那个侵坏。所以我们了解说文瑞它用水来侵坏大地那个是等于是没办法的事啦。这个讲说那个困难度很高川谷海盈满而乃入涅盘，就是侵坏大地，然后所有川谷以及海都盈满，这个时候呢才进入涅盘。那个文瑞水要侵坏大地使川谷海都盈满这也是很困难的事。以是故汝等应生好气而啼哭。所以佛就跟这一些人讲说就是这一种这个原因大家呢应该要深深的爱乐正法就是对正法呢要很深的爱乐快乐要真的能够去体会正法带给我们的快乐。那不应该呢生忧愁跟烦恼好奇而啼哭，就是这个哭嚎声音很大所以嚎气呢就是哭没有声音叫气有声音叫哭啼就把两个连起来这个啼哭好气啼哭。若欲自正行应修呢如来常要自己能够这个修正道学持正道应该呢也要修我们佛性呢不生不灭跟如来一样常住不迁当观呢如是法常存不变异就是要观察如是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法它永远都在，不会变的如如不动这个常住不迁。若能记三宝常住投地假如说我们能够记这个三宝佛法僧三宝精气神三宝这个我们呢都能够
同我们这个三宝在一起，常同，常住啊，同真谛，跟真谛啊，相同，此则是知佛最上之誓愿，这个就是佛的这个愿力，佛就是要我们众生呢都能够成佛，能够成道。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就是能以如来最上的誓愿而发愿者，当知是人无有遗之，堪受供养，以此愿力啊，功德果报，于是啊最胜，如阿罗汉。假如说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跟优婆夷啊，这个是在家居士啊。我们了解说，在家居士啊，这个就是啊，在家修道，在家修道啊，这个男的叫优婆塞，女的叫优婆夷，这个就在家修，比丘尼呢是出家修，所以这个四众都是啊在修道，能够以如来最上的誓愿而发愿，就是希望所有众生呢都能够成道成佛。那么当知是人无有遗痴，这个人啊，他最有智慧，最聪明，不会很笨，堪受供养，就能够接受这个所有人民的供养。那么以此愿力啊，功德果报于是啊最胜。在我们凡尘啊，这一些功德果报就是最殊胜，好像那个阿罗汉。虽然我们对阿罗汉的了解是说独善其身啊，没有见善天下，可是啊，我们要知道说修到阿罗汉的程度啊，他已经呢就是脱离凡人的生死，已经呢不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阿罗汉啊，就是无学，已经到无学道，无法可学啦。已经能够就是往上可以又走入菩萨道，往下呢一样呢也会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他成就的时候虽然他发心开始以自利为目标，可是当他已经到达的时候他还会就是想到跟他同样的有很多人都在苦海之中沉溺，所以他也一样会发心呢来度跟他同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的心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呢见善天下。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阿罗汉已经脱离六道轮回，就是已经脱离三界，不在三界之中。所以我们呢也是要对阿罗汉呢有那个尊敬的心。若有不能如是观了，三宝常者是旃陀罗。那个旃陀罗就是以屠杀为业啦，就是那个杀猪杀生的那一些业者叫做旃陀罗。若有能知三宝常住，实华因缘，离苦安乐，无有扰害，能流浪者，就是能够知道三宝他永远都常住。佛法身这个永远呢都常住。佛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法呢就是我们呢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佛法身三宝都常住，永远都在。十法因缘那个十法就是十相的法门。所以我们要了解唯有不生不灭才可以收拾没有像我们这个身体完成的现象它都是虚不能收拾。
虚幻，是假的，变化无常的，那个啊就不能说实，这个实法的因缘，他已经离开苦海啊，到安乐，就无有老害，他说啊，能流难者，就啊，所有的难呢，他都已经啊，度越过了，那么尔时人天大众啊，阿修罗等闻是法语，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其心调柔，善昧之感，心无高下，威仪清净，眼貌一叶，知佛常住，故啊，施设知天供养，这个善种种花。墨香涂香，古天祭乐啊，以供养佛，所以这个时候，人天大众，就是非常多。阿修罗，那阿修罗呢，在经典里面呢，大部分佛都把它列入这个二道，就是三恶道再加一个阿修罗，就4个，然后我们一般呢，凡尘都把阿修罗列入善道了。可是啊，佛就讲，阿修罗他呢心啊喜欢战斗，跟那个善道啊有一点距离啦，所以啊不把它列入善道。那么听佛说这一些法以后啊，心生的欢喜，踊跃无量，就是无量的喜欢，其心啊调柔，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心啊能够调柔。调到很柔和的时候啊，烦恼自己啊本身啊就可以啊这个很舒畅。那善昧啊诸感，我们呢都被接啊这个凡尘的现象啊，把我们的那个佛性啊，我们的智慧啊，都把它呢盖住了，都让它呈现不出来。那我们啊善昧。就是很有能力啊，来灭掉这一些盖，把我们盖住啊，佛性盖住呢，或者这些呢，都把它去除掉，就灭掉之盖，然后心啊就已经没有高下，就是平等，平等就得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之所以没有的，就是心啊都不平等，我们心呢都有分别。有分别心啊，德都培养不出来，没有分别心都已经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没有分别，都已经是都平等了，是平等德。那么威仪啊，清净，这个威仪就是显现出来，那个自然显现的威仪啊，都清净，然后颜貌啊，愉悦。就是啊，看起来呢就很喜欢，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用那个颜貌啊，很喜欢的颜貌来对待人家，人家也都很喜欢看，那假如说我们是凶神恶煞的面貌，大家看了就赶快躲开，那么知佛常住，知道佛永远都在，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每个都是佛，那知道我们这个佛啊，他永远都在，都住在我们的知觉里面，都常住，所以啊都没有离开。是故啊，施设知天供养，知天呢都来供养这个佛。那善的种种花，墨香涂香，这花的名。那个花以及香的名称，古天祭乐以供养佛。那佛告陈陀，如先所见无量佛者，是我所化，为欲利益一切众生，令得欢喜。所以啊，这个佛跟陈陀讲，那个佛接受就是陈陀的供养。然后有很多知天以及这个示众，他们也供养，那佛就呢变化那个真呢来接受他们供养，所以
就跟尘头讲，你先所见的无量佛啊，就是我所变化，为欲利益啊，一切的众生，令他们呢都得到欢喜。那么如是菩萨呢，所可修行啊，不可思议，能够无量啊知佛之事。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在修行的那个路途啊，有很多呢都不可思议啦，就是不能用头脑来思想，不能用嘴巴来理，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啊，之前啊，我们都也假设问题来问大家，说呢，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什么况？就是不可思议啦。那一种就很难啦，去讲得出来，就是属于啊不可思议的范围。那么尘头如今皆已成就啊菩萨的住实地，菩萨第十地啊，就是等觉，跟佛的觉啊已经平等，差一个妙觉而已。那么菩萨所行具足成办，菩萨所做的你都已经具足啊成办，都有啊去做。那这个时候呢家人呢他就有问题啊要来问佛，说如是如是，如佛所说，尘头所修成菩萨行，我亦随喜。所以各位学姐，这随喜呀最不容易了，我们都会嫉妒了。我们说羡慕啊，羡慕就是嫉妒了。所以那个假设说随喜，随喜功德是无边呐。所以看到人家好我们不要嫉妒，也不要去讲坏话，就是要随喜。那么今则如来亦为未来无量众生作大名故啊，说是大圣大涅盘经，就是要为这个我们末法众生作大名大光明啊所以讲大圣的大涅盘经，是分一切契经呢所有一义啊，无一义也。这个时候假设有顺着问说一切的契经修多罗，修多罗呢叫契经契合啊我们众生来修那个契经。那么契经所说呢有没有疑义？就是说主要的义理以外，还有没有另外没有说出来的有疑义或是呢没有疑义？那么佛就回答说：善男子，我所说者亦有疑义，亦无疑义。所以佛讲经说法范围很宽广假设一问了以后他就讲我所讲的亦有疑义亦无疑义。也有的还有义理没有说的，那也有的已经呢讲了以后就没有另外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枕头他就问佛说：如佛所说，所有之物不施一切唯可赞叹无可毁损是义允何？持戒毁戒有何差别？这个枕头他所问的说我们布施呢这个给众生不管是钱财或是法师，那唯可赞叹，就是呢要称赞不可以呢去毁损那个这义理里面又是怎么样？然后持戒跟毁戒它有何差别？那么佛就回答唯除一人于一切事皆可赞叹佛说除了一个人，那剩下的一切的布施皆可以赞叹。
那陈头问云：因何名为唯此一人？那么佛就说：如此经中呢，所说破戒，这个破戒的布施啊，就是啊，不可赞叹，所以就差一人。那陈头又问：我今未解啊，唯愿说之。我现在呢还没有了解，希望佛呢能够说得详细一点。那佛告陈头：言破戒者啊，为一忏提。说这个破戒啊，就是一忏提。一忏提呢，就是啊没有善根呐，没相信呐佛法，那个叫一忏提。那么其余在手一切的布施啊，皆可赞叹，获大果报。那其余不是一忏提的，他所有的布施都可以赞叹，都呢能够获到呢这个大的果报。那陈头复问，他又问：一忏提者，其余因何？这个一忏提呀，它怎么样的内容？那佛告陈头：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发出恶言，毁谤正法，造是众业啊，永不改悔，心无惭愧，如是等人，名为去向啊，一忏提道。这个他已经呢去啊，就是走了走向名为啊走向一忏提道。那么若犯四从，就是舍正法、舍菩提心、牵令圣法、恼害众生呢，这个叫犯四从。黑足人呢，作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不和而生、出佛身血，自知啊定犯，如是众事啊，而心痴无，不畏惭愧，不肯发怒。那个发怒就是表白啊，不肯向人家说他所做的那个不好的那个事的内容，那个叫发怒。那么以佛正法永无护习，就是啊不爱爱惜佛法，不能保护佛法，没有建立啊那个护法之心，悔之亲见。就是讲这个正法的那个护念，言多过旧，言语讲出来以后，很多呢都是过错，就是不对。如是等人一名去向一忏提道，也是走向呢这个一忏提。若复说言无佛法身，就是没有三宝。如是等人一名去向呢一忏提道，这个人他也是走向一忏提。唯此如此一忏提备，施其余者一切的赞叹。尔时陈头复白佛言：所言破戒其余因何？什么样的叫做破戒？那佛就告诉他：若犯四从及忤逆罪，毁谤正法，如是等人，名为破戒。他陈头复问如是破戒可拔济不？这个破戒有没有办法去补救？他佛告陈头：有因缘故则可拔济。若披法服，犹未舍远，其心常怀惭愧恐怖，而自考责斗哉！何为犯失重罪？何其怪哉！造失苦业，深自改悔，生护法心，意见正法有护法者，我当供养。若有读诵大圣典者，我当知问，受持读诵，既通义，互为他分别说，这个都是他有
忏悔改过的心。我说世人不为破戒，何以故？善男子，譬如路痴，能持一切诚意暗明，是大涅盘微妙经典，痴心一世。亦复如是呢，能持众生无量劫中呢，所做的重罪。是故此经说护正法，得大果报，拔济破戒。这个涅盘经呢，就是拔济这个破戒。若有毁谤是正法者，能自改悔，还归于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惊悸惭愧，此正法更无救护。是故应当呢还归法。若能如是如说皈依，布施世人，得福无量，一名世间呢应受供养。所以这个有过则改，善莫大焉。若犯如上恶业之罪，若经一夜或半夜15天，不生皈依发怒之心若失世人，果报甚少。犯忤逆者亦复如是。所以就是要自己这个忏悔改过，能生悔心，内怀惭愧。今我所作不善之业，甚为大苦。我当建立护持正法，实则不明忤逆罪也。若失世人，得福无量。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改过，能够呢心生惭愧那个都有救了。犯逆罪不生护法皈依之心。有失事者福不止也，那个就很少，福很少的意思。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谛听，我当为分别广说，应生是心。为正法者，即如来微密之常。是故我当护持建立失世人者，得胜果报。所以正法就是如来微密的宝藏。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把这个如来微密的宝藏能够开发，能够呢显示给所有众生都能够知道。善男子，譬如女人怀人垂产，子果慌乱，眼视他途，在一天庙即便产育，或稳旧邦，安稳丰熟。这个西辞其子亦还本土，路经恒河，水涨暴急。何复失而不能得度？即之念言：我宁以子一次拼命，终不舍弃而独济也。就是讲，一定爱甲囝嘛爱带过，袂使家己过就好。做事念疑以子继梦。命中之后行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度而是女人本性避恶，以爱子故得生天中。那个女人呢，本性很避恶，就是本性不善。可是因为爱子的原因让她呢生在天中，就是三善道天道。犯四重尽无间罪生法心亦复如是。虽复先为不善之业，以护法故为得世间无上的福田。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凡人看到他呢在保护佛法，然后就能够生出那个善心，让那个众生那个福就在这个善心田上，所以叫福田。
是复法者，有如是等呢无量的果报。尘头复言：若一忏提能自改悔，恭敬供养赞叹三宝，施如是人得大果不？那佛就回答：三子，汝今不应呢，作如是说。善男子，譬如有人食阿摩果，阿摩罗果呢，这个是一地有三果，就是苦后业啦，后业苦啊，那么吐河次第呀，把那个里面的那个不能吃的那个籽啊，把它次第，而复念言：是果核中呢，应有甘味啊。即复还取呀，破而残之，其味啊极苦，心生呢悔愤，恐失果种，即还收拾啊，种之于地，勤加修治啊，以施油炉，随时灌溉，于云何宁可生不？籽拢互你破坏去啊，伊个生机拢无去啊啦，无法度这个发言，所以就回答说：不为生。假使天降无上甘雨，犹豫不生，无法度，迄已经没有生机了。善男子，彼一忏提呀，亦有如是。一忏提就是敢若安尼，迄籽拢破坏去啊，无迄个善心，烧灭啊善根，伊把迄个善根烧灭。当以何所而得除罪？在什么地方可以除掉他的罪呢？善男子，若生善心啊，此者不明一忏提也。假如说他会产生善心啊，他就不叫做一忏提，所以叫做一忏提呀，他就已经没有善根啦。善男子，以是义故啊，一切所施所得果报啊，非无差别。这个布施所得到的果报啊，就是有差别。何以故？施之声闻所得果报，知彼之佛，就是眼觉修整的名称，也叫做独觉，得报啊，意义，就是布施给那个阿罗汉，布施给彼之佛，这个得到的果报啊都不一样。那么唯施如来，或无上果，能够布施给如来得到的果报就是最殊胜。是故说言，一切所施啊，非无差别。就是所有的布施呢，还是有差别。那么尘头，他又问：何故如来而说此偈？为什么如来这样说呢？佛告尘头：有因缘故啊，我说此偈。王舍城有优婆塞，那心无净信，奉事尼见。这个尼见就是印度六大外道之一。彼为内里烦恼系缚，外里呢依伏系缚，即入行外道，修持裸行、涂灰等离系之苦行。就是修那个苦恨苦行，而来问我布施之意啊，以是因缘，故说是偈。所以说那一个偈语啊，一切所施非无差别，就是这样讲。那么一位菩萨呢，说密藏义，说那个秘密藏，当知菩萨呢，人中之雄。摄其持戒啊，施其所需，舍去破戒，如此替拜，拜呢跟我们那个道可改换，但是他呢成熟了以后没加。复次善男子，如我昔日呢所说偈言，一切江河必有回曲，一切丛林必名四目，一切女人必怀产取，一切自在必受安乐。
那讲这个句的时候啊，文殊菩萨呢，就这个即从奏起，偏袒右边右膝着地啊，且礼佛祖而说偈言：非一切河必有回曲。这个呢，释迦牟尼佛这个对头了，对立了。非一切灵悉名是目，非一切女人必怀残局，一切自在不必受乐。那么佛所说偈其意有余，为其哀悯说其因缘。以故世尊以此3000大千世界有州名居耶尼。居耶尼就是犀牛贺州之名。东胜神州呢叫福波提，南赡部洲呢叫阎浮提，北俱泸州叫玉丹月。那个居耶尼就是犀牛贺州。那么其州有河端直不曲，名说也，犹如直绳，绳子都直的，入以西海。如是河相于经中佛未曾说，唯愿如来因此方等阿那经中说有一义令之菩萨深信解之。世尊，例如有人先视金矿，后不视金，知道金矿等到金提炼来以后不认识金。那么如来欲尔尽之华仪，而所演说有疑不尽，演说出来呢，还有那个另外的意思没有讲。如来虽作如是一说，应当方便解其意趣。一切丛林必是树木亦是有余。何以故？种种金银琉璃宝树是名林。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呢就跟释迦牟尼佛对头了，说金银琉璃宝树也叫做树，可是它也不能称过林那一切女人呢必怀残局，斯亦有余何以故？亦有女人善持境界，功德成就，有大慈悲，一切自在收安乐，是亦有余。所以佛所讲的每一个内容文殊菩萨呢都跟他对立，都不一样。说那个女人一定心怀残局，他说女人也有善持境界，功德成就，有大慈悲。然后说一切自在必受安乐。文殊菩萨也说是亦有余有那个余欲没有讲。何以故？有自在者转人圣地。这个凡世之天虽得自在悉是无常。虽然他们得到自在，可是时间到了一个呢落入三恶道了无常。若得常住无边者，乃名自在。所谓大圣大般涅盘。所以那个这个知天他们都有期限，有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他们时间到了又落入三恶道。那么佛言汝今善得乐说之变。称赞那个文殊菩萨，讲你真爱跟我变所以你现在得到乐说之变。且此好莫阁讲，谛听，换你听我讲。文殊师利，譬如长者身因病苦，良医诊之，为何膏药？斯时病者贪欲多福，医与之源，若能消则可随意。如今体羸不应多福。你现在身体
很弱，很弱，足弱的啊，足无力的，袂使食伤济啦，食伤济颠倒会佫有病。当知是膏啊，一名甘露，一名毒药。这个互你的这个药啊，它也是甘露，能让你的病好，也是毒药啊，会让你死翘翘。若多服不消，则名毒啊。你吃的多了，它不消化，就变成毒了。善男子，汝今勿畏啊！是依所说，唯以义理审思高事啊。就是不要违背啊，那个义理。善男子，如来语耳，谓之国王，或非太子，王子大臣，因波斯诺王子或非啊，骄慢心故啊，为一条狐，视线恐怖啊，如良医，故说此计。一切江河，必有回曲。江河拢无直直的啦，有迄个弯的所在，弯弯曲曲。一切的丛林呐，它一定有树木啦，树木很多才表示成为丛林。那么一切的女人呐，必怀残曲，说女人这个大部分的啦，心里面呢，她都不会直直的，可是现在女人心直直的真侪啦，这个讲无直直的我们都反对。一切自在啊，必受安乐。闻思思虑，汝今当知啊，如来所说无有漏失。如来所讲的他都不会这个无故啊来讲。如此大地啊，可令反复。大地啊，可以让它反复。这个沧海桑田啊，就是反复。如来之言呢，终无漏失。以是义故啊，如来所说一切有余，就是啊，讲出来以后啊，都还有另外的意思啊，在那个没有解说，没有那个主题的那个意义的以外，它还有意思。那么尔时佛赞闻思思虑，善哉善哉，善男子，如以久之啊，如是之意，哀悯一切啊，亦令众生得智慧故啊，访问如来，如是记忆。所以佛赞叹呢文殊菩萨说呢，你已经很久就知道这一种义理。那为了哀悯一切的众生，要让众生得到智慧，所以啊，广问如来如是句语里面的义理。那么佛菩萨示现呢，常为了引导众生呢，说一些这个世俗之言，凡人所说的话。那么尔时闻思思虑法王子，复于佛前而说偈言。依他语言随顺不逆，亦不观他做与不做，但是观身善不善行。所以这个句语也是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说于他的语言，别人怎么说的，随顺不逆。讲的也随咧讲你要不要顺要不要这个还这个不顺着他呢？那个导师随你心的意思，亦不关他呢，做不做他讲了有没有做你不要去观察他，但是观身善不善行，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所作所为有没有行善这个重要所以文思的句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世尊如是说持法要，非为正说。依他语言随顺不逆者，唯愿如来哀悯正说。何以故？世尊常说一切外别95种皆去恶道声闻弟子皆向正路，若复境界摄持威仪，所胜之根
如是等人深乐大法去向呢善道，如来何故啊？以9部中12部经呢，然后除掉呢方广受记啊、无自说3部，就是啊小乘教的9部。各位都还有印象吗？有没有印象？这个我们时都会讲到12部经啊，有没有？可能各位都没有这个记忆啦，所以问了以后上好卖问，卖回答上好啦，点这个我们了解啊这个12部经啊就是把佛所讲那个49年所讲的分成个12个种类，就是12分教，他把它归类那个比如说那个比喻呀方广啊、受记、本事本身、常行重诵那一些呢都把它分开内容，集中所有我们要研究的重点，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啊就知道要看哪一部经所以啊大部分呢我在看的都是比喻啦比喻的都会比较多那个就属于啊小乘一般通教，可是啊都会讲小乘佛法可是它是大乘也是有研究的啦那大部分的方广受记呢跟无自说就是属于啊上乘才有那个小乘呢没有这3部啦因为方广受记、无自说都是到佛那个程度才接受，所以这个是比较高啦所以文殊菩萨呢就讲说，依他语言随顺不逆在这方面唯愿如来呢这垂哀正说就是能够哀悯这个众生正确的来讲内容使一切要学正法的这一些声闻弟子都走向正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走偏了。那么见有毁他则并苛责，如是句意为何所去这个距离的义理是往哪个方向所去就是所向那么佛告文殊师利：善男子，我说此句亦不尽为一切众生尔时呢为为阿舍世王就是为阿舍世王一个国王知佛世尊呢若无因缘终不逆说，有因缘故乃说之耳。有因缘呢才讲。那24王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大逆道就是杀他的父王。善男子，24王害其父矣乃至我所亦折服我，作如是问因何世尊是一切智，非一切智也。若一切智调达呢就是提婆达多，往昔无量世中常怀恶心，随主如来亦为逆害，因何如来因其出家所以这个24王这个害他的父亲死亡以后，他自己立为国王所以那个是大不孝然后来找释迦牟尼佛，那要呢折服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如是问说为什么世尊是一切智者所以我们要讲说我是一切智者，这一句话非常的
不容易开口，因为你一切智的话，那你无所不知啦，什么都要知道。千万事前，千万事后。什么事情啊，你全部都要知道，你才可以讲我是一切智者。这个我们大概啊没有凡尘没有一个人啊可以这样讲。除了佛修正的以外，而且这个修正呢还要经过3个阿僧祇劫啦，那个才算。我们现在啊，我们都已经是佛，可是我们这个佛啊，都还有脾气毛病啦，还有贪嗔慢疑，都还不正确啦。你真正的修个3个阿僧祇劫啊，已经成佛了，那要经过无量的那个苦难，然后啊，修正啊，人所不能忍受的，你都要忍。所以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24问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你是一切智者，这个话呢就很重了。那个24王说非一切智也。你不是啦，你不是一切智者啦，若一切智啊，那个调达，就是提波达多啊，往昔无量世中呢，常怀因啊，随主如来，都跟随如来，意为啊利害，就是要爱如来，因何如来啊听其出家？为什么如来还把他呢收纳为弟，让他修道？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啊，在那个最后佛最后讲一部经啊，那佛就讲这个提婆达多的那个事啦。他说，假如说没有提婆达多这样一直刺激一直要害他，他没有这么早就成佛了。他成佛掌天盘本来在我们呢弥勒祖师的后面，结果因为提婆达多使他奋发图强，提早成佛，结果掌天盘跑到我们这个弥勒祖师前面，我们弥勒祖师便在他后面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典故了。所以啊，我们知道说因为啊，激励心理。你激啊，就要给你行，那顺利的还呢？这个我们大概听不进去了。气啊，你跟我讲话。那个佛就正确的说了，就是真正的在凡尘啊，那个人一直刺激你的话，你的成就啊，一定越大，除非你是自我淘汰了。我们要了解到，一块石头在我们前面，你是要当垫脚石呢，还是要当绊脚石？绊脚石会给你夹到，你就下脚都爬不起来。垫脚石啊，你为了那个石头，你可以啊跳得更高，成就更大。就看我们用了，看你的心。有时候我们发不出来的心啊。所以啊，或者就讲，我们为什么在凡尘一些以往都有修，他的根基非常好，那为什么他都不想修道了？在这一世，就是因为他累世之中啊，都有修，根基好，福报大，这一生呢，他享受他的福报了。他没有说累积啊那么久的，就是要修正成道成佛，他忘了这个最重要的愿，又没有善知识啊把它点，所以这个时候啊需要让他踢铁板，那个这个拖出铁板让他踢的那个就是要成就他了，所以我们了解到。你在很顺利的时候啊，一定不会修道，一定你的话这个
话最也简单啊吼，那怎么还肯修道？哦，那个不可一世啊，哦，这个洋洋得意，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啊，天要考我们的，哦，让你趴下去，爬不起来，哦，所以你的成就啊，就可以知道很低了。那让你踢的铁板，没有路可以走，唯有修道的一条道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要了解到，是修道最好的资粮，让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全心全意啊修道；让你什么都有，你烦恼很多，你为了要摆平这一些所有啊，你要费尽心思啦。那个啊，你一个东西也带不走的。你为了那个没有用的东西，你要费很多心思，你的心思啊就用在这里呀，不是用在怎么成道。所以啊，那个是害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上天要成全我们，让我们挫折很多，越大挫折啊，上天越给我们机会，越给你顺利啊。要考倒你的话，让你赚钱，让你有社会地位，绝对把你考倒。考不倒的10000个里面大概就找到一个了。那一个人啊，特别的厉害，有般若妙智慧，说这一些都没用，我一口气不来，全部都是别人的，几百亿、几千亿啊都没用，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也没用。我带不走啊，我1毛钱也带不走，没有用。最有用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最有用的。我们4大身体还给天地，我们呢已经跟整个虚空合为一体，到处啊，你都可以有自由自在，唯有我们修道可能到达，所以啊。我们不是有听那个陈兄所讲嘛？你看我跟大家都一样的啊，听也没有很早来听啦，半途才进来听，然后就努力修，一个法门万年放下，然后怎么修？一切都不想，有没有很简单？我们都嫌伤简单，拢无爱做啦，迄些简单无效。人伊做啊就有效你看就讲我们虽然不标榜那个神通，可是我们佛性里面啊有功能作用，五眼六通都具备他已经有他心通，他试验他太太，你坐在我前面，你不要讲出来，你讲我说你在讲什么，你看他就可以知道他2个孩子很调皮的，就跟他完全都不一样。他想的跟讲的都不一样，所以啊，就表示他不会乱说话啦，很诚实。又呢从家里来到我们同一宫要上课啊，沿路啊都会来到这边啊，都有给恩师顶礼，没礼。他说听了很久到底是在讲什么啊？后来才了解说恩师都是我们佛老师啊。佛老师回话没理，就是啊，没惊的，你看，他没有多久，就是专门做一个万年放下，怎么做？什么都不要讲，简不简单？伤简单啦，咱拢无爱做，因为伤简单，咱拢爱较困难，所以要了解到啊，一个法它不在于。那个它怎么样的内容，在于我们呢专不专。我们很专的话，它都会呈现那个功效。功效呈现的时候啊，我们就把我们佛性的那个功能，我们佛性本来有的大用就呈现。所以那一些都不是奇奇怪怪了。我们能够知道别人的心思，那个也是我们佛性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心思啊，追求凡尘的物质，所以这一些我们都不见了。那假如说我们肯回光返照，把心收回来，那我们时间久了，你就自然很灵敏的
感觉到你佛性的那个功能用出来，可以知道未来事，可以了解到别人的心思，然后有很美，我们凡尘啊，一直追求不到呢，我们那个时候啊，都垂手可得，都自然而然，那个不是奇怪的，也不是我们追求的，而自然佛性本体呈现。现在我们对佛性本体啊，可以说都还不很清晰的呈现呐，然后一直讲，要认识我们佛性本体啊，不困难，很容易，只要你都万念放下，你什么都不要想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剩下来的，你记不掉的，就是很灵敏的你的知觉性。那个很灵敏你的知觉性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啊，成道成佛就是那个，所以很简单。然后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做，我们那个谢谢你呀，里面也交代的很详细啦。你不要用心意识，心意识都不要用的，无心，无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你看多容易。可是我们好像都不要嘞，讲坐遐真艰苦啦，我等下下课转来，我阁真自由，坐踮遐阁袂当缀我下课转去，所以啊都不想成佛啦，想不想啊？对了，想就要努力，认识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它就是佛，不是很困难的。很容易只要我们时时刻刻跟我们的佛性本体在一起，我们的脾气毛病，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它都会不见。因为回到本体了，本体里面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慢疑都没有，都完全都清净。所以我们知道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会说我修20-30年脾气毛病那拢要够调因为没有找到本体啦，脾气毛病没办法去掉。你找到本体了以后，你那一些脾气毛病它自然而然消落不见，无去唔免讲你真困难来甲去掉，伊就无去本性就无去，本性无脾气毛病啦。无贪嗔痴慢疑我们本性里面没有，很清净的我们一找到它，能够加一点时间，把它提炼让它茁壮长大，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就修正了，就成道成佛了，不困难的是挂不紧各位都还知道啊，我说。你听我的课，按照我讲去修，没有成道，没有成佛，我再来陪你修，有没有？有。正确的嘞。为什么肯这样发心？就是因为体会到常乐我净，常住不迁，我们佛性如不动，所以我们了解到最难的就是这个啦。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我们都没有办法体会啦。就亲切拢跟咱做伙一天24个小时，没有1秒钟离开的啦，都是如如不动。可是我们动得很厉害，尤其我们的心动得更厉害，真心都不用了，都用我们生灭的心，所以我们就。难免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所以佛老师跟我们讲，你研究努力做了，你就可以自己心除万难，就可以成道成佛，所有的疑难你都可以解决，就不用再来请仙佛帮忙，老师都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涅盘经呢出。三男子以是因缘不为是王而说此偈，就是因为
那个阿舍世王啊，所以才说这个句语。依他语言啊，随顺不逆，亦不观他呢做与不做，单观自身啊善不善行。佛告道啊，汝今害父啊，以作逆罪。最重啊无间，就是进入无间地狱，受苦没有间断。应当发怒以求清净。所以叫那个阿舍世王要发怒，要把那个事讲出来。而言乃更见他过咎。你什么因缘看到别人的过错？善男子以义故何为彼王而说是偈？就是为了阿舍世王才说这个句语。忽是善男子因为护持不毁境界，成就威仪，见他过者而说是偈。若复有人说他教诲，这个远离众恶，呼叫他人令演众恶，如是之人是我弟子。尔时世尊为闻思利复说句言。一切为刀杖，无不爱后命。是己可为弊，勿杀勿行杖。尔时闻思利复以佛前而说偈言：非一切为障，非一切爱命。是己可为弊，群众善方便。那么如来说是法纪之欲，亦是未尽。何以故？如阿罗汉转人圣王，玉女象马，指藏大臣，肉之天人及阿修罗，持持利剑能害之者无有是处。所以了解说这一些知天人阿修罗，他持持利剑我们可以去害他的话，那无有是处绝对没有办法去害到他。那么勇士类女马王、兽王、持戒比丘，虽复对峙而不恐怖。宜是义故如来说偈亦是有余。若言是己，就是原谅自己。可为弊者就是作为比喻，亦是有余何以故？若是罗汉以己易彼则有我想，即以命想。若有我想，即以命想，则应拥护凡夫亦应见阿罗汉。悉是行人。若无是者即是邪见。若有邪见命中应生阿鼻地狱。这个又是说那个阿罗汉假如说用自己来比喻别人他就有我那个我相那个念头以及命活在凡尘那个命的念头。若有我想及命想则应拥护。拥护我以及命那变成凡夫那所有凡夫就已经变成阿罗汉所以这样就是邪见。若有邪见命中应生阿鼻地狱就已经那个不正确的观念。又阿罗汉摄于众生生爱心者无有是处。阿罗汉假如说对众生产生要害众生的心那也没有一个地方是对。他已经离开三界了已经无法可学了。为什么会有那个害众生的心？那绝对是没有。无量的众生亦无能害阿罗汉。我们无量的众生也是没有办法去害到阿罗汉。佛善男子言我想者
为以众生胜大悲心，所以说佛想那个呢，就是为对于众生产生呢那个大悲心，无杀害想，为阿罗汉平等之心勿为世尊呢，无有因缘而立说也，所以说出来一定有他的因缘，悉入于此。王舍城中，由大类师，多杀群鹿，请我食肉，我以尔时虽受彼情，宜知众生生慈悲心，如罗喉罗。生的慈悲心就好像对待他的儿子罗喉罗，而说记当令汝长寿，久久呢住于世，受持不害法，犹如呢吃佛寿。是故说呢此记一切呢为刀杖，无不爱寿命，是即可为勿杀勿行杖。佛言：善哉善哉，闻思思利，谓之菩萨故试问如来，无是密教。那么尔时闻思思利，不说偈言：允何敬父母，随顺而尊重？允何修此法，斗雅无间狱？于是如来复偈答：若以贪爱母，无名以为父，随顺的尊重事则堕无间狱。所以这个文师呢跟佛的对答，说怎么样来敬父母，随顺尊重。佛就答：若以贪以贪的话来爱母。然后无名就是父亲，按理呢那个贪爱跟无名都应在，那随顺尊重呢就可以堕入无间地狱啦。所以这个佛的说法这是无量无边啦，真的不可思议呀，那个文殊菩萨讲的是我们凡尘一般接受教育。怎么样来敬我们父母，然后随身父母，尊重父母。那为什么修这个这么好的法，会堕到呢无间地狱？然后如来回答呢，就是以我们的心性贪爱，以贪爱为母，以无明为父。那我们一直贪爱，一直无明。那随顺尊重无贪名，这个贪爱无名，我们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各位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因为这个差别很大了。那个文殊菩萨讲的跟释迦牟尼讲的那个差别很大。那个文殊菩萨讲现象，那个释迦牟尼佛讲我们的心性讲心性的话，贪爱就是母亲无明就是父亲。然后我们凡尘这个对父母亲就是要尊重敬爱。所以假如说我们是这个尊重敬爱，贪爱跟无明，我们就会堕入无间地狱。了解吗？跟那个现象不一样啦。我们现象之中为什么有身体？就是因为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很辛苦的啦，把我们抚养长大。捌带囡仔，带囡仔艰苦对哦。我们今天坐高铁刚好在我们旁边有乡生啦。母亲带无够因阿公因阿嬷拢斗带啦，带到真的苦啦，因阿公抱一个去安尼行去车厢的头，行去车厢的尾，安尼直直行啦囡仔才袂哭，囡仔较坐落来就搁哭啦。真的很累。然后那个另外一个那一个母亲敢抱着
苦乳啦，互伊食冷，食冷袂哭啦。我讲哦，这带这有够忝，这后日啊不好哦，即马都唔通吃。哦，真的，你看到那个养儿育女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要怀念我们父母亲，也是经过这个阶段，辛苦的把我们呢抚养长大，让我们能够借假修真，能够成道成佛，能够呢救度我们九贤七祖，所以就是要感恩有这个身体。虽然身体是假的，可是我们十方佛人道修成要有身体才可以修成佛，所以也要感谢我们这个身体。往后这个我们被埋葬在土里面，或是烧掉底下瓮内底是撒给大地你要看到有一个人跪着在拜。都是你让我能够成道成佛，所以很感谢。不要看到拿一个那个打马那个鞭在打那个尸，拢是你害我去地下受苦。你看，都是这个身，对不对？这个身使我们感恩，这个身使我们厌恶。要感恩要厌恶都在我们一念之间。我们一念能够正确的选择修道，正确的行持正道，那我们可以成就成道成佛，就可以庇荫我们九贤七祖，还有我们所有本好友，都受到我们影响。那假如说我们为非作歹，你看所有亲朋好友大家惊你惊到要死看到你来紧闪。有没有？惊好你抵唔到这么说落去所有一寡要讨债拢来他甲你讨无，换讨为阮才来。本来无关系，拢变甲有关系。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一个人可以行善，可以作恶。那我们就是要学，要知道它的差别。你行善可以成仙做佛。你为恶就落入三恶道。那往后要了解到最好的畜生道你当宠物，各位千贤，当宠物好不好？让人抱咧好安尼食即摆坐车足接要看到啦，讲咧压价啦，真的咧压价。你无爱去做一寡好事，你抱迄宠物敢袂死它一样会死掉死掉你也很伤心你都用了很多精神，用了很多钱，都划不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已经转世当畜生道之后虽然被人家宠着，也是唔知影苦乐啦。你去甲宠物讲你真好命呢，大家拢甲你保你，他会很高兴吗？伊会甲你肥耶。所以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要最好的畜生道不要地狱道、恶鬼道更不要。我们呢要成仙做佛，就是要解救苦难的众生。这个一讲了以后就找不到去讲到倒去佛言善哉善哉，闻是实力，为之菩萨呢，故知问如来，如是密教。然后尔时这个讲过了。尔时如来复为之势力，重说偈言：一切使他，则名为苦；一切由己，自在安乐；一切骄慢。士极暴恶，贤善之人一切爱念。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如来所说是义不尽，我那讲无完啦，还抑个有意思伫内底。唯愿如来复垂哀悯，收集因缘。何以故？如长者子从师学时为时师不，若识师者亦不成就；若不识者亦不成就；若得自在亦不成就。是故如来所说有余讲来意思无完全啦，内底抑个有意思伫咧。复之是真，譬如王子无所重喜诸事不成，是亦自在。一案常苦如是王子，若言自在意义不成；若言俗他意义不成。以是义故佛所说义名为有余。是故一切俗他不必受苦，一切自在不必受乐，一切骄慢是即报恶是亦有余。是真。如之类女骄慢心故持家学道，护持境界，威仪成就所设之根，不令慈善。是故一切骄慢之节不必报恶。行善之人一切爱念之亦有余。如人内患，是从敬礼，舍法服，坚持威仪。护持法者，戒礼不爱世人，命中必堕地狱。若有善人，患众敬礼，护持法者，见其欺痴，把道还俗。以是义故一切贤善不必喜爱。这都有点都专找那个漏洞。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有因缘故如来于此周有一遇又有因缘知佛如来而说是法。此王舍城有一女人名曰这个善贤还父母家，因至我所，皈依于我，即化众生。而作是言：一切女人事不自由，一切男子自在无碍。我以尔时知是女人，即我先说如是偈颂。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今能为一切众生问你如来如是密语。文殊师利，复说偈言：一切之众生皆以饮食成，一切有大力其心无嫉妒。一切因饮食而得之变苦，一切修净行而得受安乐。如是真，今受蠢头饮食供养，将无如来有恐怖也。尔时真，复为文殊而说偈言：非一切众生尽依饮食成，非一切大力心皆无嫉妒，非一切因食而知变苦，非一切净行悉得受安乐。文殊师利，汝若得病我亦如是，应得变苦。何以故？知阿罗汉及必之佛菩萨如来实无所持，唯意化彼示现受用。无量众生所施物令其具足。谈波罗蜜，谈就是布施。拔济地诸生恶鬼，若言如来6年苦行，生雷受者无有是处。知佛是真，独拔有不同凡夫云何而得生雷受生雷类也。知佛是真精勤修习，获金刚身，不同凡人
炜瘁之身。我之弟子啊，亦复如是，不可思议啊，不一于时。就是啊，没价了。金刚身呢都不用吃啊。我们的佛性本体啊，也不用吃啊，我们身体要吃。一切大利啊，无嫉妒者，亦有余。如世间人，终身永无啊嫉妒之心，而无大利。一切病苦，因时得者，亦有益。一见有人，得克病者，所谓刺刀剑啊，矛咒，去互迄外物啦，伤着。一切净行受安乐者，亦有余。世间亦有外道之人，修于幻行啊，多受苦恼。于是亦故啊，如来所说一切有余，是名如来非无因缘而说此句啊，由因故说，由因来讲。昔日于此，忧禅果有婆罗门名古奇德，来自我所，亦受第四，第八斋戒，这个戒斋法，这个斋换名了不杀，又曰不杀，清净的意思，复转曰斋，曰食，只不过终食之法。就是中午过了以后啊，就不吃。守之曰持斋，是为斋的本意。这个持斋，咱若讲我咧持斋，你经过下昼袂使去吃迄，这叫持斋啦。若有唔通讲，讲我食素食啦，素食就会使。然后又一转而为不食肉。因此，大乘教之本意啊，自重禁肉食，虽曰持斋者啊，禁肉食也。这个八斋戒啊，一呢不杀，第二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身不图事，香，志不歌舞啊，又不观听呢歌舞，以高广之床啊，坐不敏。这个以八为戒，而不过终食为斋，何之而为啊斋戒？我以尔时啊为说是句，就是说这个句。尔时迦叶白佛言：何等名为啊无余欲也？因何复名一切义也？三子，一切者啊，为持助道。常乐善华，是名一切。亦名无余。那么取以之法，亦名有余，亦名无余。亦令乐华之善男子支持有余啊，即无余意。迦叶呢，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前白佛也：甚奇啊，世尊！等视众生呢，如罗喉罗。就是看众生就好像看待他的儿子陀罗。尔时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所见微妙甚深。迦叶白佛言：唯愿如来说是大圣大涅盘经所得功德。佛告迦叶：若有得闻是经名字所得功德，非之声闻必之佛等。所能宣说，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议啊！是佛境界，何况受持？读诵通历，书写经卷。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在研究的涅盘经啊，只要你听到经名就已经无量殊胜了。是知天世人及阿修罗，即于佛前。异口同音呢，而说解，知佛难思议啊，法身亦复然。是故今欠情啊，唯愿少停住。这个时候就是知天世人及阿修罗呢，
都希望佛啊不要进入涅槃，能够再住在凡尘。那尊者大迦叶啊，以及阿难等，众之见主啊，不久悉以至，并及摩羯主、阿舍四大王，自心呢，敬信佛，由故啊，未来此，唯愿佛世真，少垂哀悯助，以此大众中呢，断我之以往。那么尔时如来为大众而说偈言：我华最长子，是名大迦叶，阿难勤，精进啊，能断一切疑。汝等当地观呢，阿难多闻是啊，自然能解了。是常及无常，以及以是故不应心怀大忧恼。所以佛呢在赞叹他的大弟子大迦叶以及阿难。所以往后啊，你们假如说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问他们。那么尔时大众以种种物啊供养佛已，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无边恒河沙数啊之菩萨等，得住啊初地，就有非常多的菩萨，就已经呢住在初地欢喜。尔时世尊呢，说如是言：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啊。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蛮重要的，我们要自修其心。我们的心啊，我们自己修，自己啊最知道。以后呢，就是要修真心，不要修生昧心，就是修不变的那个佛心。慎莫放逸啊，就是不要呢把我们的心思啊外放。心思外放就当众生要六道轮回。那我们不放逸呀，都收回来，就可以知道成佛。那么我今背脊呀，脊皮皆痛。我今翳卧啊，如比小儿。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我较只怕咧痛啦，规身躯拢痛。所以告诉我们，佛也会痛。我呢要去躺着啦。所以舒服啊，不够躺着最舒服了。佛要去躺着，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要躺着。及常患者啊，文殊儒等，当为世众呢广说大华。就是呢，请文师啊，这个为大家呢来说法。今以此法付诸于汝，乃至迦叶阿难等，自复当嘱咐如是正法。因为那个迦叶以及阿难都还没有到，这个佛要涅槃呢，大弟子跟阿难都还没有到佛的身边，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就嘱咐文殊菩萨，就是要把这个正法付诸给大弟子跟阿难。那么尔时如来说是于语，一条虎知众生故，现身有疾呀，就是显现啊。我们只要有身体啊，就有病啊。身体有404病，404个病，所以有病啊都是很正常。又邪而恶啊，如彼病人。这个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呢？这个又邪而恶，因为我们心脏都在左边。那我们呢，假如说左邪而恶的话，我们会压迫心脏。右邪而恶，你右边的心脏在上面，它没有受到压迫，这样它会那个心则跳动比较正常，没有压力。你时常把它压的话你会减短寿命会较夭寿又邪而恶会较长寿命。不过这摆人拢无爱食老，食老艰苦。
所以啊，接着就宪并品第1820加设呢白佛言：如来以免一切的疾病患苦悉除，无复怖畏。是真一切众生有四毒见则为病，贪欲嗔恚愚痴骄慢。所以我们有四毒见就是贪嗔痴慢这四个毒症这就是病因。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乐会病丧气吐逆呼啼习习，急心呢闷乱下利这个耶那个都是我们生病的那个状态所以那个很重要呢，就是贪嗔痴这个四毒见。那么小便淋漓眼耳疼痛，腹背胀满癫狂肝消，鬼魅所找，如是种种身心之病，知佛是真悉无复有到达修正成了以后就没有这一些病。今日如来何言故命闻思事而作是言：我既背痛汝等当为大众说法有恶因缘，则无病苦，何等为恶？一则怜悯一切众生，二则己施病者欲要如来往昔以无量万亿劫中修菩萨道，常行爱语利益众生，不令苦恼施疾病施疾病者，种种医药。何言于今自言有病？是真世人有病，或作或恶不安其处，或守食物刺戒家属，修治产业，何故如来默然而卧不教弟子声闻人等施波罗施就是持戒知禅解脱三摩八体修治正行，何言不说如是甚深大圣经典？如来何故不以无量方便教大家是人中向往知大人等，令其不退阿耨体？何故不至知恶比丘受续一切不见物者？是真无有病，因何默然又学而卧？知菩萨等凡有几施病者医药，所得善根施之众生，而共回向一切种子，维持众生之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障者贪欲嗔恚以痴愤怒这个残盖骄恼嫉妒牵令接下疑谄无惭无愧慢增上慢我慢邪慢骄慢这个慢都非常多的名目妄意共高愤对争讼邪命谄媚乍现异象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有恭敬不随教诲，亲近恶友，贪利无厌产福难解，欲于恶欲贪于恶贪身见有见己以无见平生喜睡谦虚不乐，贪嗜饮食，心言思想不善思维，身口多恶，好习多语知根暗钝就很喜欢讲话，然后我们知根六根都暗钝，花言多虚，讲话不实在
常为欲觉、慧觉、害觉啊所覆盖。那个我们喜欢，会啊讨厌，害我们，那一个感觉啊所覆盖，是名烦恼障。业障则无间重恶之病，报障则生在地狱、畜生、恶鬼、毁谤正法及一忏提，是名报障。如是三障，名为大病。而知菩萨于无量劫修菩提时，己施一切疾病医药，常作是愿，令知众生永断如是三障重病。复次世尊，菩萨修菩提时，己施一切病者医药，常作是愿，愿令众生永断之病，得成如来金刚之身，又愿一切无量众生作妙药王，断除一切知恶重病，愿知众生得阿伽陀。这是药名啊，就是不死药，丸药无病无价，普去叫阿伽陀。以是药力能持一切无量的恶毒。又愿众生于阿耨菩提无有退转，誓得成就无上佛药，消除一切烦恼毒见。又愿众生勤修精进，成就如来金刚之心，作微妙药，治疗重病，不令有人生颂祥，亦愿众生作大药术，疗治一切痴恶重病。又愿众生拔出毒箭，得成如来无上光明。又愿众生得了如来智慧大药，微妙法藏，这个宝藏。世尊菩萨如是以无量百千万亿若由他觉。若由他就是千万了。发誓愿，令知众生悉无之病。何言如来乃于今日畅言有病。复次世尊，是有病者不能奏其抚养尽职，饮食不欲，讲水不下，亦复不能教诫之子，修治家业。尔时父母妻子兄弟亲识至，皆以世人生必实想。世尊，如来今日亦复如是，又邪而卧，不所论说。此言菩提，有之恶人，当作是念：如来正觉，必当涅盘。何以故？如来常住无变异故。以是因缘，不应说言，我今被痛。复次世尊，是有病者，身体雷神，肉眼肉侧，卧着床褥，尔时众人心恶见，起必实想，都起心动念一定是的啦。如来今则亦复如是，当为外道95种之首轻慢，生无常想，彼之外道常当作是言，不如我等，以我性人自在时节，微尘等华，而为常住，无有变异。沙门屈檀，这个沙门屈檀就释迦牟尼佛，无常手牵之变异法，以是义故世尊，今日不应默然又邪而卧。复次世尊，是有病者，四大真神，就是所有宏图四大真神，互不调整，累受华集，是故不能随意坐起，卧着床褥。如来四大无不合适，身力具足，亦无累损。世界成时，从金刚记起金刚咒，上至道场，下菩提寺，菩萨咒语其心即时，
来的实力。这个如来实力这边呢就又把它简略写下来，说知解除非除的智力，知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力，知资产解脱三昧智力，知道众生自根胜劣的智力，知道众生种种知解的智力，知道众生种种境界不同的智力，知道一切自无所到。甲都位啊去啊，迄个智力，第八见众生生死啊及善恶，第九知众生的宿命，第10知永断习气的智力，用简略的文字啊，就把它呢这个实力啊，就写说第一个因果，第二个业，第3个定，第4个根，第5个欲，第6个戒，第7个自主。到什么地方去了？第8个天眼，第9个是命，第10个漏尽。菩萨呢不一样，菩萨的实力呀，发一切自心坚固，第1个，第2个不舍众生大慈，第3个具足大悲，第4个尽一切佛法精进，第5个施行禅定，第6个持两边的智慧，把两边都除掉。那个智慧，第7个成熟众生，让众生呢都能够修道成熟，可以成道成佛。第8个观法实相，就是观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第9个入三解脱门，第1个空解脱，第2个无相解脱，第3个无厌解脱，第10个无碍智。所以菩萨实力呢，跟佛的实力呀，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如来今则，不应如彼婴孩小耳，以痴无智啊，无所能说，以是义故，随意验测，无人稽呵。如来世真呢，有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之大容，巨大威德。成就神通，无上仙人永断以往，以拔毒剑，尽主安详，这个威以具足，得无所谓。今者何故右胁而卧，令知天人悲愁苦恼，尔时迦叶即佛前，而收偈言，泣谈大圣德，厌其妙法。不应如小儿，病则卧床褥。调意天人师，衣卧双肩，下与凡夫见当远避涅盘。不知方等点，甚深佛所行。见微密常，犹盲不见道。唯有知菩萨，闻思思虑，如能解是甚深必如善摄人。善事呢，知是三世知是真，大悲为根本。如是大慈悲，今为何所若无大悲等，是则不明佛。佛若必涅盘，是则不明常。唯愿呢无上真，哀受我等情，利益于众生呢，摧伏之外道。所以都一直要佛呢。就要在住凡尘，尔时世真大悲心君知众生各个所念，将亦随顺毕竟利益，即从恶起皆降咒，颜貌激然，如龙积骥，面貌端严，生由业甚满，形容清净，无知垢秽。放大光明，充遍虚空，其光大盛，够遍日。我们一个太阳就已经很亮了，这个100千个太阳照于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知佛世界会施众生，大智之具须令得灭无明黑暗，把我们众生的黑暗无明都灭掉。令100千亿诺由他千亿的诺由他众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
都让我们呢，安住啊在菩提之心。这一段呢，这个讲的蛮，就蛮连续来，一贯啊下来，已经呢4点了，下课。各位点完师、各位讲师、各位单词、各位先生，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前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学聚会学讲。我们来讲哪边的？25页啊。对啊。啊，28哦。28。28的左面要中要，中间讲完了啊，那个底下24真心无疑虑这边这个因为大家呢都留释迦牟尼佛不要进入内盘。留在凡尘啊，教导众生可是呢，那个释迦牟尼佛已经答应了波旬，所以啊，不能没有遵守那个信用。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24真啊，心无疑虑，如狮子王以32大人之相，80种好，庄野其身，以其身上一切毛孔，一毛孔出于莲花，那么菊花为妙，各髻千叶，呈真金色，琉璃为镜，金刚为须，玫瑰为台，形大团圆，犹如车轮。4枝莲花呢，各吃种种杂色光明，是莲花呢会吃光明呢那个色相出来，前往赤白，紫平离色，4枝光明呢，皆悉遍至阿鼻地狱，所以就是整个显现我们整个这个凡人。那个阿鼻就是无间，地下的牢狱最低呢，最底，那么与地狱重叠其上，犯这个4重禁忤逆罪之报，这个无间呢，就是起活无间，受苦无间，死无间，命无间。行无间，阿鼻地狱纵广8万由旬，一由旬有30里，为8大地狱之一。这个根据那个记摄论里面记载，南赡部洲呢地下513这个呢由旬有8大地狱，次第4例。等活地狱，歇神地狱、综合地狱、号教地狱、大教地狱、阴乐地狱、大乐地狱、无间地狱。8大地狱之外呢，更有8寒地狱，这寒冷那个8寒。18地狱呢，其中的众生常为之苦所逼切，所谓烧煮。火丘灼赤波，亦是光矣如是众苦，悉昧无已。
这个遇到啊，这个佛放的这一些光啊，哈，那么所有的苦啊，也都消失了，好，安稳清凉，快乐呢无极，是光明之中哦，先说如来哦，秘密之常，哦，言之众生呢，哦，皆有佛性，哦，我们众生啊都有佛性，众生闻已哦，即便命中啊，哦，生轮天中。生在人道、天道之中，乃至呢，哦，8种哦寒冰地狱，哦，这个是地狱的名称啊，哦，所谓的婆婆地狱，哦，扎达地狱，哦，罗罗地狱，哦，娑娑地狱，优波罗地狱，波陀摩地狱，哦，这个吉乌陀地狱，昏利陀地狱，世中的众生啊，常为寒苦之首。哦，逼恼，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哦，我们都不可想象，这一些呢，哦，在无间地狱，在那个寒冰地狱的这一些众生啊，他们所受那一种苦啊，哦，我们一下想都受不了，他们都哦常住在那边，哦，所谓啊，哦，剥类身体，哦，这个碎坏，互相残害。哦，亦失光矣啊，如是等苦，哦，亦灭啊，哦，这个无语，全部啊都消灭，即得调和，哦，温暖，哦，是身，是光明中啊，一说如来，哦，秘密之藏，哦，秘密的宝藏，哦，言之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哦，即便命中啊，哦，生在人道、天道之中。尔时以此啊，言菩提界及于世界啊，所有地狱啊，哦，皆悉空虚啊，哦，无受罪者，除了一忏提以外，哦，这个佛对一忏提啊，都哦没有啊，这个解救他们。恶鬼众生呢，哦，这个饥渴所逼以华缠身，以百千岁啊，哦，未称得闻。哦，没有得闻过啊！这个佛啊，这个音声哦，讲水之名，亦失光矣啊！哦，饥渴啊，即此饥渴呢，都哦这个除掉了，是光明中亦说如来哦，这个秘密哦，微密啊，这个密藏哦，密宝藏，言之众生呢，皆有佛性哦，所以就可以了解，要听到呢。众生皆有佛性哦，就很困难啊！只要听到了哦，他们啊就可以啊离开地狱啊，然后生在人道、天道之中哦。所以就讲说，众生闻已，有听到呢哦，这个皆有佛性以后，即便命中呢哦，就生天道、人道之中哦，令之恶鬼啊哦，亦悉空虚哦，也没有了。哦，那个地狱啊，全部空了，都到人道、天道来。可能因为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哦，在凡尘啊，有的都很哦，那心地啊都很不好，大概是从地狱出来。哦，除谤大圣方等经典，哦，那个谤大圣佛法，哦，以及啊。那个方等呢，就是啊，这个上圣佛法，哦，正典就是经典，哦，毁谤呢这个大圣的经典，这些呢，哦都没有办法哦脱离那个地狱之苦。那么畜生的众生啊，哦互相杀害，共相呢哦蚕食，亦呀哦失光矣，哦慧心熄灭，哦所以那个畜生呢。我们也了解啊，他们一样啊，哦，有那个嗔恚，哦，就是我们看到啊，那个狗，哦，那个野狗啊，哦，都有他们的地盘，有地方来的狗啊，哦，它就一定呢，哦，一定不让它呢，哦，走进它的地盘，所以就会互相害，哦，所以哦，遇到啊，这个佛放的光啊，哦，那个慧心啊。哦，嗔恚的心就灭了。那么是光明之中啊，亦说如来
秘密之藏，秘密的宝藏。言之众生呢，皆佛性。只有这8个字就已经呢很殊胜的。你看我们所研究的都超越这个太多了。那么众生闻理，即便命中生人天，生在人道天道之中。当尔之时畜生亦尽了，畜生也没有了，全部呢都到人道天道来。那么除了毁谤正法了以外，毁谤正法又呢出生到畜生道是已经受了苦已经很久一直受到可以转世这个在凡尘的时候他转世当畜生。那么是一的话，各有一佛圆光一旬8尺啦，8尺一旬8尺，金色呢晃耀微妙端严最上无比32相之总好，庄严其身是知是真呢，或有坐者或有行者，或有卧者，或有住者或正雷者，或树逢疑或方电光，或闪大风，或持烟焰身如火炬或护视线7宝之山前池池前河水，山林四木，或护视线吃7宝国土诚意伎肉，宫殿屋宅，或护视线象马狮子，虎狼孔雀凤凰之鸟，或护视线令阎浮提所有众生须见地狱畜生恶鬼，或护视线异界6天复有世真，或说阴界之路多过都之过患。这个阴就是5阴界就是18界，然后之路呢就是6路有尘路根呢，有根路尘之路。那么都之过患，都是呢不对的不正确的。或复有说四圣谛法苦集灭道或复有说呢智法因缘或复有说我以无我，或复有说苦乐二法，或有说常无常等，或复有说净与不净复有世之谓之菩萨演说所行6波罗蜜，或复有说知大菩萨所得功德，或复有说知佛世真所得功德或复有说声闻之人所得的功德或复有说随圣一圣或复有说3圣成道。这个3圣呢都是循循善诱，然后归到了一圣。那一圣以后就是成佛成道。或有世真所学出随，又学出佛，或有示现出生出家，坐以道场菩提示下，转妙法轮入于涅盘。或有世真做狮子佛，令此会中有得1国、2国、3国之第4国或复有说出离生死无量的因缘尔时以此阎浮提中所有众生亦知光矣，盲者见色聋者听声遇到这个光这个盲者可以看见了，聋者可以听见了哑者能言，哑巴的可以说话击臂那个臂呢就是2脚前会不能走，这个击臂能行结果他又可以走了。那么贫者得财很贫穷就得到了这个钱财谦者能施那个谦令可以布施。慧者慈心，那个慈慧嗔慧变得慈心。那么不信者信不相信就会相信。如是世界无一众生修行恶法
除了一忏体，一忏体啊没有善根它没有善心，而是一切天龙鬼神、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罗刹、优陀、犍陀、优摩陀、阿婆摩罗、人非人这些都是天龙八部呢在保护佛法。悉共同声唱如是，善哉善哉，无上天身多所利益说是语踊跃欢喜，或歌或舞或身转动，以种种花善佛及身，复以天上宝丛幡盖，施天伎乐，供养于佛，而说偈言：我今稽首大精进，无上正觉两足真，天人大众所不知，唯有屈檀乃能了。这个屈檀呢，就是佛的性在凡尘他的性就叫屈檀。世尊往昔为我故以无量劫修苦行，如何一旦呢弃本事而便舍命欲涅盘，一切众生不能见知佛世尊秘密藏，已是因缘难得出，人为生时罪恶道，如佛所说阿罗汉，一切皆当知涅盘，如是甚深佛行处，凡夫下愚谁能知？是众生呢甘露华，未断持彼之烦恼，若有扶持甘露矣，不复生老病死如来世尊以疗治百千无量之众生，令其所有之重病一切消灭无遗余。世尊久于病苦，故得名为地栖佛。这个六祖坛经呢，它记载六祖有说古佛应世那个第三呢毗舍部第四金贤觉基由生佛第五紧那含摩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文佛。我愿今日以华语任责我等功德种，是知大众及人天如是情谊莫难知。所以我们了解说他算的六祖算的，从上面的庄严劫算然后贤劫开始就算从第四位算起那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就是第七佛。我们了解那个是六祖那个时候算，那现在贤劫有1000位的佛，那么往下星宿劫一样有1000位佛，那个都很久以后的事了。那么这个成佛了以后未来的事那么久呢也都会知道，所以事先呢都有讲记载呢在大藏经里面。那么说是即时莲花坛中一切之佛，从莲湖底遍至净居这个净居就是五净居天这个一善见天第二善现天，第三无还天，第四无乐天第五色究竟最高的已经到究竟。所以有一些修到这个已经进入阿罗汉以后他不愿意再往上，所以就走入五净居天在五净居天呢所以就我就讲出来所以五净居天呢一切文字也都听到。那么尔时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如以记住如是甚深微妙的智慧不为一切之魔外道之所破坏所以这个蛮重要了这个之魔外道他都要破坏我们这个修道者因为修道者修成了
就把魔宫打破了，所以这个诸魔呢，他都不愿意啊，我们真修道，所以我们众生修道呢，魔都会来扰乱，所以我们修道要有那个很坚定的心呐，很坚定的心才有办法打破魔宫啊，所以要了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因为呢，要把那个希望祖师啊交给大师，所以佛呢特别啊，这个叮咛交代，三男子如以安住不为一切之恶邪风之所侵动，这个都很重要。我们很容易啊，被那个之恶邪风啊，这个吹动。三男子如以成就乐收辩财，以成供养。过去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供养非常多的佛，所以啊，佛学就讲，我们在尘啊，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众生都是佛啦，你尊重他就是供养他，所以尊重众生呢，就是供养之佛，所以有那么多的佛，就是有那么多的众生啊，那假如说成佛你要供养那个很少。数目啊很少，要好像恒河沙呢就很不容易。那么知佛世尊呢，是故能问如来之觉如是意，所以要问也都要有智慧啦，要有智慧啊，问出来的才能够帮助众生。三男子，我以往昔无量无边意若由他，这个若由他呢，就是千万那个意若由他，就是千万的意意千万，非常多的意思百千万劫以持并根所以我们聊这个释迦牟尼佛修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修的时间非常久我们呢都有这个讲过了。我们台北呢现在印那个信心铭，还有印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是我们台中的前贤把它写成书面资料了，现在已经已经在印了。那可能我们这个货运的快一点的话，我们要下课呢可以拿到那个信心铭最慢我们下个礼拜都可以2本都可以拿到了。那里面有详细说那个是我们这边开始讲课的时候讲六祖坛经六祖坛经里面他有讲到那个信心铭跟永嘉大师正道歌，所以或许都已经没有印象了。收到台中寄给或许的那个书一看了以后才了解说以往都讲得那么详细啦所以我们拿到书的时候可以再回忆一下以前所讲的，我们有讲的连那个阿僧祇怎么算我们里面也有详细讲，可能我们听一听很快就忘了啦各位还有印象吗？阿僧祇劫开始就是若由他啦若由他他只有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千万的若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果的婆频婆然后频婆是个位数一直要到千万的频婆才叫一个加他，加减乘除那个加再加一个走马边那个加我们比较少用那个字你有他的他也是个位数，然后再到千万个十百千千万的加才叫一个阿僧祇劫啦，所以那时间非常多的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到若由他就已经很困难我们众生平均的寿命10岁，还记得吗？然后就是地生长的生物可养生又害生，
所以10岁就死掉了啦。然后我们就这个施善2级呀，就想行善。那行善也没有那么快，每100年才增加1岁啦。这样一直增加到8万千岁，是我们人类寿命的顶点。各位就可以想象，8万4千岁。我们现在假如说活到8万4千岁，会变怎么样？都在红更，都不可想象。所以我们人类的寿命顶点，那个都是善。那个善己呀，一样又想做坏，就又做坏，每100年又减1岁，一直减到我们平均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啦，一劫。所以就可以想，要到达no由他那个千万要多久？就已经够久了，然后要到那个二增底价，又是那么久，真的天文数字啦。我们从现象来说，都是太长久的时间，不可想象，非常久。那我们了解说，我们拿到了以后最慢下个礼拜一定可以拿到那2本，信息铭跟永嘉大师正道歌。就可以慢慢的再回想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上课，就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今年已经进入第6年了，第6年啦。咱第一开始都上5个月全休过年，休过年1个月啦，过来上的时阵咧讲讲迄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因为或许教稿的时候都看那个说法，就觉得那个时候很有耐心说了。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听的都还不很熟悉所以就会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们又看这个佛所讲往昔无量无边亦no由他百千万劫已经除掉变根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凡尘所有的好药都是是假病真病无药医。只药医假病真病无药医，有听过无？真病什么病？心病咱的心病没有医药可以医治，我们真的要都是医我们这个身体，身体是假的，要知道说你养的再怎么健康都会死掉了，只是慢一点死而已啦。譬如讲咱活咧到100岁，咱因为足够调养拢直直食，有食补，食到200岁。会死未？未死嘛是死，较慢死尔啦。各位想想看，你在凡尘，假如说没有找到有意义的事，你做的拢无意义活还要创啥？一天都太久了。你活得非常有意义你千万年都不会疲倦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佛性里面都非常有意义，都是正面，让我们能够就是自己能够得到快乐，也使众生也得到快乐，那种状态之下生活久就可以那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或者都有讲，我们生活里面假如说已经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启发，然后启发了以后我们请佛性本体出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视听言动，那这样的话，我们全部都从兴奋这个出来的作为没有业。
所以没有业就不用接受果报，全部都是在真理的生活之中，当下就是佛了，所以要了解说佛不是死了以后才当的啦，佛呢，就在佛的时候要当，活的啦，不是活的，不是死的啦，所以要知道说，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进入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起佛性当下，那整个虚空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假如说你对这个了解你再来回顾或者所讲肉所见即是真实见的如来，意思你就知了。为什么那样说？就是因为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就是已经绝对体。那绝对体在整个宇宙虚空，规个虚空拢是啦，拢是咱迄个真空妙有的佛性本体啦。你看到规个虚空拢是，所以规个虚空拢是如来啦，规个虚空拢是佛啦。所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的如来。大家拢用理咧啦。无所见的无看搁哪会看如来？这样的话就叫做不领悟了。肉所见即是真实物以如来啦。那个见呢，就是我们已经领悟到了，领悟到整个空间都是如来，整个空间都是佛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是要领悟不是讲目睭看啦。目睭看的现象它都有生的啦，有生灭，那个都变化无常，那个我们不追求，我们只知道就好。我们要追求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咱足亲切的拢嘛知影，对不？你看咱身体水有风图，这个众缘际会借我们用，请问水有风图有没有知觉性？你看我们现在身体的水有风图会动谁在动？就是佛性动啦。所以有看无？这个看都有有看看的是身躯的水有风图啦，不是看到佛性啦。可是那个只会动的那个就是佛性啦。佛性很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整天都没有离开啦。只是我们没有研究，不认识。咱若研究，咱就知影讲，原来佛性拢跟我做伙，一秒嘛无离开，一秒钟都没有离开啦。只要你认他了，你认识佛性了，你把启发，培养，让他茁壮长大，让他跟整个宇宙虚空融汇，变成一体。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在不在就不关紧要了。咱也无改开发，我们不喜欢佛性的话，我们说一口气不来了，一口气不来，那你要被业力推到凡尘来现象，不一定是人呢，有时候落入三恶道，有时候落入畜生道，变精神了，嘛是咱的魂，我们的佛性去当的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呢要透彻的了解到我们佛性非常奥妙，我们要借假修真，借水有风图假的身体，修真的不生不灭佛性。那个佛性咱的知觉性大家都有知觉性，只是说身体上的知觉性它会无常变化。我们不用这个，我们把这个生灭变化的这个都放下，让那个不生不灭的可以呈现。只要我们生灭的放下，万念都放下，我们一念都不生，那个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就已经成型了。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的前贤那个陈兄陈文旭他不是讲吗？老师要他来跟大家说，有没有？不是很简单吗？万念放下，就是什么都不要想，这句话啦，什么都不要想，人做感悟也好，都在后面。
哦，对啊，他说现在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了啦。以前被一些那个这个是一些无形的安尼会安尼搅乱的生活都很苦啦。他说那个苦已经熬不过来了。以前呢都会有一点会埋怨老师说，那都不爱给他处理，我帮他活得艰苦。原来老师有意思了，要磨练他，要让他成就了。他现在已经熬出头了。所以我们知道，只要你肯做，功夫都有。他也跟我们讲很简单，你什么都不要想，这样就好。你不管遇到什么，你在做问也放下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都不要想，这样就抓那个巧妙了。你什么都不要想。当我们的那个妄都放下的时候，妄没有真就显现。那个真就是我们很灵敏的知觉性。那个知觉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体，就已经是了。佛性本体出来以后，我们把它培养。那时候刚出生啦，刚出生刚才幼婴啦，到那边层我们未晓半行啦，咱就要有那个教，有那个有那个行路，让他呢能够长大，真的让他茁壮长大以后他会发出他的功能作用。佛就讲我们佛性的大用可以转移四天下。那佛的讲转移四天下是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可以转移的。你看那个力有多大？那我们现在哪一个有那个能力那么好没有，因为我都没有修了。从西元1000年以后，我们修到了就已经没落，没有人要修了，有形象都没享受了。所以修道已经就没有。那在西元500年到1000年之间那个我们中国非常兴盛那个修道就是已经大家都很努力的在修道了。那个都是打破铁鞋在还道，很努力真的就可以把那个病痛都除掉。然后在凡尘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我们这个人是半阴半阳，一半阳一半阴。那假如说我们阳比较充足呢，精神好，然后睡觉时间短。然后假如说我们阴比较浓，然后我们比较昏沉，睡觉时间比较长，精神比较萎靡不顿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是精神好的时间多呢，还精神不好的时间多？假如说不好的时间多，那我们阴多呢，我们从念头着手，负面的念头绝对不让它冒出来，不要有负面的念头。你负面的念头就是阴你阴一直跑出来，你就是在培养它。你培养阴的话我们就越喜欢睡了，越昏沉，阴越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了解到，对我们都是害处。那我们开始就是把负面的去掉，负面的去掉以后我培养个阳，阳就是正面的正面的我们一定要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都是正面起心动念都是善念，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所以各位手上那一张，它里面的佛就有讲要除灭的一个睡眠那个道亲一看到睡眠要除灭那我怎么办不要睡觉那或者说因为修正者就是把阴都除掉没有阴所以纯阳不用睡觉睡都不用了。所以或许在4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领悟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真的就成阳，有半个月的时间都不用睡。要不是一个中医师一直警告你这个叫亢奋，会死的。伊若卖甲害我就今嘛嘛凡事免困。
都伊讲吼，你安尼会死哦，袂前辈就讲吼，你这个亢奋，会接近那个死亡，告一样，然后就躺在床上，躺着开始也是都精神很好，他后来才睡2个小时，现在都超过8个小时了。再睡的话，我看都超16个小时都在睡觉了，越睡就越久。所以啊，你看好的会累积，坏的会累积，都会累积出来。好像那个习近平已经送到了，我们听课了，我们请他们花，送到我们这个手上来。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可以培养我们的阳半阴半阳，那个阳可以培得很多，然后培得越多的时候啊，你的睡觉时间越短，就不会只想睡觉，睡觉就可以减短，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自己本身就做的就是不要有负面的念头，培养阳多了我们精神好，然后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啊，假如说可以不躺着睡觉，我们就不要躺着睡觉，会习惯了，真的或许也是习惯来的。假如说那个时候不睡啊，一直都不睡，也是习惯来。那睡了以后啊，这个我们都有一种叫做懒骨头啦，懒惰的骨头，越睡就越想睡了，越睡越多，就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你精神可以了，可以起来了，你就不要躺在床上，这样会习惯，我们可以我们以8个小时啊，一天困8点钟啦，你即马减签就会使，我就困7点钟，然后6点钟会使，然后5点钟，都拢真好啊，你就莫通去倒的眠床，就拢起来，你你的用就愈增加，愈济，搁较欢喜帮助人，那更坚强了。那真的我们就可以因为学也看那个佛讲的经典啊，他都讲我们就是要离睡眠盖啦，因为我们睡眠我们佛性都被盖住了，全扛起来了，都摸出来，所以要去掉那个睡眠。我讲反定啊，要叫人卖困一定变怪人。这个医生会讲，不行了，那个一定要睡了，那个生理啊，你11点钟没有睡，肝就不好了，都甲咱讲安尼时间到了来困，本来也是我们都入痴而受，入而息啊，那一种我们那个文化传统都流传下来。那佛他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经过长时间的修行他们真的很想睡的时候就去打坐，就禅坐了。一禅坐以后他们就入定。入定就把那个所有疲劳都去掉。疲劳去掉以后就不用睡觉了。所以他们以禅坐来代替。那到后来就是以那一种思想思念，爱困你坐个爱困，再甲困掉去啦，就过了，想睡了拢过了，就免困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克服啦，因为人有身体呀，就有阴阳，一半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你要往修道的方向走的话。从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它不用睡觉，佛性本体不用睡觉了。你假如说全部都在佛性本体的话，你只要进入佛性本体了，就全部都不用睡觉。
那个是已经呢，很修到功夫很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到了，不是说很困难，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事了，是简单的。你或许有看到说那个啊，佛意由他百千万劫啊，以持病根，把病根吃掉，或者来想说我们这个身体一大呢就101个病啊，那我们4大就404个病，所以我们生病是正常的，很正常呢都生病了。那我们要不生病呢，就是进入不生没佛性本体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身体的所有风土虽然是假的，可是有佛性，现在把它支撑，都让它能够动作，原形动作。所以一进入到原形动作以后，我们就变成有私心要让这个私行动作能够享受这样的话呢，我们拉佛性来垫底，我们身体来享受，就是拉真的我们佛性本体来给我们支撑啦。假如说没有佛性本体，我们这个身体哪有作用没有作用。所以我们你看2个方向一个是借假修真，把佛性修出来成仙做佛；一个呢是我们借真来享用假，借真的佛性，我们享用身体的享受身体的享受就是感官的刺激我们现在凡尘感官的刺激是最赚钱的各位就可以想象那个都是色情的啦一走路那个色情的那个感官的刺激就是借真在享用假我们凡尘就是这2个方向。那我们呢清醒一点，借假修真，这个都要还给天地的。你让他再怎么享受都没用了，一口气不来，它腐烂掉了啦。不是去埋葬就是去烧，吃了这2个方向以外没有了。但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它没有生没有灭，永远在这个知觉性没有形象。我们借着这个身体，赶快把它修正出来。我们自己会知道你假如说每天都是用佛性指挥，你会知道你是佛性在指挥；你每天都是6根在指挥，你也知道我6根在指挥。那6根指挥的时候我们一定6道轮回你佛性在指挥的时候，因为不造业，没有苦所以解脱了。所以要自己解脱呢，不是说跪在佛前说帮忙搞我解脱，没有用要自己去努力的你自己努力你造业没有苦让你受了。你要到凡尘来现象你要发愿成愿而来就是要来度众生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病根我们可以除掉的。不注重身体404个病都已经不会控制我们啦。我们非常注重身体你外头过100岁200岁死翘翘啦，一定死的啦，无迄个袂死的，对死。过100年咱拢无得了啦，我们都不在凡尘了。你看100年真紧呢，很快一转眼咱民国的103年啦，迄句若要讲真久的代志过100来讲你看已经过所以永离于我就是永远都离开就是不用去躺着不要依我。假设过去无量阿僧比劫它不只有说3个，说无量一个就已经那么久了，又无量有佛出世号无上圣如来无上圣如来呢应正天之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
调御丈夫、天人佛是真。所以只要你成道了以后啊，这10个名号啊，你都有份啦。如来一供正偏知，那个正偏知就是正知偏知啦，正偏知。然后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人师佛是真个我们都有。成道了以后啊，这10个名号啊，我们都有。为之声闻都是大圣啊，大涅盘经也是讲我们手上这个大涅盘经开示啊，分别那个分别就是把里面的意思啊，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能够了了明显发其意啊，显现啊这个发展里面的意义。我以尔时啊亦为彼佛而作声闻。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他也是呢无上圣如来的那个声闻，就是阿罗汉跟呢一支佛做呢声闻道，受持如是啊大涅盘典，就是受持的大涅盘经，读诵呢通力，这个师写啊经卷，广为他人啊开示分别，解说其意啊。以是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回向我们的那个佛性啊本身。三男子，我从世来未曾有恶，就没有恶啊，那个恶都是善，恶的都没有了。烦恼业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未曾有恶，烦恼的业缘。斗于恶道，毁谤正法，作一忏提，受呢这个黄门身。这个黄门身就是伫皇帝边啊咧做迄个那个服侍皇帝的啦，就是把他的那个生殖器割掉，已经没有生殖器，所以就在那个皇帝的那个身边。无根就已经没有那个生殖器了，它没有这个2根，那个男根女根没有，反逆父母，杀阿罗汉，破达坏身，出佛身血，犯呢4重戒，这个4重戒呢，在修持上来讲，就是很重的那个罪垢。第一个舍正法，第二个舍菩提心，三个呢牵令圣法，就是很好的法，你都不跟人家说，不跟人家讲，你说要自己啊，拢保守家己修得好。第4个恼害众生，这个呢就是很大的罪，不落于重罪。那么从事以来身心安稳。无知苦恼，所有苦恼呢都没有。假设我今15一切这个疾病现在实在都有一切疾病，所以则何知佛是真久远离一切病故。那个佛是真呢，都远离一切病。假设如来如言如来人中失职。而如来者呢，实非失子。说如来不是那个谁如是之言呢，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这样说的话呢，就是如来秘密的那个教导方法。假设如言如来人中大龙，而我已于无量劫中呢，舍离事业伊不是那个龙啦。因为龙伊就是布施足济，但是拢无修到迄个规矩所以无成佛，才必成龙啦。所以那个龙是这样来的。所以佛就讲说，无量劫之中已经舍离那个龙的业。假设如言如来是人是天，而我真实非人非天，亦非鬼神。
这个钱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切，这个都是天龙部的名啦。那么非我非命非可养育呀，非人是乎非作非不作，非受非不受非是真非声闻非说非不说，如是等语这是如来秘密之教。这种如来秘密的教导方法。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呢就是要应机看对时机，然后教对对象对象是什么样的那个根底就叫什么样的话。所以这个都秘密的。假设如眼如来犹如大海悉密山王好像海好像山，而如来者实非咸味，讲我敢若大海我无一点咸味啦，迄海水拢咸的啦实非咸味同于石山呢迄个石头的山拢同款，当知是以亦是如来秘密之教拢如来秘密的教导方法。假设如眼如来如芬陀利，芬陀利呢就是白色的莲花花叶400足节又名呢百叶百叶花那个华就是花妙华莲华经这莲花就是这个白莲华这个芬陀利白莲华。而我实非呢芬陀利我不是白莲花啦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呢表示而已。那么如是之言呢，即是如来秘密之教。假设如眼如来犹如父母，而如来者实非父母这个如来不是父母啦。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假设如眼如来是大传书而如来者实非传书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迄个大船迄三船的迄个舵手掌舵迄个舵手这个都是如来秘密之教。假设如眼如来犹如商主而如来者实为商主，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所以很多呢都是属于秘密的教导方法。假设如眼如来能摧伏魔，而如来者实无恶心意令他伏要摧伏那个魔，要他伏没有恶心。如是之言皆是如来秘密之教。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魔跟佛它一念之差啦，一之隔一念的差别因为那个魔就是贪念凡尘，我们呢佛就是把凡尘的现象都摧毁所以就两个相反。我们修道呢就会摧毁这个所有的现象这个算魔功啦魔在住的宫殿所以我们努力修道呢，魔都会来扰乱要使我们不修了我们不修合他的意我们都当魔子魔孙。各位浅浅当魔子魔孙好不好魔了你看我们很容易着魔了或者都讲你在生活之中你热衷于哪一个事，那个就着魔了。像我们现在智慧型手机那个用的人那个智慧型手机是给我们方便联络或是我们要这个办事很方便。可是你看用智慧型手机的人他现在用到什么程度走路也在飞了这个坐着也在飞，做什么都是在用着不着魔我们都不承认尤其游戏的人你那是我就方便的呢，那讲我着魔。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了东西没有分
只是我们用的人的心呐、你的心你都已经不用到正途了，你就是着在魔力之下，那个都是属于着魔。我们在凡尘啊，这个很多啦，看你对什么叫热衷呢？那个全部都是魔啦，着魔了。讲即马热衷紧的，来找厝即马厝较俗紧的，要清起来炖的，你要有起价，着不着魔？那咧当咧进行的人讲，我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都是早已凡尘事啦。这个你不管在赚的怎么多的钱，纵然全世界的钱拢伫你的底啊啦，赚足济会济啦，你算嘛算袂了，来底嘛来才有是毋是拢别人的？感谢我算好好，拢甲我炖好好，我摕来用都别人的啦。所以我们干嘛去做那个事？修宅楼，没用啊。我们生活之中日用不缺，安就好啦。有通啊食，有通啊穿，有通用，还有一块通砍头，安就好啊。若无钱来共租，租厝啊。所谓就徛咧，就好啊。若无像较早修道人家己来迄落山边、田路边来找一块空地啊，4条啊拄起来，顶头草啊砍的，就要大。以前的修行人都这样，自己就是解决问题。然后有很多呢，就在大树下，尤其释迦牟尼佛都鼓励修道呢，就在大树下。伫咧树仔骹坐禅，过啊，都这样。所以或者想，即摆你若讲好，我来效法较早遐坐树骹过啊，你落去网顶遐规身躯拢一趴，你都受不了。所以我们了解现在的修道环境有够好的啦，够唔少无多啊啦。在过去要搁找这个好环境，唔知搁找有，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这个大开普度已经都超过我们的预期时间都已经超出了。是上天不忍心说一年盘的我无多好有你想讲要回天无机会啦。你下个年会再来。各位天贤，下个年会还要等多久？要等多久？129600年，有久无？咱莫讲迄个整数的拢卖啦，干那咱买溜遐就好啦。迄600年就好啦。600年那就安受不了对无？搁迄个头前迄个整数的遐济。129000，买来遐久卖等啦，迄个拢无把握，对无？迄一个无以后无把握对无？即马佫有法度把握，紧的去修，我都成道成佛。听后人都无去以后，听后佫过来出世的时阵无道啦，要甲人拼啥物？拼去趁钱。咱那个时候就整个已经都沉沦了，都往下沉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时候有这个机会就努力修，可以成佛的。爱对家己有信心啦，对手上都拿到一本信心铭，然后还有一本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大概下个礼拜。我们才会拿到，那一本呢也一样写得很详细，那个讲得更久，这一本比较短啦，这本较短，不完的一本呢加高，还有一本三宝，这个三宝是在台北讲的啦，因为三宝我们都说都不能讲，所以没有人讲三宝了。这个一发下来以后，大家看到那会跟我求的拢无共，
跟我求到的三宝都不一样，不一样的三宝，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求道的时候等于是跟我们讲，传你信理真传，看信理真传那个时候就传了我们都不知道了，这个就是把信理真传把它公开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得到的有多殊胜，让道亲大家都知道，不是安尼尔啦，咱现在这修理30年、30-40年，都安尼尔，搁较听嘛安尼尔，不是安尼尔，真深啦，咱拢无研究啦，无地深坑，真足深，你修到有的时阵，佛阁有10个阶赞。咱会当甲佛真好啦，以后这个大神，所以我们了解是很深的，只要你钻进来了，你就了解，你越研究就越深，愈研究愈深啦，你无研究唔知影，不了解那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这个看呢，这个释迦牟尼讲说那个如来秘密之教。是非常的这个多。假设如言如来能治庸苍这个我们身上一些难治的病，而我实非治庸苍时，如是之言呢，亦是如来秘密之教，都是那个秘密的教方法。假设如我先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业，舍命之时虽有亲族起其施害，或以火烧，或投大水，或弃种间，胡狼禽兽，进贡食啖，然心意识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实无气来。亦无所至，只是前后相似相续，相貌不异，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所以这边就讲的比较接近我们生活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能够修治。各位贤贤，我们所有的业都从身口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嘴巴、我们的意念，都从这3个来，所以我们3业要清净，这个3业清净就已经都没有要落入凡尘的因了，所以我们能够善治身口意业，舍命之时就是一口气不来了啦，虽然我们的家人亲族呢。把我们的尸体不管火烧或是投入大水，弃在种间，坟墓，虎狼禽兽呢，进贡食啖，那个啖就是吃啦，现在呢禽兽呢拢进来吃，然心意识即生善道，我们那个这个地方他不讲佛性呢，不讲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讲心意识啦。因为我们在凡尘用就是用心力识，那个心力识就跑到善道去了。那么这个心法15起来，这个心力识这个心法没有起来，也没有到哪个地方，只是前后就是这个心力识的前后相似相续相貌不异，都呢连接着，那么如是之言呢，也是如来秘密之教，这个就比较接近我们生活的状态。假设我今言病亦如是，跟呢释迦牟尼佛跟迦叶说，我今言病我说我生病了，也是这个样子。亦是如来秘密之教，也是如来秘密的教导方法。是故命闻思之力，五经背痛汝等当为世众说法。那个也是一种法门。
假设如来正觉呀，实无有病，没有病。右胁而卧，亦必尽入涅盘。就是向呢这个右侧啊，或许上次啊有说我们呢心脏在左侧了，我们右胁的话让心脏不会受到压迫啊，这样我们的心脏啊命会比较长啊。那你假如说往左侧来睡的话你把心脏压着，让它有承担呐，这样心脏比较疲累，比较会有那个就是寿命会减短。假设是大涅盘，即是知佛甚深的禅定，如是禅定呢，非是声闻眼觉行处，所以佛就讲这个大涅盘。就是已经呢，进入到那个不生佛的那个本位了，就是所有的佛甚深禅定，就是在禅定中，可以用呢，可以示现在凡尘。那么这个禅定那个声闻缘觉，就是阿罗汉呢跟辟支佛，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那个佛的禅定是到哪一个地方。声闻觉呀，他们的禅定比较粗浅。假设如先问如来何故衣卧不起，不守饮食，戒乐家属修治产业。这个假设虚空之性亦无骤起，求守饮食，乐戒家属修治产业。亦无去来，生灭老壮，出没伤破，解脱系缚，亦不自收，亦不收他，亦不自解，亦不解他，非安非病。所以我就跟假设说虚空之性呢，也没有骤起，也不会求守饮食啦，也不会这个乐戒家属修治产业也没有去来，所以这个在讲我们佛性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这样没有坐，没有这个卧，没有起来，没有走路没有这个求守饮食说我现在饿了要吃，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不会饿了，不用吃，那也不修治产业。因为都没有形象，也没有去，也没有来，都全部都没有，都也没有生灭老壮，这个我们呢落入凡尘有身体生就有灭一定会老那也经过壮年的时候出没伤破，我们在凡尘生活都会遇到解脱是福。我们在凡尘被凡尘束缚了，我们自求解脱，所以束缚我们束缚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解脱呢是要自己去自求解脱，然后亦不自收，亦不收他，不收自己，不收他人，亦不自解，亦不解他，不解是自己的内容，也不解收呢那个另外对象。非安非病，不是呢全部都没事，也不是有病，所以我们了解到不离开，讲出来呢，大部分都有两边都离开了。三男子知佛是真呢，亦复如此，犹如虚空，就好像呢虚空一样。云何当有知病苦也？为什么呢？有知病苦，各位先生，虚空会不会生病？不会啦。我们的佛系就好像虚空了，不会生病。因为没有形象，有形象才会有病。假设是有三人疾病难治。有三种人他的病很难治。第一个毁谤大圣，第二个忤逆罪，第三个一忏提。
这个3种人呐，这一种病啊，就是很难治啦。毁谤大圣，那个罪啊非常重，会毁谤的人，你叫他不要，他偏偏要，那个忤逆罪啊，爸母辛辛苦苦给你饲大，你竟然甲抬，迄真重罪啦，很重。然后一忏题啊，没有善心，这么善良的心拢无，如是三病啊，四中呢，极重。咱伫个世界，带凡尘啊，这个病上介重，是非声闻缘觉之所能治。后这个病迄个阿罗汉甲辟支佛啊，伊无法度甲治。善男子，譬如有病啊，必时难治啊。若有沾病啊，随意医药，若无沾病呢，随意医药，如是病啊，病不可治。这个讲说假如说有病啊，他一定会死，很难治疗。假如说有请人来看呐，看他的病，然后看了以后知影讲这无医啊，无爱讲歹话凊彩开一个药好食，开一个药好食啦，食了敢若有希望安尼啦，实在无法度啦，若无沾病啊，随意医药，若无来看病，凊彩食药啊，如是之病啊，病不可治。这款病啊，无法度治啦，当知世人啊，必死无疑，必死不疑啦，一定呢，就会死掉。善男子，是3种人亦如是，若有声闻缘觉菩萨，或有说法，或不说法，不能令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3种人就是安尼。若有声闻缘觉菩萨，有说法还是不说法，袂当互伊发迄个菩提心啦，菩提心呢就没有办法让他呢发得起来。或有人或为自身，或为他身，或护卫，或利养，或遗产，或狂他，施写如是啊，大涅盘经，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啊，为他人说则，则可令差，这个差就是好的啦，所以这边呢，这个吃发的动机啊，全不是为了自己，吃发动机啊，就是为了别人，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边，这一个是一切大众所问品，对吗？性病品，第3，我们也讲得蛮快的那第19啊，盛行，盛行品，总共有25品，尔时佛告迦叶30，菩萨当于涅盘，菩萨当于是般涅盘经，专心思维5种之行。何等为5？一则圣行，2则幻行，3则天行，4则婴儿行，5则病行。5种行。善男子，菩萨呢，常当修习啊，是5种行。这5种呢，行持方法。复有一行，是如来行。所谓的大圣大涅盘经，这个如来行，假设因何菩萨所修的圣行，菩萨若从声闻，若从如来得闻如是大涅盘经，闻以生信啊，信以应作，如是思维，知佛是真呢，有无上道，有大正法。大众正行，复有方等大圣经典。我今呢，当为啊，爱乐贪求大圣经故啊，舍离所爱，积子见属，手机色彩，金银珍宝，微妙璎珞，香花之叶，
奴仆及时，男女大小象马车乘两机前饥暑之时啊复奏思念，饥家逼迫犹如牢狱啊，一切烦恼由而生之由之而生。出家闲旷啊，由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若在家居啊，不得尽受应修幻行我今呢应当剔除病华出家邪道无上正真啊菩提之道。菩萨如是啊，欲出家时啊，天魔颇寻啊，生大苦恼。也是菩萨呢，因何当护啊？与人这个战争。是时菩萨呢，极致生慌若见如来及佛弟子威仪具足啊，知根极净，其心柔和，清净呢极美，即至其手而求出家。剃除必须胡三法教法、行法、正法三法一啊。所以三一一波那个三一就是这个啦三法一呀教法、行法、正法所以啊，我们又回到最上面呢，把那个解说下来说德文如是大涅盘经有听到呢这个大涅盘经，然后听了以后啊，能够呢产生啊这个信心。所以啊，我们这个信心啊非常重要我们要成道成佛啊，就是要从这个信啊开始相信自己啊就是佛，相信自己信啊机中，然后统事端呢见万善我们了解啊那个信啊在中间，就是我们相信自己啊不是不昧的佛性本体所以信啊非常的重要这个闻我们闻到大乘佛法，然后一定呢要相信这个呢就属于啊我们那个七法财各位还记得吗或许看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呢里面呢就详细说这个七法财。闻啊最重要了，你听到上乘佛法这个最重要，闻了以后啊就是要相信闻信然后戒，就是我们生活之中啊有不符合真理的，我们自己呀把它戒掉戒然后定，有戒以后，我们从佛性本体呀产生定闻信戒定，然后精进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闻信戒定精进，然后舍舍呢就是什么都可以啊不要了就舍了以后就没有挂碍了然后惭愧这个七法财啦，这个我们本来就每一个人都有闻信戒定然后精进舍惭愧七法财这样子吗？有时候或许看得多然后这个记得多我也没记得啦。那么闻了以后真的已经呢能够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信就很笃定了闻了以后能够生信就是很笃定的信那信了以后呢应做这个应该做如是思维这个思维就是八正道的那个正思维不是我们那个虑思虑呢就是无常变化，那个我们就不要了这个是思维知佛是真所有修正者有无上道有大正法大众的正行这一些都是要引导我们可以脱离苦海可以成道成佛。
那么大众正行，所有的只要呢有这个听到呢涅槃经，又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呢所有大众正确的那个行为就已经这个笃定了。那么复有方等方等呢就是大圣经的一个通称大圣经典。那么我今呢当为爱乐贪求，所以我们的这个爱乐贪求本来都是在凡尘用，这边佛把它引用到我们要爱乐贪求大圣经就是要爱这个大圣经要爱要乐要贪求大圣经，然后呢为了这个爱乐贪求大圣经就可以舍离所爱，把我们平常生活之中所爱的这些亲属眷属就是家里就是舍离所居的舍宅连这个房子呢我们也舍离了连那个财宝财产金银珍宝微妙璎珞香花之叶奴仆即使这个即使就是服侍人的啦就是下人那么男女大小下马车乘牛羊鸡犬知识之时拢敢舍掉这一些呢全部都可以拼除掉，不要了要努力成道成佛，是不是要有很大的那一种心？有没有？我们一般都唔通啦，你这侪财产爱顾好啦，爱经营啦，你要这个舍掉的话一定没有人赞成所以你要自己要有很大的那一种认识，你那认识有力量那做才做出来，你可以什么都不要你哪讲贪这个凡尘的享受没办法啦你想成道别想啦那个下个缘会再来去苦吃较济咧啦你也未吃到苦你无法度放到这放掉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这样努力修道的都是一直踢铁板愈接踢到铁板愈骨来修道了你若拢唔捌踢的铁板叫你修道真困难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要不要在你的掌握中能贪恋凡尘，那你成不了佛的啦就在凡尘好了去享受。可是它有时间性你的那个福报会享受完了就没了还要去受苦受苦了以后你再再累积才有那个完成的一些财产累积出来所以那个我们不那样追求，我们追求呢就是能够回归本位，回归本位以后千百亿化身我们就可以无量无边的度化众生。所以这边又讲后四念这个居家逼迫住在家里面拢安尼逼迫拢去用变犹如牢狱敢若去关伫个家牢咧你看我们现在都用铁门铁窗把咱家己关好势好势，咱拢关伫家牢内底啦迄拢惊贼仔入来还是惊咱出去所以各位就可以了我们关起啦紧关好势好势铁门铁窗拢用铁做的，结果厝一火烧厝尔走袂出去休息所以那个害死自己那么一切的烦恼由之而生所以烦恼呢拢伫个厝的拢咱伫个凡世间造出来拢假啦迄烦恼咱拢假。那么吃家的闲旷犹如虚空
出家以后呢，真闲啦，真空阔，跟那虚空同款，一切的善法因之增长，所有的善法，安尼一直增长，若在家居啊，不得尽寿，住伫咧厝呀，咱的寿命拢无多，安尼尽量延长啦。那么静修梵行，就是那个梵行就是清净之行啦，就是没有那个男女做爱的那个叫梵行。那么我今应当呢剔除鬓发，就是把那个整个头呢都理光光的啦，那个鬓啊，鬓角花头毛。出家学道，无上正真啊，菩提之道，就是上观呢，那个菩提道，就能够这个得到。菩萨呢，如是啊，欲出家时啊，天魔波旬，生大苦恼，所以咱要了解，咱安尼发心要修道啊，迄个等于要出家同款，天魔波旬呢，他就很苦恼。无子无孙阁减去啊！言是菩萨呢？允何当复啊？与人战争？是时啊，菩萨呢，即至啊生荒，去迄修道的所在，若见如来及佛弟子，威仪啊，具知根的极净，所以我们六根呢都极净，那么其心呢柔和。清净啊，极美，即至其手，就到那个地方，而求出家，就是要学，这个无上菩提，然后剔除啊，虚华，无三依，这个三法依呀，教法、行法、正法，那么既出家矣，奉持境界啊，归于不缺，所以啊，当我们那个进入那个比丘的时候啊，就是一波三呀，三一波以外都不能有了，所以那个奉持境界，言辞啊戒律，然后威仪啊都不缺，所有那一些佛显现的威仪啊，都会呈现，然后静止安详，那个不管到哪个地方去呀。都很安详的状态，无所触犯，都不会啊，去触犯到呢众生。那么有一罗刹，几种人，其手无染，怎么跑那么多？乃至小罪啊，心生怖畏，护戒之心啊，犹如金刚。那个护戒好像金刚，那个我们要了解啊，金刚宝剑，可以啊斩所有烦恼，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比丘一进入啊，修持的时候啊，那个句语啊，那里面呢就已经呢告诉他们要守的那一个戒律啊，身口意业不作恶，不恼世间呢，自有情，有没有？还记得吗？记不记得？就是啊，身口意业啊，不作恶。我们呢，所有身口意啊，这个换出来的才走六道轮回啊，所以身口意业啊，不作恶，然后啊，不恼世间呢，自有情。这个世间有情就是众生啦。不要懊恼，众生呢不了解啦，所以啊，他跟我想法做法，都不一样然后正念啊，观之意境空，一切正念，我们全部的念，起心动念都没有，那个叫正念。正念来观之啊，意境空。我们欲望的境界啊，都是空的，都呢不实在，无益之苦啊，当远离。没有利益的呢，我们就远离了，不去做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因为当时很多印度的外道啊，归顺呢释迦牟尼佛，
那外道修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些苦啦，敢若讲贫苦去抹迄花啊，烧烧了的剩来迄花去抹身躯啦，迄有啥物对众生无利益，对你家己嘛无利益，一些苦啊，去迄仙人掌迄个地方有无？迄种全刺啊嘛去刺甲身躯拢全废啊，迄对家己嘛无帮助，所以啊，或许看那个佛讲一个比喻啦，讲咱即马家一个青梅，看里面迄个仙人掌园，就是全部的园区来拢种仙人掌。你即马看去中你甲放你目金要出来，互伊家己出来，伊会安那？所以那个佛就讲，伊目睭无看，黑白行着，一定会去迄仙人掌插着啦。即马插到这边，又隔边，搁迄边嘛搁插着啦即马安尼行到出来，规身躯拢伤，表示说我们呢众生啊，就像那个盲人在那个整个都是仙掌刺的这个世间咱伫咧生活啦。你行这边嘛受伤，行迄边嘛受伤，我们都不知道逃避啦，要安怎撇开咱拢无想方法。所以佛讲那个比喻我讲这咱凡世间的人拢想不出来，想不出来，真的那个到那个样子没办法。善男子譬如有人这个带虎囊欲渡大海，那个虎囊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能够在水中伊会浮起，跟咱的即摆的迄个救生圈迄款的，迄全浮起有，咱全伫轮胎内胎甲空气甲灌落饱，伊毋是拢浮起有无？干迄啦，迄叫做虎囊要渡过大海伊有迄个物件，伊就袂沉落。那么尔时海中有一个罗刹，这个海中有一个罗刹，罗刹就是鬼啦，鬼啊！即从此人呢，举手虎囊，讲你的虎囊互我啦，就是不施给我啦。那么其人闻已即作是念：我今若必定莫死。我若互你我一定沉落，就一定死的，死翘翘的。答言罗刹，如宁杀我虎囊可得。讲你甲我刣互死我虎囊就唔互你啦，袂布施互你。我若互你，我就死啊！甲你甲我刣死就共款啦。那么罗刹复言：汝若不能前于我者，见会其半。迄个鬼就搁讲：你若袂当全部互我，无一半啦。一半互我，一半互你，一半就歹嘛，对无？所以世人犹故不肯与之啦。罗刹复言：汝若不能为我办者，幸愿于我1/3，无搁较少啦，1/3就好。那么世人不肯，罗刹复言：汝今若复不能于我，如所许者我今这个饥穷众苦所逼，愿当济我，如微尘许，无微尘许一点点就好啦。那么世人复言：汝今所成复不多，然我今日方当渡海，不知前道近言如何？若于汝者，弃当见出大海之难，何有得过？我若一点点互你我这个虎囊就气伫你本出
念的嘛无去，无去我就无法度用啊，都沉落啊，大海要安怎过？能脱中路啊，没水而死，就无法度过啊，就全沉落水底死啊。三男子菩萨呢，护持境界啊，亦复如是，如彼渡轮啊，护习苦恼，咱伫咧保护咱的迄个境界，就是袂使犯呢，你就是卖犯，袂使讲安尼，那个妇人之仁，好啦，无一点点啊，互你家己慢慢点了再死翘翘，所以袂使就袂使，给你我就死掉了，袂使就袂使，所以好像那个渡海的人呐，爱护那个胡狼，那种样子。菩萨如是呢，守护啊戒时啊，常有烦恼，知恶罗刹，与菩萨缘，伫咧护持戒的时候啊，拢有欢乐啦。因鬼啊恶鬼啊，拢甲迄个菩萨讲，汝当信我，终将起啦，但彼世尽啊，护持这个一戒，把迄个世尽破掉，卖保护世尽啊，就是那个舍正华、菩提心、千利圣华，跟这个恼害众生，那个把它破掉，你所有的戒律拢修啊，这世尽改破掉，但破世尽，以是因缘呢，令有安稳啊，得入涅槃。那菩萨尔时啊，应作是言：我今呢领此啊，如是境界啊，堕何彼地狱？所以你就要甲迄个鬼啊讲，恶鬼啊讲我宁愿要修这个境界，世尽啊都不能破，假如说我守这个世尽会堕入彼地狱啊，我都甘愿。你看心有坚强无？就是袂使花言巧语用怪啦，你甲你怪你都要听有，终不悔犯的，而生天上，你悔犯戒律，生去天我都快乐啦，袂欢喜，这个烦恼罗刹复作是言，如若不能破世尽者，可破生产，这个生产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世尽之下呢，这个出于动女人心啊，触女人戒，甲人做媒人，守这个供养，这有这个破生产，以是因缘，令汝安稳得入涅槃。菩萨意应啊，不随其语，个说咧，佮直直讲啦，逐项安尼直直加讲加啦，讲阿偷兰则，就是呢。大藏这个善道，无舍度细逐戒内容啦，大意是呢，劫堕地狱之罪。那么突击咯，这个较细啦，就是身口恶业恶作恶说，这一个呢，微细的小罪啦，菩萨于微小之戒律中，护持坚固心如金刚。四重境及突击咯等无差别，就是他看小罪跟大罪都是一样。那因为今天这个问题呢比较多了，所以留比较长的时间，不过也不长，剩下13分钟而已。好，请说。有声音。后学请问老师好。请说。那个今天出讲资料后学在我想知道这个标准上去，有没有私底下要请教这个老师？好，来你说。后学在这边做，因为老师有来到我们这个，就是来这个讲师上课了，上课老师他都问老师就跟我讲说。你要私底下请教有讲师助理当中这样问出来，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对。
后学这样就讲是哦，因为后学在家里的时候，晚上我如果吃饱饭哦，都会出去走路，大概走30分钟。我在走路的当中哦，师就会就跟我说，老师一来哦，就跟我说，回去把心静下来，不要胡思乱想。那我把心静下来，因为我一直练光明方向练到现在，我只要心一静下来，那个佛性马上就呈现出来。我在走路当中哦，就是走，就是尽量把心静下，然后也是在练方向，就是很习惯这个样子。那我在开车的时候，就是把心静下，也是这样在开车，也是在开车。那这个礼拜礼拜五因为我的亲戚我的阿姨要嫁女儿，那我阿姨要嫁女儿，我就开车带着我家人到台北去。然后我从台南出发，那一天早上我7点起床，然后早上我有开店，开到中午12点。我小孩子他下课，我就去学校带我的小孩子，然后从台南大概12点半出发，然后一直从台南开车，然后开到台北，大概到台北的时候4点半的时候到台北。那一路上因为开车很无聊，我就把心静下来，把我心静下来，那个佛性就呈现出来。那这一次让我感觉很奇特。以前我从台南开车到台北，那个路途会很遥远，你打东西固定都不动。以前我中午我一定要下来上个厕所，还是休息一下。这一次我都就是没有休息，就一路这样一直开到台北都没停下来。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会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哦。以前开车不动的，那么你精神都在开车就是会很累疲倦嘛。听到一个开口，今天到那边我觉得不会累，然后因为亲戚很久都没有见面了嘛，跟他们聊天又聊到晚上1、2点，从早上7点就起床，聊到晚上1、2点，然后才睡觉。我开车开到台北的时候，老师有跟我讲一句话，我问这个问题我就想提出来问，他说你从台北一直练功练到台北去。一段时间你都练功夫了，就是你的功夫会增长。接下来请教刘讲师是不是像这个样子？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是在做光明方向，是不是跟你晚上睡觉之前把心静下，在做光明方向的功效是一样的？我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好，对呀，所以由这个仁修这样发表了以后各位就了解说，只要你做都一定有功效。所以他呢，就是能够心一静下来。各位浅显，这个心一静下来，虽然说很这个平常的事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你心一静下来就等于是那个放下了。万年放下的时候，你请佛性出来当家了。你请佛性当家来开车，你不会累所以要了解到说，你人的话，这个都会有一些情绪我们连情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那个运转，就会自然会有那个疲倦的那个情形会出现。那我们的佛性它不会。佛性它没有两边，你只要集中精神它就出来。出来的时候你那时候你不要有3心2意你不要想东想西，整个都是佛性。那整个都是佛性，你走到远你嘛袂忝，走得再怎么久你都不会累了。所以那个已经是佛性当家。所以我就讲说，我们日常生活请佛性当家的话最理想因为没有业你请佛性当家所应对的事情不入业无业管善恶呢，我们应对够了就抛开那个全部都没有业。所以他这样问正好就跟他平常做的相符合万年放下。虽然那个时候是在开车可是他已经一样是万年放下。
哦，那个佛性全心全意呀、在开车，佛性在开车了，哎，所以他不会累，哦，不用休息了，不会累。好，还有吗？讲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好，你说。请问有讲师，八识与中阴身是一念无明所产生的吗？原本我们清净的身体没有这些，是不是？谢谢。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中阴身啊，是两个状态，一个是我们哦一口气不来了，一口气不来了以后，一直到49天，哦那个时候啊是中阴身，哦中阴身呢它在活动，那我们有哦求道修道，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动了。那假如说社会人士啊，他没有求道，哦，那他中阴身啊，就按他的行为，哦，假如说都没有做善事啊，大概不到哦几个时辰哦，他就已经没办法自由自在了，哦，拢已经袂叮当啊，哦，所以中阴身我们要了解到，哦，是我们已经归空的时候，哦，到还没有决定说要哦上天堂下地狱那一段时间叫中阴身，然后我们要来出生，就是哦已经离开我们原来的地方，还要投入哦父母亲的身体了，那个时候那一段叫中阴身，除了这两个以外啊都不算，哦都不是中阴身啦。哎，所以我们要了解中阴身只有这两个时段，一个是要来投胎，一个是已经哦死亡归空，两个时候哦死亡归空是49天啦。啊，你看哦，他要来投胎，投胎的时候啊，哦是经过他的哦，假如说哦受罪完毕哦出来，然后走入哦这个空间，啊空间啊整个是黑漆漆一片啦。假如说他跟父母亲有结缘，父母亲那个地方会发出亮光，啊，他就看着亮光一直朝光走，就投入亮光，然后啊，哦，那个哦母亲就怀孕了，哦就已经投入。但是我们要了解哦，那个投胎的时候啊，是我们的第8阿赖耶识哦来投胎，哦那个时候还没有投胎叫中阴身啊。投胎以后就不叫了，不叫中阴身了，哦，那个已经呢就是第8意识，然后第8意识哦，在哦那个母亲的肚子里面，一直到哦怀孕充足以后，然后出生，然后出生以后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出生一定要哭了。哭的时候，我们的灵才进来。虽然有第8的阿赖耶识在，可是我们假如说没有进来啊，没有汇合，没化了，哦，所以有经验的哦，医生啊，哦，走山我拢会给个囡仔哦，脚骨甲抓来，哦，然后打他的屁股，然后就会哭了啦，小子就会哭。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那一个来投胎的人，他已经生生死死久了。每一次经过第10殿孟婆庄那个忘魂汤啊，他已经喝到那个效力都减低了，他都知道在的凡尘很苦，我不要气，不要气已经被那个一推来了，所以那个医生就会处理啊，都把它颠倒，让他哭了，一哭了灵就进了，所以就活了，那个医生就放下来，好啊。没戏啊，他就进入互断生死了，都一定要经过生老病死这样，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中阴身跟阿赖耶识它的关系呀，中阴身是行动的时候，那个阿赖耶识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8识里面的一个，那么阿赖耶识呢，我们叫含藏识。含藏善的种子啊，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啊，都在第8阿赖耶识。那第8阿赖耶识我们修也是要靠它，因为它呢含藏的种子，又含藏天地的所有一切，叫如来藏。
所以我们那个第8的爱耶识啊，叫做如来藏、含藏天理含藏，所有一切都在里面。可是我们因为人跟天地没有直接关系啊，都不去关心它，就关心到我们的那个变化，所以就讲12种子你行善行恶啊，因为到凡尘，你善呢就可以享福，恶啊就是劳碌，就很极端啊，所以就注意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说阿赖耶识跟我们修道跟中医生他们的关系是这样，了解吗？听有还有吗？我存2分俩嘞。好，请说。我回答他那个问题。好。老师，我在走路的时候，老师他第一句话都会跟我讲说，你现在要去修那个心住坐卧都是禅，就是把你的心静下来，下在放年放下。那这个行住坐卧是禅是不是像在走路的时候，那个心静下来，然后佛心呈现，就跟你在禅定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跟禅定，就是那时候就是在禅定。对。那这样就你练这个就是跟打坐。对，行住坐卧都在禅定之中。时间，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大家好。慧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大德，以及感谢个前贤给慧学居位学讲。我们这个手上的永嘉大师证道歌跟新心明呢，就是我们讲六祖坛经的时候讲的，已经是大概5年了，5年前了，开始讲，那个时候里面有说啊，我们讲5个月啊，5个月的时候讲到这个，现在都已经5年又3个月，9月、10月、11月、12月，5年前，快5年前。有诗面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看，听的话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呢看这个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了31页。31走妹。17行7行1、2、3、4、5、6、7，若能如是坚持，这边嘛，这个则为具足啊，知界。菩萨受持呢，如是境界呀，咒是愿缘，灵于此生呢，投于这个自然深坑，终不悔患过去、未来、现在，知佛所示境界。所以啊，这个从上面这个讲下来，就是那个这个偷懒者这个大障善道这个大罪舍堕那个堕入地狱之罪，突击楼就比较小微细的小罪菩萨呢于微小之戒律中呢这个护持坚固心如金刚是从境以及呢突击楼等无差别是从境呢就是大罪，突击楼小罪都平等没有差别都一样护持若能这样子护持的话，则为具足知戒，所有的戒都已经具足了菩萨受持这样的境界，然后呢就有那个做那个愿说灵于处身呢图于自然呢就是火的啦，会安尼烧真烧的那个叫自然。然后深坑呢就是很深的
那个黑暗的那个沟坑里面。那么终不悔犯啊，过去、未来、现在，知佛所制定的那个境界那个戒律啊，都不会违犯。所以我们得说这个菩萨受持啊，只要我们这个发心努力修持啊，我们都是菩萨这个菩提萨埵。所以要知道说那个菩萨不是说我们现在那个渐修的一直修到实地才算了。我们众生呢，只要你发大心自己要修也要度众生，只要你有这个心你就是菩萨。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有情我们所有的众生呢都叫有情，那有情的众生都已经觉悟了，那叫菩萨。各位是不是菩萨？有的都不敢回应，真的我也没的啦，已经是已经觉悟了有情觉悟了就叫菩萨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已经觉悟都称为菩萨。所以我们都是菩萨所以要自己告诉自己，我就是佛，我就是菩萨。这样的话我们连想那个坏的念头一念都不会想。一想我是菩萨，我是佛，不可以，这不可以想。所以对自己的期许就很高。那么允和名为圣贤这个圣人之行圣贤得佛及菩萨之首行所以我们都是佛，我们都是菩萨，然后我们要做就是这个菩萨行。那么以何等故名为圣人行也？如是等人有圣法故就是我们有圣法圣人之法，可以成圣的方法我们都有。那么常观之法性空即故，我们能够来观察所有的万法，那所有的万法那个性空即就是进入我们佛性本体叫性空即。那么以之义故名为圣人各位贤贤，我们是不是圣人？如果不敢担当了我们不敢担当了，我讲得太高了不敢担当。有圣戒有圣定慧，有七法财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才讲过我们能够听到最上圣佛法信，我们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有戒，就是不好的我们不会去做。然后定我们从佛性本身产生的定，然后精进朝着成道成佛的方向精进。舍就是我们都可以给人，不管是有形无形我们都可以舍第七个惭愧就我们落入凡尘当众生我们都惭愧了所以要知道这个惭愧的心我们有惭愧了就不会骄傲我们假如说缺少惭愧的话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那样就骄傲了我要天上飞了所以我们惭愧就不会往后天上飞。故名圣人这样子叫圣人。那复次善男子菩萨圣行者观察是身观察我们的身体，从头至足从头一直到脚，那么其中唯有毛发爪齿不净垢秽皮肉筋骨脾肾心肺肝胆肠胃这个身手二脏大小便利涕唾目泪黄膏脑骨髓脓血，菩萨如是专念观时，谁有是我这个内底都一个是我
全部啊观察我们身体哦，从头一直到脚哦，种种都不净，拢无前去哦。这个发毛、爪子啊、头发、我们的体毛哦，爪就是我们的筋秆哦，齿呢、喙齿哦都不净啊哦，过秽都是很肮脏，皮肉筋骨哦，然后脾肾心肺、肝胆肠胃哦，声荡手荡哦，大小便利哦，剔透目泪、黄膏哦，脂肪啊，然后我们那个肚子里面啊都是膏哦，脑膜、骨髓哦，脓血哦，都是这样哦。菩萨呢如是啊，专念观时啊哦，谁是我？这个里面啊哪一个是我？都不是我，所以要知道啊，身体呢全部都不是我哦，我是啊佛，我就是呢菩萨哦啊，所以啊这个身体有现象的呢，这个都很误会哦。我为属水哦，我还是属于相哦，住在何处哦？谁属于我？各位浅浅，我为谁属谁？我们是属于谁？咱属于下面啊？我们是属于谁啊？各位都没有想吗？我是属于谁？我就是佛啦，我就是菩萨啦，安尼无？系啊，身躯唔是我啦，身躯是迄个垃圾的物件，哦，加工出来全部拢是垃圾的物件，这唔是我，哦，所以要了解到所有看得见啊都不是我，然后啊住在何处？我住伫倒？可以讲我住伫倒？家人。所以这个我就是佛啦，我就是菩萨，啊，这个我住伫倒？住伫倒？住在哪里？所以要了解啊，整个虚空啊都是我，我住伫整个虚空，这样空广了，非常宽广，不是说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要了解说，我住在何处，就住在整个虚空，无所不在，都是我。谁属于我？什么人是我？就是迄个佛性本体，就是我。我就是佛性本体，我就是佛，我就是菩萨。敢不敢承担啊？都唔敢，都认为都哎呦要未啦，我还未到嘞，都不敢承担。所以要了解，我们要承担，能够承担的话，笃定啦，笃定修道就简单。我们不敢承担的话，表示说我们还把自己呀，局限在那个众生里面，我就是众生啦，局限，就很窄了。所以如此生者啊，不尽因缘，和合共成，因何而得？作其行住，栖身俯仰，这个是肾喘息呀，悲泣许笑，此中无足随死之耳，这就是讲安尼的身躯啊，不净的因缘，拢肮脏啦。可是咱那么足爱咱这个肮脏的身体，不爱？爱才是正确的，那不爱的还啊，爱，所以才要这个把它照顾，照顾得很健康，然后啊又穿得很端庄，化妆得很漂亮，就是因为爱啊才要这样，这一些呢，不净的因缘啊，和合共成，不净因缘，然后合作伙，才变一个我的身躯。那么云何而得啊？安那会当得到？坐起行住，咱坐咧起来咧行，大条的，取身，俯，咱安尼规身躯咧叮当，视肾喘息咧看，
瞬间之中呢，咱咧这个呼吸，悲气啊喜笑，都有代志啊，有当时啊会伤悲，有当时啊很高兴啊，喜笑。那么始终无止，讲咱这个身躯内底啊，这逐项的所有形有相的啊，伊无主人，谁使之耳？什么人伫咧指使他？对，谁在支持？就是佛性啦，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咱身躯啊，所有风土，伊拢无知觉性。咱即马爱知影，无知觉性的四大假合所有风土，它呢不会有动作啦。即马咱在所有风土拢有动作。佛性没有形象少的形象，互伊有法度会当讲话，会当听，会当看，会当做代志，所以这个咧，指使我们这个身体所有动作啊，那个就是佛性，迄个就是佛啦。本来咱若莫起心动念，咱莫做众生，咱就是大家拢佛啦，因为咱伫咧凡世间，去互这物质间管。怪精神拢外去追求这物质，即马物质咱若追求咱就迄心嘛，就自私的心，就想要拥有物质啦。我们想拥有物质的话，我们就呢，的心啊，就已经住伫咧物质的内底。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挂碍，就有烦恼。有当时你要求得袂到，就烦恼啦。咱若较使拢伫咧佛性内底，那我们佛性呢，非常光明，它非常洒脱，它都没有这一些这个牵缠挂碍，全部呢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很清晰的知道说，所有风土的身躯，伊拢无地觉性，有法度互伊振动，迄个是佛性。所以佛性啊，借着身躯表现出来，咱得爱重视咱的佛性，唔通重视咱这个有看到的身躯，因为若无重佛性呢，迄佛性伊就退隐啦。是讲你都无重视我，得爱美起来，美起来就无去啊。咱得用身躯的目睭、耳啊、鼻、嘴。迄个身躯，迄个触摸感觉、意念呢，胡思乱想咧做主啦，所以这个六根做主的时阵啊，咱就正足的业，业这个静起来咱就要过来六道轮回搁受苦，所以咱该找来，咱佛性出来做主，佛性咧做主啊，敢若天地白天日夜春夏秋冬，都拢真自然啊。该来就来，该去就去，无像咱这心嘛，该来无好来，该去无好去啊，拢伫咧心肝内底咧烦恼，所以咱若有咧研究，咱知影安怎生活，生活内底啊，咱照佛性来做主，咱就已经伫佛世界，伫佛世界，咱甲佛拢同款，咱甲佛无两样啦，没有两个样，一样的都一样。可是现在我们说，咱就是佛，咱不敢承担。各位敢承担吗？你看唔敢应啊，就是不敢承担啊。拢想讲唔是啊，我是众生来，佛了个伫咧真悬，所以啊，高推圣境啊，自己悲屈，所以这样。我们要先把自己啊，培养说我跟佛没有两样，所以我跟佛一样，我的做法也跟佛一样，这样我们整个社会啊，可以说已经变成莲花邦，咱这个娑婆世界啊，拢无苦啊，拢真快活。可是我们想一想，要多久啊才会到达这个理想？爱偌久？咱来修啊，爱偌久会当到佛的程度？爱偌久？敢承担当下就是了。你不敢承担千生万世。安尼差别有大无？
很大哦，敢承担当下呢就进入佛世界，不敢承担经过1000生1000世啊，咱还搁伫咧做众生，还搁伫咧受苦拖磨啦。较少年的苦食较少，袂啦，世间袂苦，较老拢苦。所以啊，年岁越大苦汤喝得越多，都不觉得完成有什么好。那年轻拢袂歹呢，下去佚佗妈呢活动团体很多啊你参加了带你下去佚佗，足快乐的快不快乐？看了我们的心呐你认为快乐了他就很快乐你认为丝巾负担啦要去倒佚佗回来拢躺平了，袂叮当，真点安尼就无快乐啊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来指挥我们的整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借假修真，辛苦是假的啦，我们有一天要还给大地所有风土啊天地就是所有风土啦，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啦这个不是我们不能赖皮啦，讲我唔爱害你我用得足好的，可不可以？一定要还，对不对？到时候你不还都不行啦。众人很长寿，活到120岁会不会死啊？一定会死。所以就是还给天地了。我去倒，我们身体还给天地了，那个我要去倒。所以我们就会讲我都归空归于空了。我们有心理准备没有？观察是得死的不是咧得老的死就爱去得观察要烧嘛是爱先得观察再甲观察规个拢摕去烧所以观察是咧得死的年纪轻轻的也会死所以爱家己有迄个心理准备，我不知道哪一天口气都不来了所以以前唔是有咧讲孔子讲唔敢收人的建议条，有无？我讲咱有那同款啦，咱共收的，明仔载唔知爬起来所以遐个一个讲你安尼佫较久咧，到明仔载，伊讲我这口气出去唔知几会转来，佫较短。可是我们大家都没有这样，会啦，一定转来啦，这口气出去一定来好无？一呼就一吸嘛，出去马上回来对不对？有一天他不回来就糟糕了。出去了，好不爱不爱回来，我是要跳归空了。所以我们要生前防死路莫待死时后悔迟。死就会无啦，袂啦，我未修好咧，嘛真是的啦，敢袂使安尼参详。大概无路咧，甲意思拢无参详的啦。无常足无情的。即马就行，马上呢，走，都一定要走了。所以不要贪恋啦，完成不好玩。尤其或许年岁比较大了71要70呀，快要过年了72岁要到。我嘛唔知，我就会记这囡仔尔，都会记这条天庙尔。讲即摆念的70几岁我都还承认咧。我佫敢若囡仔咧，我蹦蹦跳跳咧。所以我们了解说，什么人使我们的身体的所有风土可以活动，就是佛性。那么互作呢是念此生一切悉无有我。这个身躯内底无一寸是我，无一块是我，唯有心风，因缘和合，视现种种所做的事业，敢若有心，阁有风啦，这个因缘安尼和做伙，
视线的种种，咱呢所做的事业。那么此生如是啊，不见这个身躯啊，这年啊无清气，搁较细，拢洗袂清气啦。搁较细甲如道仙，咱真是得爱做仙啦。搁较如道仙，就是要当神仙啦。爱做神仙。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身上啊没有我。甲众因缘和共成。所以这个甲就是界啦。界啊，众因缘和成。才有这个身体的我。那么当以何处啊而生贪欲？是伫什么所在？迄个贪生出来。各位知呢？迄个贪伫倒位生出来？伫倒位生出来？伫脚生出来？伫脚嘛生出来？伫骹生出来？伫倒位生出来？所以我们要说追究去找那个根源。到底你这个贪是从哪里来呀？你找你真的会找不到它从哪里来。唔知讲这个贪是为何来，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呢，了解说，形成贪啊，是现象引诱现象，那个物质啊，物质的现象，然后来引诱我们这个身体的现象。我们身体的现象，因为没有研究道理，被外面物质引诱，所以就起心贪，我要，贪不贪？想要不要拥有？想，唔敢讲。想啊，大家拢嘛想要拥有所以我们众生啊，是以拥有为快乐。可是修道是空无啊为快乐，因为空无了无负担啦，拢真逍遥哉。可是我们角度不同，咱也拢空无啊烦恼。哎呦，我唔知要倒食，哎呦，我唔知要倒困，哎呦，我要用唔知要去倒摕，烦恼无？有没有？我的烦恼比快乐更较济，很烦恼。可是啊，我们看那个以往，那个西元500年到1000年那个修禅宗的人，他们都烦恼生活啦，因为无地食、无地困，拢无烦恼，干那烦恼无法通修尔，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修道的风气很盛，大家拢做认真修的啦，迄拢踏破铁鞋去找道咧放大。咧切道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时候啊，那个生死啊，真的是大，假崩事小。我们现在生死事小了，一口气无来呢，万事大，看要安那食安尼真满足，是不是观念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食搁较饱嘛死啊。想的讲无好枵啦，好枵好也唔好。迄死还未到迄即马现枵很艰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中道，咱得爱中道，也唔要食甲超过，也唔要讲无通食，中道都食安尼差不多7分饱，有的吃啦，够了可以了。不超过多时有5罪啊！各位还记得吗？5罪。多时以后一定多睡，多病，然后多饮，不能歌颂经典，然后生长世间。咱食的拢涂骹生起来啊！咱第二只到涂骹结的缘结甲真深啦。唔只拢脚不离地，咱的骹拢袂离地啦。所以咱即摆人无法度习惯伫个地顶咧飞。你若讲涂骹生物件你拢莫食，即摆有一款你食来种的迄款迄菜，你拢去食迄啊，后日你会飞啊。
因为你没有跟地结缘啦，你无甲土骹结缘，迄个地缘浅，你飞就飞起来。啊，你即食到最种土骹生甲土骹缘结足深的啦，所以你土骹骹骨离甲土骹拢结足掉的，一定拢都爱伫土骹咧行。往后啊，我们吃少一点，或者去找那个室内的菜，没地上种，吃了以后啊，往后你吃那一些啊，没有在这个地上种的那一些东西啊，也就会灰了。会好不好？好，啊，那甲会去烧精咧。因为咱较柔，咱的身体较柔弱，灰肌都是硬邦邦啦，咱的精拢袂赢伊啦，安尼也是土骹行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此生呢，就是不净的因缘中缘和而共成，以这个当于何处啊而生贪欲？咱伫什么所在生迄个贪欲出来？若被骂入啊，当于何处而生嗔恚？各位呢，咱去互骂去互起嘟嘟的时阵迄个安尼足受气，为倒生出来？为倒生出来？咱唔要研究为倒生出来就真自然走出来。所以咧修就是讲爱去追究它的根源。到底啊被人家骂的时候啊，我哪个地方啊产生嗔恚？迄足受气的为倒生出来？各位就可以想。眼睛先看到他的那个所有动作，然后心里面就嗔恚，对不对？到底为倒出来？所以咧叫咱研究道理就是安尼啦。知影讲身躯都假，甲咱骂迄个人嘛假，讲出来的话搁较假，咱伫个话内底就气甲要死，迄个气啥咧气啊？真诶咧气。都拢假啊哪会咱气甲要死安尼有够巧啊够戆都拢假我是伫个假内底气甲安尼，安尼规个面红讲，根基遮大条，所以啊，这个如我此生36物，咱身躯36项物件啦，外相有12。滑毛爪齿之类这个透眼大小便过汗滑头滑毛呢咱体身躯的迄个毛迄较幼啊爪指甲齿喙齿齿就是目屎膏啦泪就是目屎吐就是迄个喙瘻伫个喙内底啦盐就是喙瘻流出来大便小便啦过汗咱的迄个汗是伫个毛孔腔啦，毛孔腔流出来佮接受外口的迄个灰尘就变垢啦。讲了详细无？很详细这个外气咱身躯外口看会到皮肤血肉、筋脉骨髓、黄高脑膜咱的皮甲肤。所以皮肤我们都连在一起，咱就是讲干那一项，结果是两项皮是皮，肤是肤皮肤，然后血肉筋脉骨髓黄脂肪膏呢，就是迄个内底咱腹肚内底迄个膏啦脑膜咱头壳的脑甲膜迄个外气内涵就是咱的内容12个。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肾脏手脏赤痰白痰拢总都36项。所以后学都在印度呢，他们有那个尸林，就是死掉以后他们没有埋葬也没有火烧就多到一个士林去啃的给野兽去讲，就是布施给那个野兽他们就形成一个风气啦
就若死就甲拖去啊，死就甲拖去啊，因拢袂敢讲迄是不好啦。我们中国都是入土为安嘛，对不？可是他们那个风俗习惯都是讲，爱迄野兽，我那有通食，咱在生来食野兽，死去爱野兽食，安尼才会平衡啦。不平衡无？看什么人要摇头，讲好，后日来我厝人死我拖来迄个树林内底。那个马戏，所以我们没有那个风气啦。他们因为有那个风气，所以要修道的人他们都到那个森林啊，去观察。伊拖去伊个拢死啊，死了后，死了后就随拖去，个无啥物变化。跟迄个要修道的遐就去看，1礼拜7天。会变安那，碰到啦，7天咱若死7天都拢规个会碰到。即摆佫经过2礼拜，碰到迄个筋甲全破去啊，血水就会流出来。即摆刷落去，佫到第3礼拜迄规个血水流干了以后啊，迄万虫拢咧吃肉啦，迄食肉。即摆食肉。甲肉甲皮啊，拢食去啊，莫剩骨头。即摆佫刷咧经过1个多月因为伫咧野外，风吹雨淋雨打，风吹雨打，安尼佫愈散，全迄就伫风化，迄骨头叫你拍甲浮去缩去，风佫一日来吹，哇，无影啦。规个拢无去啊，所以他们实际的去那边观察的时阵会先生，我们在我们东方要修都要用观啦，这个白骨观白骨啦，足侪修道人拢行袂过这个男女的那个玄关，都用观白骨，讲迄个。这个磨粉骷髅，迄查某囡仔真水迄拢迄个皮肤啊一定去抹迄个粉，你甲关的时阵迄一定的花粉拢无去啊，剩白骨啊，你就袂爱袂贪爱啦。咱咧关的时阵有功效，即摆出来现实社会这个遮水，迄个白骨观拢无效。拢去有现实安尼甲生来就拢戆去啊，所以没效。他们印度因为有实际去那边这样观，所以那个功效就很显著了。迄人今仔来甲你生来，走，臭毛毛，实在我甲芳到要死啊！你嘛讲臭毛毛，走。所以修起来很容易啦，因为实际有那个情形让他看。像我们那个东南亚大海啸30万人去安尼海水全刮去，因为那个海中央逼开，水拢走去迄个海中央里面，结果全拢水啊，海水都退潮了，大家拢落去耍。结果伊地佫合起来的时阵甲遐水佫拢结出来，一声结出来时阵佫溢倒转来，伫个咧耍的人拢走袂离，绝对拢死路一条，就全死啊！死伫海底死，迄大海不持续实施啦，迄大海一定甲尸体拢赶转来海边，伊袂互你大。除非你有鱼仔食伊啦，若无拢绝对佫甲你赶转来海边。大海拢无爱互尸体大，拢赶转来海边。所以那个第一天的时候那个电视去摄影结果都拍到完，大家拢碰到迄皮肤拢足金的啦，足水的，大家拢足大块的啦。可是太多了，你看30万人啊，那个真的多。过来唔敢，拢政府拢叫卖
播放，大家看到会惊，就不要播放，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人体呀，真的不能看它变化，你看它变化你真的会哎呦那呀你脏一个字啊，脏所以那个要观身不净啊，就是要我们去掉对身的贪爱可是我们这个生来就写在身躯啦，你讲不贪爱也无要爱啥，各位先生，身躯无爱要爱啥？爱啥？我们真的会这样吗？可能吗？身躯无爱，爱不成，爱甲会参详啦，爱甲先参详。讲我即马已经无爱甲你亲啊，我要甲佛成亲，爱甲会参详，然后慢慢的实际去做。所以不敬错会，何次当有受骂入者？讲伫倒互骂。是这物件会倒位咧互骂，若闻即骂，即便思维，咱若咧互骂，就要马上爱想，以何因声而见骂？是什么声咧甲我骂？一的音声就是把声音分开，不能见骂。你甲迄声拢分开就无咧骂。若意不能众多异耳，一个无法度甲骂，足者无法度，以是异故不应生根。这个原因就是无应该咱嗔恨心生出来，无应该呢生那个嗔恨出来。若他来答，意业思维，如是答者从何而生？这个拍是为道生出来，什么人来搞我？复作是念，因手刀杖，给予我身，故得明达。有手有刀，有棍有我的身躯，才好做拍。那么我今何言？恒寸于他，这嘛是什么言？对伊足受气的，乃是我身自造自救，就是我这个身躯招到这款这个过错来，一定我家己唔好，指我受事有因身故就是我有这有因身，所以叫我都互人拍，有真有打。我若不忍心则散乱，我若无忍耐我的心就散乱。心若散乱则失正念。心散乱的时阵那个正都消失去若失正念则不能观善不善意。较输丧失那个正念，就无法度来观察。这个善是恶，那个不善就是恶啦，善恶那个义理我拢无法度观察。若不能观善不善意得行恶法，较需要无法度去观察善是恶的迄个义理，我就会做迄个恶法，恶法因缘得堕地狱。有这个恶法我有做我就爱跋落地狱，自生恶鬼，变精死变恶鬼。菩萨做是观于得四念处，菩萨按呢观察得到四念处。那么得四念处则得住于堪忍地中，得法度住伫迄个堪忍的这个地。堪忍地迄就是已经伫菩萨的位阶。做是地狱则能堪忍，得法度忍耐。堪是能够忍受啦，能够忍受就叫堪。堪忍就是人咧无聊有法度忍耐。贪欲嗔恚亦能堪忍。
贪甲迄个受气，甲迄个痴，是无明都能够呢堪忍，寒热呢饥渴，文盲早失，迄盲咧定迄目屎加蛇，拢有法度啉来，寒热真喙干，拢有法度啉来。暴风这个恶处就是迄真劲风咧吹，真恶的环境接触到种种疾疫，真侪迄款生不出来的迄个病，甲外口的这流行病，恶口、恶口骂你人咧骂，这个渣打楚榻，人伫咧甲咱拍。身心苦恼，一切能忍，是名为自堪忍地。我们光看这一些文字就会觉得哎呦，这家歹做咧，要做个安尼真无简单。那么迦叶呢，白佛言，这个迦叶的甲分问，是真菩萨未得自不动地，迄个不动地就是已经第八啦，第八。那个位阶已经呢到第八地了。菩萨位阶呢，总共有10地。第一个呢叫欢喜地，第二个呢离垢地，第三个发光地，第四个宴会地，第5个呢南胜地，第6个现前地，第7个远行地，到第8个不动。不动就是不会退转啦。我们菩萨修到第8的不动地就搁较安那艰苦，就袂搁退倒去啊，绝对会转一直行迄个菩萨道，所以到第8才比较稳定。第9这个善慧地，到第10就法云地，所以到第10了以后，10地以后就等觉，跟佛平等的觉啦。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妙觉，妙觉的是佛啦，所以等觉跟妙觉都差一角，所以差短短那净持戒的时候颇有因缘得破戒部，那个迦叶咧问佛说，净持戒的时候刚好一番因缘会破戒，那佛就回答：善男子，菩萨未得自不动地有因缘故可得破戒。也未第8的迄个不动地拢会搁再行倒退啦。所以迄拢无稳定。那这人又问：唯然是真，何则是也？讲什么情形之下，得搁再破戒，搁行倒退？那么佛回答：迦叶，若有菩萨施以破戒因缘，则能令人受持爱乐大圣经典，又能令其读诵通利。所以受乐那个受持爱乐自利啦。那读上通利就利人了，利益别人，施学经典，广为他说，这种度化众生，不退转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被转离阿耨菩提，为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萨尔时呢，应作是念：我宁一劫若减一劫，堕阿鼻地狱受此罪报，要令世人不退转移阿耨菩提。就是要度人，使他呢能够成道成佛。我家己无要紧我家己搁受一劫的苦，安尼无要紧我堕入阿鼻地狱受此罪报。所以要了解说那个菩萨的心就是宁愿委屈自己也要成全别人。跟着我们现在我度了三都市度足济度足济，你都无教人安那修咧，所以那个都不算啦。各位有拿三宝吗？我们又再寄来了，上次3个礼拜不够了，120本不无，我们搁寄200本来，所以各位都拿去给亲朋好友，有求到了才能给
没有求到不能给，这一本特殊啦，三宝啊这一本特殊，没有求到不要给他，有到就给，你要了解到你求到得了三宝是得到什么样的三宝，这本呢详细交代，看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哎呦我那都唔捌听到，哎呦那无较早讲诶，我有较早讲啊，你都无较早听到。我真早讲啊，28年前就讲啊，都已经讲那么久了啊。所以你要有机缘啊，要有机缘啊，你才能够拿得到、听得到。没有机缘你没有来这边，你看你都得袂到啊。遮好遮好，道很殊胜，咱拢敢若知影道很殊胜，道很宝贵，不一样。都很殊胜啊。伫倒啦，很宝贵啊，伫倒啦，袂晓讲啊，所以啊，你要把内容讲出来，你看了才知道说，原来这么殊胜，这么宝贵，那个修的再怎么好，你修到佛菩萨，你没有经过我们受记，我们佛老师受记啊，上天一概不承认啊，所以你看这个有多殊胜，特有因为或许在后天庙17年才会知道这个啦，知道说较早都爱修7代大法师，不是讲你7代普通人是已经你做大法师7代才给你受记，你受记的佛啊，咱今嘛讲上天大开普度，我们沾到上天大开普度的这个福分，然后我们可以先受记，然后才来修。现在受记了，你有成佛的资格，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你按照里面所讲的你去做，你就成仙做佛；你不要的话，你就流浪凡尘。有没有自由？很自由有没有？自由啊，都看你要幸福了，无自己决定啊。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明白的告诉人家怎么修，那个真的你想成都成不了，修了千生万世都成不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你真的要有那个机缘，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累世都有行善，善已经生根，善根成熟，你遇到善知识，告诉你怎么做，怎么成佛，明确的告诉你，所以你从内心相信，我可以成佛成道。时间早晚绝对可以，你看这个多重要，或许都讲，你带人求道，没告诉他怎么修，怎么成道成佛，你不负责任，你那个都不算度人，因为你把人家带到半路带进门以后，你就不管了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他带入，哎呦，我才求道，我多几个安尼点么给婆给你省，有没有用？没用，一个也没成，所以要了解到，你要负责任，你度他就是要他成佛，你要告诉他怎么成，那个才重要，不能说你度了就不管了，那个不算度了。所以很多道亲跟后学讲，说你都没有度人，我说对啊，我都没有度人，没有度人去跪在佛前得道，无啦，有多几个呢，拢不算无因为也未学会的所以都不算。可是或者投入生命在度人，这么多你看我们这么多道亲都求道，哪一个有信心可以说我可以成，都觉得我倒，都没有也没人教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所有道亲的善因缘都不足，所以就没有善知识来教导，无教咱怎做怎修，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要有子仙的德性必应，我们自己本身累世行善，你才能够接近心理心法。你接近以后，又要看你的心相不相信。你相信了去做，你就可以道成佛，绝对可以。那你呢？这个
半成半亡啊！哦，上士求道，勤而行之，有没有？中士求道，哦，若成若亡；下士求道，大孝之啊！老子说，不孝不止于成道。假使啊，伊若无笑，唔单这个道遮宝贵，都是因为伊咧笑，才知影讲这个道遮宝贵。所以啊，他没有笑，表示这个道跟他一样，就是那么的不值钱。他笑了啊，有够戆。所以我们现在凡人啊，看咱咧修道讲在人有够戆，会享受拢唔啦，拢去咧受苦。各位姐，咱敢咧修道，敢会苦？不会嘛，所以只要我们内心快乐，所以这个苦乐都是主观认定啊，没有客观的标准。客观讲迄个足快乐，毋过伊内心真艰苦。你讲伊的生活足艰苦，毋过内心真快乐。所以咱爱知影，迄个苦甲乐啊，拢是伫咱的心肝内底。咱行着路啊，做着啊，搁较艰苦，你就感觉足有价值的，所以你足快乐。你若好趁较足钱，毋过你的心肝歹，那迄缩水油咧，趁几若10亿、几若1000亿，伊快乐无？安尼叽叽嘟嘟啦，敢若迄过街老鼠，大家咧骂，对不？他快乐得起来吗？绝对快乐不起来，钱很多没错啦，没用。所以咱伫凡世间爱讲这个价值，咱的认定价值，唔是迄个钱的价值，是咱人的价值。你这个人啊，值不值得？你拢咧帮助人，你这个人就有价值，你的人格足悬。你若拢伫咧害人好，趁咧恶心钱你搁较济钱就无效啦。你搁害袂了所以爱了解。各位真诶，若看迄个永嘉大师老哥啊，我伫咧讲我囡仔诶时阵种甘蔗互人帮啊，有够戆所以迄牛啊，牛伫咧拖牛车载一车诶甘蔗，足大车，然后重牛行落足慢，赶牛诶摕一条迄个皮鞭咧甲摔，摔伊就搁行较紧诶，对无？我就讲，牛体积很大，力量很大。即马咱做牛啦，较巧咧，伊若要甲你顺你脚甲踢去，看伊较牛，咱较牛。你若讲顺来定，你脚甲去，迄人有法度无？叫踢走啦，对无？所以你看迄牛安尼顺的行较紧安尼，可怜的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他为什么那个样子，忍受被人家鞭打还要偷快一点，就是还债，他在还债。所以啊，甘到目屎就搁拖安尼，即马甲老拖袂行风袂去抬。你看卖，迄嘛同款要抬人嘛是人，迄真娇小呢，伊真庞大，若毋甲踢走。就刚好抬，流目屎好抬，所以要了解那个都在还债，欠较济啦，所以出世牛来还，来还较紧啦。出世鸡一只咱200块，你若欠1000块，出世几届？出世甲地出世，抬个出世，抬个出世，抬甲袂得通了。若出世做猪3-4千块啦，即马较贵啊。即马有下较济，所以你若出去做一届，我就下4000。各位钱这样好不好？不好啊，还是人比较好因为俗方之法，人道修成，人可以成佛，畜生没办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畜生都要来还债。即马还世间，迄诈骗一大堆有无？唔免欢喜啦。你若咧害，你就害你甲目屎流目屎滴啊！天地之间无迄个讲遐好诶啦，你骗去食拢免去谈，没有那个事都要还的。你讲偷讲欠讲怪好欢喜，甲我有一通用，唔免努力去赚钱，唔免欢喜。你咧害时阵你就目屎流目屎滴，迄
环境资源形成安尼，你去海者。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啊，就是要正大，都是啊正正大大的这样生活，这样呢我们自己也高兴，然后跟我们接近的人也高兴，就是这样啊，所以或许看自己写的这个我讲的，人去甲写出来，我家己看佫真感动，佫会讲这个佫真好讲，家己咧蹙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家社呢，就在讲，因为以后啊，他要接那个道盘，所以要把那个里面的内容啊，详细都了解透彻，所以就不了解就问佛，那佛呢就会回答，所以菩萨在度人要他们成就的时候啊，那个因缘啊，这个菩萨可以毁掉那个境界。那么尔时文殊师利呢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摄其护持如是之人，令不退转菩提之心，唯是毁戒啊！落堕阿鼻地狱啊，无有是处。这文殊菩萨伊就咧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咧讲啊，讲迄个菩萨伊就要护持啊，这款人互伊袂当退转迄个无上菩提，这款的心都已经是上好啊，安尼毁戒，假说安尼，因为安尼毁戒啊，堕入阿鼻地狱啊，安尼无一块对啦。这个文殊菩萨呢，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啊来说。那么尔时啊，佛赞呢，文殊师利，善哉善哉，这个时阵呢，福德家，这个文殊讲真好啦，如所说啊，敢若你讲安尼无唔对。我念往昔啊，以阎浮提做大国王，名曰啊，县狱，爱念啊敬重大圣经典。其心呢纯善，无有粗恶，嫉妒啊迁佞，口常宣说啊爱与善语，身常摄护啊贫穷孤独，不所那个时候啊，这个世间啊没有佛，声闻缘觉，我以尔时啊爱乐大圣，方等经典，12年中啊，是婆罗门。就是那个国王，宣义的国王，就是奉事啊，婆罗门就是修道者啦，他们呢都整个啊，宗族都在修道，供给啊所需，过12年，施安以弃呀，即作是言，斯等今应啊，发阿耨多罗三菩提心，婆罗门言，大王，菩提之性啊，是无所有，大圣见啊，亦复如是。大王，允何乃欲啊，令人同于虚空？这个婆罗门就来讲啊，讲这个国王大王，这个菩提之性啊，是无所有，什么拢无啦。这大圣经典嘛是安尼，伊叫咱追求到尾啊，什么拢无啦。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啊，什么拢无才会拢得的啦，你拢有就会无去啦，安尼知无？因为什么拢无伊无是，空啊，它不会没有，可是有它就会灭，只要落入现象，它大概100年就不见了，100年上久，它就无去，你无伊袂无去啦，永伫咧，它永远都在，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这个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才真的是我们要追求的。善男子，我以尔时啊，心中大盛啊，闻佛门毁谤荒等，闻已啊，即时断其命根，那个国王啊，心中大盛，听到婆罗门安尼讲啊，在咧毁谤荒等，就是毁谤啊大圣经典，那听到以后啊，马上呢就把那一个婆罗门把他杀死了。善男子，以是因缘，从世以来啊，不堕地狱，
伊讲伫迄个时阵虽然台西人，毋过伊为着要维护那个大圣经典所以没有堕入地狱。善男子拥护摄持大圣经典，哪有如是无量的势力？所以讲要拥护这上圣佛法，有这么大的势力，这么大的迄个力道。复次迦摄又有圣行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这个苦集灭道就是四圣谛。迦摄苦者逼迫相，那个苦就是逼迫相，集者能生长相所以这个苦集灭道伊拢先讲果报，然后才讲原因苦我们受苦为什么会受苦就是逼迫。集是什么原因？就是咱集了很多的那一些会受苦的因然后才去受苦。所以因先那个果报先讲受苦，然后因呢集收在后面。集就是能生长。你即马伫哩生活的中间，伫累积一寡业因业因累积诚侪因，你都要来现象受苦啦。所以苦集那个灭灭则集灭相，就是讲那个如如不动，然后灭掉所有烦恼。也是先讲果报。然后要修道者大圣相，就是要修持的大圣相。你修持了才能够到达极灭。到达极灭就是已经回到我们佛性本体回来。那复次苦者现象，苦的显象那个形象真艰苦互咱看。那么集者转向。所以转向才会现象。那个集就是累积原因。灭者除相，就除掉所有形象。道者能除相，所以修道才能够尽到灭。能够除掉所有形象，才真的可以除掉相。复次苦则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